我个痛快！我熬不下去了。听我一句劝，再熬2天。这天牢阴煞之气太重了，直往我骨头缝里钻呐，熬不动了。后日可就是冬至了，按大魏律法，冬至那天咽气的囚犯，官府会出1两银子的安葬费。你要是今日死了，我就拿不到钱了。我都要死了，你还想从我身上贪1两银子？那是自然，您就当行行好，成全兄弟这一回。在这丁字号的天牢里，关押的虽不是绝世魔头，却都是穷凶极恶的江湖草莽，煞气最重。老子刚传过来，就得罪了掌管狱卒的校尉，没办法，谁让原主是吃狱卒这碗饭的，如今只好忍气吞声，忍受着地牢中的煞气。唉，开局地狱难度啊！金手指。镇守天牢1日，奖励1年功力。宿主可参犯人因果或功法，目前干无因果，只可获1年功力。当前未领取，是否领取？1天1年，这哪是坐牢，这是在刷经验啊！领取，必须领取。我不冷了，而且体内还充满力量，这就是1年功力的效果吗？这就是开挂的感觉吗？只要待在天牢，1天就是1年功力。苟住，只要苟得住，迟早天下无敌。王校尉，君子报仇10年不晚，小人报仇从早到晚，你给我等着！怎么回事？怎么戒严了？难道是有新犯人？有本事把老娘放开，咱们单挑啊！把我困在这里算什么本事？你们听说了吗？这女人是什么红莲教的魔女，本来肯定会被关进乙字号甚至甲字号，可不知怎么竟然被送进了丁字号。丁字号，我怎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王校尉不会要坑我吧？全然！属下在。小陈啊，我看你最近表现不错，是个可造之才。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你了。今晚你负责巡视丁字号，特别是7号房，一定要盯紧了。神特他妈光荣而艰巨，这分明是让我去送死。但官大一级压死人，何况这老小子本来就想整死自己。属下遵命。王校尉，我算你狠。不管怎么说，总之还是先去牢里看一眼吧。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红莲魔女？小哥哥，你身上有好闻的味道呢。好闻的味道？不对，难道他是看出我有系统了？
姑娘请自重，这里是天牢，不是怡红楼。小哥哥真幽默，不过我看你骨骼惊奇，是个练武的好苗子。只要你帮我解开这身上的符咒，我就传你无上魔功，保你10年之内成为天下第一高手。怎么样？这笔买卖划算吧？无上魔功，天下第一，画大饼谁不会啊？不怎么样，我这人牙口很好，不用吃软饭，而且我觉得你现在这样像个粽子。你给我回来！你才是粽子，你全家都是粽子，甚至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想白嫖我，门儿都没有。不过这妖女既然能看出我的底细，说明她身上肯定有好东西。要是能把她的功法爆出来，或许自己还能再抢救一下。话说，今天好像已经是获得金手指的第5天了，今天的结算怎么还没来？你已镇守天牢1日，奖励1年功力，是否领取？是。你成功领取1年功力，当前5年功力。在这个崇尚武力的世界，武道境界共分9品，9品为基，1品为尊。这段日子来，我的修为很顺利晋升到了9品炼皮。这就是开挂的人生吗？对了，到现在我好像还没试过去参与犯人因果，今天我说啥也要试试。这老头绰号鬼手，入狱前是个惯头。这老头没什么大本事，就是手快，而且极其擅长隐藏气息。小哥，行行好，给口吃的吧。想吃饭？想吃饱吗？想，做梦都想。为了刷这个参与度，我也是下了血本了。这只烧鸡可是花了我1000银子。给我的。吃吧。系统，查看面板。犯人李进莲，鬼手，境界9品炼皮巅峰，罪孽低，心愿吃顿饱饭，参与度满足其心愿获得感激。系统，查看面板。犯人李进莲，鬼手，境界9品炼皮巅峰，罪孽低，状态饥饿已缓解，参与度中，获得感激。参与度计算中，获得半年功力，获得功法敛息术大成。这门功法虽然没有杀伤力，但却能将气息收敛于体内，以达到完美隐藏自身的气息和境界。好东西啊！有了这玩意儿，以后隐藏修为就好说了。这功法要是不走捷径，要苦练10余年。如今我走了捷径，果然还是需要付出一点代价。成功了！有了这层伪装，除非别人近距离接触，仔细扫查自己，否则光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深浅的。不愧是号称鬼手的男人，这功法恐怕不简单啊！这人好像不简单啊，之后可以多来打探打探。不过现在还顾不了这么多，先把上司搞定再说。就因为我没给顶头上3送钱，他就想把我搞死。要是以前我就忍了，可现在我有金手指，我要是再怕你，我就是个怂包。但在那之前，我得先去实验一下敛息术的效果。是你，这小子的气息怎么消失了这么多？明明刚刚还能感觉到他身上那股躁动的气血，
怎么现在就像个死人一样？看来我成功了。小哥哥，你走路怎么没声儿啊？吓死奴家了。姑娘，大白天的别一惊一乍的。奴家心口好疼，你帮我看看呗。哼，和我来这一套，心口疼，那是病，得治。小哥哥，你真不懂风情。只要你放我出去，我不但传你神功，还可以以身相许啊。犯人红莲魔女，境界五品通脉被封印，罪孽中，状态虚弱封印中，功法红莲业火经天魔舞。前朝公主，这身份有点意思。不过看这情况，估计镇魔司也不清楚这魔女的真实背景，要不然也不会把她送进这牢房里放任不管。不过这可是大羊毛啊，不好白不好。省省吧，你的媚术对我没用，而且我对老阿姨没兴趣。老阿姨，老娘今年才18，你才是老阿姨，你全家都是老阿姨。行了，别演了，我知道你是谁，也知道你想干什么。公主殿下，你也不想秘密被别人知道吧？他怎么知道？这个秘密连镇魔司的人都不一定知道。这个小狱卒到底是什么人？江梦离。你说什么？这个秘密就连大魏朝廷的镇魔司查了整整10年都没查到，这个小小的狱卒怎么可能？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探查之眼的效果确实好用，攻心为上。卿本佳人奈何做贼？这么漂亮的一张脸，整天戴着面具装神弄鬼，不累吗？这模样，若是画进册子里，怕是满城的姑娘都得自惭形秽。这个狱卒竟然在夸我好看，按常理来说，不是应该严刑逼供才对吗？这弹性还真是让我意外呢。我堂堂前朝公主，红莲教圣女，竟被一个小小的狱卒捏脸蛋子，你放肆！嘘，别叫那么大声，看看这周围，丁字号狱卒房偏僻得很，除了我，连个鬼影都没有。就算你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你别乱来！你若是胆敢做出不轨的事情，红莲魔教第一个就把你杀了。乱来，你想多了。我对你的身子没兴趣，至少现在没有。那你……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个事实：王校尉把你关在这里，却只派了我这么一个毫无背景的新人来看守。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妻子，没错，妻子。有人想拿你当诱饵，引红莲魔教的人来劫狱，而我就是那个用来祭旗的炮灰。一旦魔教的人来了，或者镇魔司觉得诱饵没用了，你觉得我们会是什么下场？我会死，而你恐怕会生不如死。所以，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你想活，我也想活。既然如此，合不合作一把？你想怎么合作？很简单，配合我。至于具体做什么，以后你会知道。犯人红莲魔女参与度低，获得奖励武技翻云掌。入门。谢了。
不仅白嫖了一套掌法，还顺便跟这位公主殿下建立了微弱的同盟，这波不亏。刚才那番话，虽然是为了忽悠红莲魔女，但也是事实。王校尉那个老狐狸确实没安好心，把我安排在丁字号看守红莲魔女，摆明了就是让我去送死。这丁字号牢房关押的都是些被废了武功的普通罪犯，平日里倒是没什么大危险。以他现在9品炼皮的实力，镇压这些废人绰绰有余。可一旦爆发战乱，比如红莲魔教真的杀过来劫狱，这些犯人就是待宰的羔羊，而他这个狱卒就是挡在前面的第一块石头，会被瞬间碾碎。必须尽快提升实力。今日结算，身处天牢，煞气侵蚀，存活1天，奖励1年功力。你镇压红莲魔女有成，奖励2年功力。我的天，才2年功力，就让我体内那股原本细若游丝的气流瞬间壮大了1倍不止。8品，一击进初期，我竟然成了8品高手！哈哈哈哈！这掌法有点意思，虽然只是入门，但这威力已经远超寻常的3流武学。说是练到大成，可就厉害了。这丁字号的牢房阴气极重，这都没把你熬死。托大人的福，属下命应。最近天牢不太平，红莲魔教的人随时可能来劫狱，你给我盯紧了那个妖女，若是出了差错，你知道后果。属下明白。明白就好，好好干，别让我失望。不过我看你也活不到那个时候，这丁字号的煞气可不是那么好受的，自求多福吧。自求多福，某人确实该自求多福了。今天心情不错，刚在春风楼喝了顿花酒，那滋味儿。虽然花了不少银子，但只要能把那个妖女看住了，以后升官发财还不是指日可待。至于那个陈然，一个毫无背景的小狱卒，死了也就死了，谁会在意？等过几天找个理由把他处理掉，省得看着心烦。谁？装神弄鬼，知道大爷是谁吗？镇魔司的校尉，识相的赶紧滚，否则……好快，这速度绝对不是普通毛贼！这要是打在身上，你是谁？我与阁下无冤无仇，饶命！大侠饶命！我有银子，我有500两银子，都在家里，只要你放过我。这钱不拿白不拿。哼，500两。听说了吗？王校尉死了！什么死了？怎么死的？被人杀了！就在昨晚，听说回家的路上被人一掌拍碎了脑袋。这么惨，谁干的？
不知道啊，连王校尉那种9品巅峰的高手都没撑过3招，太可怕了！这京城最近是怎么了？王校尉死了？是啊，陈老弟，你也听说了，这世道真是越来越乱了，连王校尉那种人都死了，咱们这些小狱卒以后可得小心点儿。是啊，太危险了。看来以后晚上不能随便出门了。王大人，一路走好。嘿嘿。听说了吗？死人了，还是个当官的，脑袋都被拍碎了，那场面。退后，都退后！头儿，您来了。死者身份确认了，是镇魔司下属天牢丁字号的校尉，名叫王虎，9品巅峰的修为。一掌震碎心脉，断绝生机，余力顺势上冲，直接拍碎了头颅。没有激烈的搏斗，死者是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击杀的，甚至可以说是被碾压。头儿，您看那边，这是红莲魔教的翻云掌。头儿，您确定？8九不离10。除了魔教之人，我想不出还有谁会用这种掌法。可是，魔教的人杀一个小校尉做什么？难道是为了救那个前几天被抓进去的红莲魔女？如果是为了救人，应该直接劫狱才对。除非这个王虎身上有什么秘密，或者挡了谁的路。头儿，那咱们现在怎么办？要不要上报？当然要报，这是命案，死者又是朝廷命官，不管凶手是谁，都要查个水落石出。让开，都让开！镇魔司办事。赵百户，这是6扇门的案子，你们来做什么？林捕头，借一步说话。林捕头，这案子能不能交给我们镇魔司处理？为何？这是京城命案，按律当由6扇门出查。我知道，但死的是我们镇魔司的人，而且涉及红莲魔教，上面很重视，特意交代下来，要我们把尸体带回去，严查到底。林捕头，这案子水深得很，您是千金之躯，前途无量，没必要为了一个死人趟这趟浑水。这案子背后牵扯的势力，非你所能想象。既然是上面的意思，那我就不逾矩了。不过赵百户，这案子毕竟发生在我的辖区，若是日后有什么需要配合的，尽管开口。那是自然，多谢林捕头体谅，改日请您喝茶。来人，把尸体带走。头儿，咱们就这么算了？算了，赵无极平日里眼高于顶，今天却这么客气，甚至不惜搬出上面来压我，这说明他们很急，也很怕。怕什么？怕我们查出什么不该查的东西。传令下去，暗中调查王虎生前的人际关系，记住要暗中进行，别让镇魔科的人发现。还有，派人盯着天牢那边的动静，王虎是天牢的人，那里肯定有线索。是。今天是个好日子，因为又有经验包可以刷了。嘿嘿，这位犯人可正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大盗，绰号飞天鼠的李飞。李飞轻功卓绝，号称皇宫大内也去得。结果这事真去了，
不仅去了，还偷了三皇子最喜爱的一尊御马，然后就被六扇门的高手追杀了2000里，最后被打断了双腿，废了7品修为，像条死狗一样扔进了天牢。吃饭了。点头饭，你猜呢？没想到我李飞纵横江湖20年，最后竟然死在这个鬼地方。小狱卒，看你年纪轻轻，怎么就想不开来这种地方当差？这天牢煞气重得很，就算是武者待久了也会折寿。我看你印堂发黑，怕是也活不长喽。说不定咱俩还能在黄泉路上做个伴儿。多谢挂念，不过我觉得我应该比你活得久一点，至少能给你收尸。做个饱死鬼！犯人李飞，状态拼死心愿，吃顿饱饭已完成，参与度中。时辰到了，上路吧。小子，送你一句话，这天牢的水比你想象的要深，不想死就早点滚！囚犯李飞死亡，参与度竞算中，获得奖励轻功云水步精通。行云流水，聚散无常。这云水步不追求极致的速度，而是讲究诡异多变，隐蔽性极高，配合敛息术，简直是老六神技啊！好轻功，哈哈！有了这轻功，保命的本钱就又多了一个。走，去看看那位红莲魔女怎么样了。你看起来心情不错。还行，刚送走了一个朋友。朋友，狱卒和囚犯也能做朋友？为什么不能？只要有价值，谁都可以是朋友。那你觉得我有价值吗？当然，前朝公主，红莲圣女，你的价值比这天牢里所有人加起来都要大。你到底想干什么？不干什么，就是想问问你们的人什么时候动手？怎么，你怕了？我只是想提前做个准备，毕竟我还不想死。放心吧，很快了，这天牢马上就要变天了，到时候你可别死了，我还想看看你能走到哪一步呢。借你吉言，变天嘛，既然要变天，那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反正我现在有翻云掌杀敌，有云水步保命，还有敛息术藏身，这天牢目前还是我的主场。大家辛苦了，以后都是自家兄弟，有福同享。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在天牢这种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突然冒出个大善人，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恐怖故事。还没睡呢。有事？那个，今晚能不能咱俩换个班？换班？是这样，我肚子有点不舒服，想去趟茅房，可能时间比较久。你也知道，这天牢里阴气重，所以想让你先顶一会儿，等我回来，后半夜我全包了，让你睡个好觉。肚子疼？我看你是心里有鬼吧。不过既然有人想演戏，那我就配合一下好了。
看看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行啊，既然刘兄弟身体不适，那就快去吧。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可别憋坏了。多谢陈哥，多谢陈哥，改天请你喝酒。等等，陈哥，还有事儿？刘兄弟，这天牢的路滑，晚上走路别一不小心点儿摔进了坑里，爬不出来。陈哥说笑了，我会小心的。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当前功力24年，功法翻云掌，入门云水步精通，敛息术大成。来了。唉，看来今晚注定不会安稳啊。下手够狠的，看来是熟人作案。何万到死都没拔出刀，显然是对凶手毫无防备。而在丁子豪能让何万毫无防备的人，就只有刘海峰。刘海峰杀了何万，拿走了钥匙，显然不是为了越狱，他这是要去放人。老子终于出来了！杀光这群狗官！比我想象的还要快啊！哼，看来你的同伴来接你了。你不跑？跑？为什么要跑？这里是我的地盘，而且我还没拿到今天的奖励呢。宰了这个狱卒，抢钥匙，放人！小子，下辈子投胎，记得别当狱卒。这么快就动手了，那个小狱卒怕是凶多吉少了，可惜了。我这速度，你绝对看不到。秒杀！这电子扎手，一起上！既然动手，那就斩草除根。击杀暴动囚犯，参与度高，获得奖励5年功力。一下子涌入5年的功力，实在是有些太过于突然。暴涨的功力竟然在体内疯狂乱窜，太他喵疼了！挺过来了，5年的功力直接让我越过了中期瓶颈，现在我已经是8品境后期了，真是因祸得福啊！外面的动静消失这么快？不对，如果是狱卒被杀，那些囚犯肯定会欢呼庆祝。可现在，外面死一般的寂静，难道是有高手路过？快！包围丁子浩，一只苍蝇也别放过！16扇门，还有镇摩斯的人，来得好快，不能留在这里了。虽然他是狱卒，但这几具尸体的死状太过惊人，若是被有心人查验，难免会暴露出他的实力。头，
这是丁子浩的重犯，黑狼。这家伙练过外门横练功夫，寻常刀剑砍不进去。一击毙命，没有动用兵器，是纯粹的掌力或者拳法。这得多深的内力？伤口周围没有内力残留的痕迹，要么是纯粹的肉身外功练到了极致，要么是内力极其凝练，没有外泄。现场只留下单方面屠杀的痕迹。头儿，这边有活人！你是谁？我是丁子浩一族陈然。这里发生了什么？刘海峰是内鬼，他杀了何大哥，拿钥匙打开牢门，放了那些犯人。然后呢？犯人冲出来，见人就杀。我当时在另一头巡视，听到动静跑过来，就看到他们大开杀戒。我打不过，只能装死，躲在死尸堆底下，一动不敢动。这些犯人是怎么死的？我不知道，我只听到砰砰的巨响，然后犯人的惨叫声就停了。等外面没动静，我才敢爬出来。有一个黑影路过，太快了，没看清。六扇门的人动作倒挺快，不过天牢是我们镇魔司的地盘，林捕头。天牢发生暴动，死伤惨重。六扇门负责京城治安，自然有权介入。赵百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红莲魔教的人呢？回大人，里外搜过了，没有发现魔教踪迹，牢房完好无损。废物！声东击西，这帮红莲鼠辈根本没打算今晚劫狱，他们制造混乱，估计就是试探。就剩你一个活口。回大人的话，就剩我一个了。大人，哼，九品炼皮，有点胆子。让大人见笑了。家传的粗浅把式，在这地方保命用的。王校尉死了，现在又出这档子事儿，丁子浩不能没人管。既然你是丁子浩唯一活下来的老人，又有点身手，从今天起，这丁子浩暂时由你负责看管，别再给我出乱子。小人遵命，定当死守丁子浩。撤。你叫陈然？是林部长。刘海峰的事，六扇门会追查到底。你既然接管这里，好好干，自己小心。应该是过关了。镇魔宗的人比想象中难糊弄啊。看来你的同伙不太给力啊！这么好的机会，竟然没把你救出去。他们不傻，镇魔司既然敢把我关在这里，肯定布下了天罗地网。昨晚点动静，不过是刨食问路罢了。倒是你命真大，那种情况下还能活下来，甚至还升了官。运气好而已。不过这种运气可一不可二，下次他们再来恐怕就是动真格的了。到时候我这个看守怕是第一个就要被记起。你想说什么？我想活命，你也不想死在这里吧？给我个暗号或者信物，让他们别急着动手，换个方式。不过，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个机会。我被困在这里，对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如果能有个传声馆，或许能打破僵局。长春客栈，长春客栈，天字号房找一个叫柳三娘的人，告诉他这个。懂了，等着吧。有了这个暗号，不仅能暂时忍住红莲魔教，说不定还能两头通吃，捞点好处。我可从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还没死呢。陈小哥，你没事，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怎么没跑？
我这腿脚能跑哪儿去？再说了，外面现在肯定全是官兵，跑出去也是个死，还不如待在这儿，至少还能多活几天。陈小哥，等等！这是我毕生的心血，我纵横了江湖多年，现在反正也出不去，里面隐藏着我的所有传承，分别为敛息术、归息功2道功法。练成之后，不仅能隐藏气息，还能假死闭气，甚至延年益寿。为什么要给我？我这辈子算是废了，这东西留在我手里也没什么用了。陈小哥，我只求你一件事，以后能不能给我送点好的？不用大鱼大肉，哪怕是热乎的饭菜也行。我不想做个饿死鬼。犯人李四，鬼手，罪孽变状态残疾衰老，心愿安度晚年。行，只要我还在这一天，就少不了你一口吃的。交易而已，各取所需。这天牢的水越来越浑了，想要在夹缝中求生存，光靠狗是不够的，还得学会借力打力。乱世将至，或许也是一个机会，不过前提得先在这场乱战当中活下来。陈哥，这力道行吗？左边再重点。昨晚大家都受惊了，拿去买点酒压压惊。行了，干活去吧，我出去办点事。多谢陈哥，多谢陈哥慢走。检测到功法归息功，是否学习？恭喜宿主习得归息功大成。我的天，我怎么感觉我的心跳正在变慢？等等，我感觉我的体温好像也在降低，但是却并没有感觉到寒冷，这果然神奇。这就是归息功吗？这种状态下，像是一个死人。好险，这位六扇门的名捕感知力果然敏锐，幸好归息功给力。犯雷老虎，黑风寨大当家，境界7品断骨巅峰，状态屠村灭寨。巅峰，没想到竟然被林婉抓了。看来这位六扇门的名捕实力比传闻中还要强。听说了吗？黑风寨的雷老虎折了！嘿嘿嘿，早知道了。听说昨晚被六扇门的林婉林捕像拖死狗一样拖回来的。这雷老虎也是倒霉，林捕头昨晚本来是去追人，结果半道上碰见雷老虎在劫道，顺手就给收拾了。顺手？那可是7品巅峰的高手。嘿，在林家大小姐面前，臭品算个屁！听说只用了3剑，雷老虎就被挑断了手筋脚筋。昨晚天牢暴动，看来是没有追到，确实够倒霉的。不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林婉今天杀气那么重，追丢了正主，拿个替死鬼撒气。
住店还是打尖？有人让我给您带句话。去，哪儿来的野孩子？别挡着老娘做生意。那人说，一壶老酒温3遍，不要红皮，牛肉切薄透光。这是红莲魔教的最高级切口，温3遍3阳开泰圣火不泄，不要红皮去伪存真，核心教元，牛肉透光，心如明镜，绝无二心。这几句切口，只有教中的香族以上级别才知道。这小乞丐背后的人是谁？那人呢？那人给了我糖葫芦，让我说完就去后下。出来！圣女安好，勿动，静候。圣女，教中知道红莲魔女真实身份的人不超过5个，就连我，也是因为负责京城的情报网，才勉强知晓1、2。这个人是谁？不仅知道切口，还知道圣女的身份，甚至知道圣女现在的处境。勿动，这是在警告我要轻举妄动，不要试图劫狱。难道是圣女传出来的消息，还是陷阱？不管是谁，既然对方给出了这个信号，那就说明圣女暂时安全。看来是信了，这招投石问物效果不错。小乞丐把话传了出去，我又能置身事外。不过这京城的水比我想象的还要深，该回去了。坐镇天牢1日，获得1年功力，当前累计功力50年。50年的功力，还真是不一般。虽然没能突破，但50年的庞大内力修为，已经让我稳稳站在了8品巅峰。甚至在纯粹的力量爆发上，我已经完全不逊色于普通的7品武者。如今功力越来越强，却没有更好的功法。丁子浩关押的都是些不入流的货色，想要高阶功法，必须往深处走。陈然，属下在。只见丁子浩暴动，死了2个狱卒，跑了10几个犯人，唯独你负责的这片区域一个没少，还当场击毙了3名试图越狱的重犯。镇魔司的百户大人亲自过问了此事，说你是个可造之才。以你的功劳，若是想去镇魔司谋个差事，本官可以为你引荐。那里虽然危险，但资源和地位远非这阴森的天牢可比。校尉大人抬举了，属下自幼胆小，这辈子就想在天牢混口饭吃，守着这几间牢房心里踏实。官场上的那些弯弯绕绕，属下脑子笨，实在转不过来。好一个心里踏实！既然你喜欢守牢房，那本官就成全你。从今天起，你就是丁字号的狱卒领队，统领这片区域的所有狱卒。另外，丙字号那边最近不太安生，缺个管事的，你兼着丙字号的监察权，负责每日的巡查和送饭。谢大人提拔。
属下定当尽心竭力。秉字号，那里关押的可都是7品以上的重犯啊！嘿嘿，想啥来啥，太好了。头儿，这地方煞气太重，咱们快点送完走吧。给老子把这破链子解了，再弄2斤熟牛肉，1坛烧八子。等老子出去了，保你做黑风寨的4当家。雷大当家，你好像还没搞清楚状况。秉字号的规矩，重犯入狱先过3道刑，杀杀威风。我看雷大当家精神头这么好，想必是之前的刑具不够劲儿，再加2道剔骨钩，帮雷大当家松松筋骨。你敢！你给老子等着！我黑风寨的兄弟已经进京了，他们一定会来救我的，到时候老子一定饶不了你！让他们尽管来，这天牢里正缺几个犯。审讯囚犯雷老虎参与度提升，获得奖励功法狂虎刀法。这就是狂虎毒法，果然够狂，我喜欢。苏大人，吃饭了。老夫已非大人，小哥称呼真名便是。这秉字号关的都是杀人放火的魔头，苏老一介书生，待得惯？心中无鬼，何处不是清净地？倒是小哥你年纪轻轻便在这阴森之地当差，可惜了。清净地留给苏老，我这种俗人，只想要点实在的。陈然，你故意的。江圣女，这可是我升任头领后特意托人从外面带进来的。这监狱里的馊饭哪有这东西香？卑鄙小人！够你的，吃吧。这地方规矩严，若不是我提了职，这东西根本带不进来。吃完了洗洗，堂堂红莲圣女，弄得跟个小花猫似的。陈然，你想要什么？我要更厉害的修行功法，普通功法太慢了，我等不及。红莲魔教的高级功法，你敢练吗？在这天牢里，没什么是我不敢做的。这是红莲业火经的总纲，若是修炼出差错，可会引火烧身，灼烧经脉，走火入魔。哦，是吗？检测到高级功法红莲业火经是否收录？收录。多谢。坐镇天牢1日，获得1年功力，当前累计功力51年。断骨镜成。来人，去查天牢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每一间牢房，每一个狱卒都给我查清楚。是。昨夜那股动静就是从这附近传出来的。只听得一声巨响，震碎了窗户纸。属下赶来查看时，走廊里全是白烟。李长风，你这笑面虎，有种就给老子个痛快！雷大当家，这天牢的饭菜虽然粗糙，但胜在管够，何必急着寻死？
林捕头，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阴森之地了？是你，我想起来了，当初天牢暴动，是你提供的内鬼线索。属下当时也是凑巧撞见，不敢隐瞒。王校尉死在巷子里，全身骨头碎了大半。我记得你以前在他手下过得并不如意。王大人遇害，属下也深感意外，只能说世事无常。如果有线索，告诉我。雷老虎，黑风寨劫掠的那批官银藏在哪儿了？小娘皮，想知道官银在哪儿？过来磕个头，老子就告诉你。林部长，这……陈头领，这雷老虎交给你了。镇魔森的手段我略有耳闻，3天之内，我要知道官银的下落。属下定当尽力。陈然，林捕头既然开了口，你就多费点心。这雷老虎皮糙肉厚，普通手段怕是不行。属下明白。你这个狗官！等一下，等等！坐镇天牢1日，获得1年功力，当前功力53年。功力又提升了1年，这感觉还真是美妙啊！探子回信了，大哥被关在丙字号，负责看守的是个叫陈然的小头领，刚提拔上来的。一个小头领，直接杀了便是，把大哥抢出来。天牢守备森严，硬闯是送死。明天晚上等那陈然出牢房，咱们派几个手下截住他，先吓唬吓唬，再给点甜头。这种软柿子不愁他不招。听二哥的。老板，来3个肉包。这4个家伙一直都在跟着我，我倒要看看他们要干什么。力气不小啊，小子，别出声，跟我们走一趟。这点子有点烫手啊，不过1打4，优势在我。陈然，丁字号新头领，现在监管丙字号。你最近在牢里混得挺滋润啊！呵呵，我警告你，雷老虎是我们的大当家。以后牢里有什么消息，你负责往外传。如果有人想对雷大外动刑，你想办法拦着点儿。敢出半点差池，老子手底下这几个兄弟直接把你切碎了喂狗。定金50两，只要你办事利索，每个月都有这个数。等雷老大出来，有你吃香的喝辣的，听话就有钱拿，不听话就没命，自己选。就50两，嫌少？哼，我好歹是个头领。你们拿底层狱卒的价格来买通我，是不是有点不尊重我这个职位？得加钱。老大，别跟这小子废话，先打断他2条腿！你们动手前都不打听打听地方？什么地方？前几天天牢的王校尉就是死在这条巷子里的，就在你站的那个位置，脑袋被人拍得稀巴烂。你们选在这里堵我，还真是会挑风水宝地。废了他！翻云掌！我去，
一招毙命，打不过啊！跑得了吗？太可怕了，真的有极品实力了！二当家是黑风寨的二当家薛老二，还有三当家，老大被抓了，二当家带人进城，藏在南城春风楼里。不错，这一次我不杀你。多谢大人。好巧，又见面了。你不讲武德啊！哪有这样贿赂人的？不愧是匪徒出身。目标：南城春风楼，去加个班。那4个废物，办点小事怎么去了这么久？杀个底层狱卒。按理说连半炷香的功夫都用不上，会不会是在街面上动手，不小心惊动了巡街的捕快，被六扇门给拷走了？如果那几个蠢货真被抓了，咱们也得赶紧换地方。大哥还在牢里关着，不能再出岔子。二哥，你在这歇着，我出去看看风声。什么人？以我8品武者的强悍感知力，竟然连对方半点呼吸和气血流动的动静都没察觉到。完了！什么情况？官司的高手！想去哪儿啊？林捕头，死者身份确认了，是黑风寨的2当家薛老二。另外，楼上雅座里还有一具尸体，是黑风寨的3当家。骨骼粉碎得非常彻底，周围没有任何刀剑双伤的痕迹，纯粹是靠着极其霸道、精纯到了极致的内力，一掌硬生生拍碎了所有的防御。当初王校尉遇害，他的脑袋也是这种一模一样的恐怖掌力在瞬间一击轰碎，是同一个人，那个神秘的绝顶高手。他又出手了，把尸体带回6扇门。来人，立刻给本捕头备马，去天牢。饿了吧？外面下雪了，看你可怜，给你加餐。你身上的气息比前几天更沉稳了，看来那本功法你练得很顺利。还凑合。林捕头，大半夜的来探监，查到老子把官银藏哪儿了？你的黑风寨完了。吓唬老子！我2弟、3弟都在外面，手底下几百号兄弟。薛老二和老三死了，1个时辰前城南春风楼，2人被当场击毙，一掌碎胸，一击断骨，毫无还手之力。不可能！老2和老3武功高强，谁能把他们一招打死？不可能！我也想知道是谁，他们死在一种极其霸道的掌法之下。说，你或者黑风寨最近到底得罪了哪路绝顶高手？妻子，他们在杀人灭口！林捕头，官银案根本不是我们干的，是上面的大人物，他们监守自盗，吞了官银。老子和黑风寨只是个顶包的黑手套。
指使的人是谁？不知道，有人戴着恶鬼面具，武功极高。观音根本没运出京城，还在城里。立刻回衙门，调出近半个月出入京城的所有货运卷宗。坐镇天牢，获得1年功力，累计功力55年。我这奖励的1年功力相当于一个普通人修炼1年的效果，所以速度跟那些天才其实并不是很快，但优势就是可以随意糅合在一起。雷老虎，你敢告密？该死的废物，差点坏了大人的好事！别杀我，我什么都没说。还有人？这黑衣人也太蜕皮了！我什么都没看见，我绝对不说，逼着人民洪荒恶鬼，大爷饶命！你知道了不该知道的。囚犯丙九雷老虎死亡，罪孽深重，结算参与度高，获得奖励3年功力，获得奖励狂虎刀法心得精通。来人啊！快来人啊！有刺客！有刺客潜入天牢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刚给苏御史送完饭，听到这边有响动，就跑过来，看到那黑衣人杀了2个兄弟，正要杀雷老虎，结果雷老虎突然不知道怎么回事，挣脱了身上的铁链，跟那黑衣人激战在了一起。这是雷老虎的狂虎刀法，这家伙生前使的就是这种刀法。看着伤口的割裂力道，也确实只有雷老虎自己在生死一瞬爆发下才能干得出来。现场的痕迹逻辑清晰，杀手潜入杀了守卫，欲想灭口雷老虎，却没成想重伤的雷老虎在生死关头性大发，挣脱枷锁，用狂虎刀法和杀手打了个同归于尽。我进来的时候就是这样了。你来的时候就只有刺客1个人。对，只有刺客1个人。下官来的时候，他们2个刚好同时惨叫着倒了下去，吓死属下了。有人要杀人灭口，上面的人已经狗急跳墙了。看来观音背后的水已经深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没你的事了，上面的人狗急跳墙了，最近小心点，别到处乱跑。多谢林捕头提醒，我以后一定小心，绝对不乱跑。下去吧。昨日斩杀那名黑衣刺客时，虽然为了隐藏实力，只用手掌变了雷老虎的生气，但狂虎刀那大成刚猛霸道的可怕刀意却一直在脑海听台里疯狂盘旋，急需一次宣泄。凡铁终究是凡铁，承受住3品武者的内力灌注，更别提狂虎大法这种刚猛霸道的武学了。看来得想办法弄把好刀了，总不能每次遇到茬子都用巴掌去拍，容易弄脏衣服。昨夜有刺客潜入天牢，杀我们2个兄弟，还灭口了重犯雷老虎。我不希望这事儿跟咱们的人呢有关。观音案牵扯甚广，告诉你们的人都把嘴闭严实点儿。盘问草草结束，因为也没人认为这些刚入品的狱卒身上能跟此事有关。
看来这趟浑水比想象中还要深。苏大人，吃饭了。昨夜护风声，碎铁成泥。小兄弟的刀法好生霸道。苏大人听错了，昨晚只有雷芒虎杀人的声音。老夫虽然不修武道，但在这朝堂上摸爬滚打了40年，识人的眼光还是有的。你这身气血之旺盛，远超常人，更何况你身上有一股极其暴密的业火之气。若不加压制，不出3年，你必将走火入魔，沦为只知杀戮的怪物。这门魔教顶级功法红莲叶虽然威力无穷，但红莲魔女早就警告过我，极易反噬心智。昨晚我确实感觉到心底有一股莫名暴躁的情绪在翻腾，而这个看似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头，竟然一眼就看穿了。你想杀我？老夫肉体凡胎，你一根手指就能碾死我。但你杀了我，谁来你压制业火的阀门？苏大人的意思是，武者修身，儒者修心。老夫身无长物，唯有一身浩然正气。此气不修肉身，却能克制世间一切邪祟心魔与离气。老夫时日无多，这身非不想带进棺材里。你若愿意学，老夫便将浩然静心诀传授于你，全当是结个善缘。好，浩然让倾国。倚重的功法浩然静心诀。吃饭。你杀人了？啊，杀了只老鼠而已。怎么了？你身上怎么有一股让我作呕的酸乳味儿？江姑娘，这可是堂堂正正的浩然之气，专邪魔歪道。我看你最近火气挺大，不如我多靠近点儿，帮你去火。太霸气了吧！身身竟然比朝廷统一批的普通制式妖刀还要长出足1/3，而且造型古朴粗犷到了极致，没有任何花哨的花纹和装饰。好重！这把看起来不起眼的黑刀，重量竟然超过了1000斤。这绝不是普通的铁疙瘩，绝对是掺杂了某种特殊材质的重宝。看上了。哼，掌柜的，你这刀连刃都没开，重的像块石头，除了拿来压菜扛，还能干什么？50两，我要了。爱买不买。这东西是从一座古墓里刨出来的，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材质，但老头子我用了10几种方法都融不掉它，它就值500两。成交。
生面孔吧，敢在鬼市漏这么大的财，连命都不要了。把身上的银票还有背上的东西全都交出来，老子今天心情好，留你一具全尸。老大，我看这小子细皮嫩肉的，不如扒光了转手卖几次，再送他上路。我正愁买这把刀，把身上的积蓄都花光了。既然你们上赶着来送钱，那我就不客气了。找死！来吧，让我试试刀。力道太强了。好刀。500，300多两碎金。不仅刀钱回了本，还净赚300两。钓鱼执法，黑吃吃黑，果然是往金来发劫富的最快途径。陈导，您跑哪儿去了？出大事了！这几天六扇门的那个林神捕简直是疯了。林神捕根据当初死掉的雷老虎留下的官银案接头线索，这几天把整个大魏魏京城西城区翻了个底儿朝天了，甚至连几位朝廷大官的秘密私宅全给带人抄了。硬是顺藤摸瓜挖出了一张红莲魔教隐秘的惊天大网啊！现在饼子号已经完全塞满了。听说这次抓进来的全是武功高强的硬茬子，涉案人员极多。大批涉案人员，在别人眼里这是烫手的山芋，是危险的重犯，但在我眼里，这些哪里是犯人？这简直是一满牢房嗷嗷待哺的极品经验宝宝啊！陈头儿，您笑什么？天牢里塞进了这么多重犯，以后的日子可就难熬了。没什么，只是觉得咱们天牢越来越有人气了。我记得李校尉之前说过，饼字号的欢主权现在也是交给我负责的吧？是啊，陈头儿。我这人天生劳碌命，听见这么多新犯人入狱，心生怜悯，实在睡不着。我去给新来的住客们送点温暖。狗腿子，知道爷爷是谁吗？敢把爷爷关在这种破地方，等老子出去杀你全家，把你剥皮抽筋！安静点儿，死一本。找死！死！啊！我的手！目标：王大彪，飞虎帮头目，罪孽高，状态暴躁兵变，连环杀人犯，罪孽高，阴，状态阴。这哪里犯人？这简直就是金山啊！林婉之真是大手笔，把西城大半的恶推全塞进来了。安静点儿。好吃好喝的供着你们，你们还有啥不服气的？有一个算一个，不都是在外面犯事了才被送进来的？我错了，别抽了，大哥。开饭了。魔教中人修炼的功法多偏向阴狠毒辣，天生被这种平和的气息治。苏远商传授的这门心法用来压制煞气有奇效，没想到对魔教妖女反应也这么大。
得我好疼啊，身体竟然动不了了。你干什么？离我远点！远点儿？有多远？你这卑鄙的狱卒，从哪里学来的这等三府功法？能制住你的，就是好功法。你腰上那把破刀哪儿来的？捡的。怎么，魔教圣女看上这把破铜烂铁了？破铜烂铁，你这没见识的土包子！若我没看错，这刀里掺杂了天星陨铁。天星陨铁，天星陨铁乃是从天外陨石中提炼出的精金，坚不可摧，其重无比。寻常兵器只要掺入指甲的大小的一块，便能削铁如泥。你这把刀，通体漆黑，锈迹暗红，连凡火都无法将其淬炼成型。这根本不是什么成刀，而是一把未能锻造完全的粗坯。拿着一块绝世贮材当破刀用，真是暴殄天物。管他什么陨铁，能杀人就行。哼，吃吧，吃饱了才有力气接着谩骂。瞎了你们的狗眼！连本少爷也敢抓！那个叫林婉的贱人呐，让他滚出来见我！等我爹知道了，明天就把你们这破天牢给拆了！男的全杀，女的卖进沟来！喂，你那个小狱卒，给本大爷过来！放肆！怎么跟陈头说话的？松开！看来你就是这里的头。我告诉你啊，你若好好招待，我就不追究你这次的职责了。我可没有你说的这么厉害。陈头，这公子哥实在太闹腾，林大人吩咐先关进丙字号。辛苦了，剩下的交给我吧。目标玉无，专业高，状态狂躁，生平户部员外王之独子，仗着身份作恶多端，祸害良家女子。跟我走。本公子要杀了你！我爹是户部员外甥，我要灭你族！在这里，你爹救不了你。姓林的，你这贱人，竟敢抓我！关银案跟我有什么关系？没关系，我只是帮我爹处理了一些陈年账目。张玉龙，户部那笔50万两的官银，最后经过你手的地下钱枪伤得无影无踪。说，那批银子现在藏在哪儿？银子，那些银子早就变成了张张通往京城高位的门票。林婉，别以为你爹就能保住你，那批银子牵扯的人多到你无法想象。再查下去，小心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这段时间看好别让他死了，也别让任何人接近他。尽我所能。给他扣上，没有允许，不准任何靠近。是。吃饭。你的参与度提升。今日做
作战天牢，奖励1年功力。由于参与大规模囚犯因果，参与度极高，额外奖励结算5年功力。这股力量真是又疼又爽啊！此刻距离那传说中的内息境只剩临门一表，今晚加紧修炼，必定能够突破。子时已到，今日坐镇天牢，奖励1年功力，累计功力70年。5到6品，内息境成了。跨过这道门槛，武者的力量便能以内息外放，伤人于10步之外。等等，什么情况？这红莲业火经怎么自己运转起来了？集合，去地层！来人！我的老天爷，快消停点吧！等会儿所有人都被我这功法招来了，看来现在也只有龟息功能救我了。陈然，地下出什么事了？回大人，刚才突然刮起一阵极其阴寒的阴风，煞气极重。属下出来查看时，发现这些犯人全昏去了。气血凝滞，是被绝强的气息直接震晕的。没错没错，就是这样。看来真如上面所说，是甲字号里某位沉睡的老魔头发脾气，无意间泄露了气息。今晚加派人手巡夜，不要靠近深层入口。昨晚那股阴风真是邪门，我睡在上面都觉得骨头缝里透着凉气。可不是吗？听说丙字号、丁字号的犯人全被震晕了，李校尉带人查了半宿，说是底下最深处的老魔头在发脾气。发脾气？我看是眼馋了。你们算算日子，再过半个月可就是京城的灯火节了，那可是咱们魏朝1年里最热闹的节庆。那些老怪物被关在不见天日的地底，几十年、几百年看不着外面的花灯，闻不着酒肉香，眼看着节庆快到了，心里能不憋屈吗？发邪火再正常不过了。原来如此，还是王哥见多识广。王哥说的对，快过节了，天牢里确实容易生乱，我先去丁字号巡视了。啊！那林捕头是个狠角色，二话不说直接上刑。张家大少爷哪里受过这种罪，当场尿了裤，交代了所有。林捕头已经带人去踩点了，准备来个连锅团。在灯火节左右审出消息，那可是京城最热闹的时候，街上人挤人，他们倒是会挑日子。就是苦了我们了，咱们知道内部消息，现在被禁足在这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出去放风。以我现在的境界，就算隔着几十米远，老王等人的弦箫依旧清晰地落在我的耳朵里。林晚抓谁，朝堂上怎么斗，与自己无关。只要有新犯人送进天牢，让我按时收租就行。这东西有古怪。帮我看看这把刀的变化。不知道。等等，天星运铁本就是罕见的神物，能自行吸收周遭气机。最近天牢煞气倒灌，可能他吸了一口，被激出了一丝本性。怎么彻底激活？天星云铁至刚至阳，想要完全开封，要么用极阳之火煅烧749天，要么用极阴之气浸泡。天牢这地方煞气极重，勉强算得上极阴之地。
不过这走廊里的煞气太稀薄了，你得找个阴气极重、死人扎堆的地方，地废阴泉或者万人荒，把它扔进去，让它吸个够。这大冷天的，谁去后山扔尸体？真晦气！这差事给谁倒霉。王哥，我来吧。行，还是你小子勤快，快去快回，晚上哥请你喝酒。以我现在的实力，配合这把彻底开封的黑铁长刀，足以切断丁字号牢房里的玄铁锁链。不过，锁链上刻有镇魔司的高阶阵法，光切断锁链没用。若是无法破解阵法，那囚犯本身实力依然不得以解放。聒噪！查清楚了，张玉龙吐出的接头地点在城西30里外的废弃山庄，那里曾是前朝贪官私宅，荒废多年，地形隐蔽。官营案的核心账册必定藏在那里。今晚是灯火节，城内治安压力极大，衙门人手几乎全被抽调。我们要不要上报镇魔司请求增援？今夜灯火节，全城注意力都在街头，正是他们防备最松懈、最急于转移的账册时候。传我命令，召集第1小队所有精锐，换便装，今夜随我出城，直捣黄龙。估计是王大户人家放的。那不是观赏用的烟花，那是六扇门特有的紧急求援信号键，是废弃山庄的方向。林婉那个女人今晚出城了，看来是出事了。这若是死了，真就可惜了。难得有这么一个好的龙头，哎呀，还是去看看吧。林神卜，你真以为自己很聪明，能顺藤摸花找到这本账册？不过是主子们觉得你碍事，故意抛出个诱饵，请君入瓮罢了。你以为我会算不到这一点？安心上路吧。阁下何人？这是我们与六禅门之间的恩怨，还请阁下不要多管闲事。装神弄鬼，一起上，杀了他！他就算再强，也不过是一个人。你到底是谁？放开我！我这伤口，野猪说是对方不仅救了自己，还亲手帮我清理了伤口，甚至换了衣服。那霸道绝伦的刀法，山红色的真气，还有那般狠辣果决的手段，究竟是什么人？
这行事风格，难道是京城里那个神秘杀人高手？王校尉之死，黑风寨团灭，手法与今晚此刻如出一辙。这个救我的人，极有可能就是那个连杀朝廷命官和江湖悍匪的神秘高手。不管你是谁，我一定会找到你。此时已过，新的一天开始了。获得1年功力及额外半年奖励。虽然功力在稳步提升，但距距离拓五品还有着一段不小的距离，继续努力吧。听说了吗？昨天夜里，城西废弃山庄发生了一场极其惨烈的血战。林捕头在追查关银案的过程中，遭遇了大批死士的伏击，险些丧命。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位神秘高手从天而降。据说那位高手戴着戏曲面具，手持一把黑铁长刀，宛如魔神降世。他以一己之力，将那些训练有素的死士屠戮殆尽。神秘高手救下了林婉，随后飘然而去。林婉死里逃生，带着从山庄搜出的账册和关键证据，连夜进攻，直接面见圣上。现在朝野震动，圣上龙颜大怒，当场下令彻查关银案，绝不姑息。整个京城瞬间掀起一场腥风血雨，大批涉案官员被抄家问斩，六扇门和镇魔司倾巢出动，四处抓人呐。那个神秘高手用的刀法极其霸道，一刀下去，连人带刀劈成2半，简直不是人。有人说那是红莲魔教隐世不出的长老，反正不管是谁，这下京城可是要变天了。管他是谁呢，反正跟咱们这些小狱卒没关系，咱们只要看好这些犯人就行了。哇，深藏功与名，这种感觉其实还挺不错的。听说刚刚关进来了几个因为关银案落马的朝廷大权，我得去看看。新的经验这不就要来了吗？虽然画师画的还算贴合，但当时视线模糊，加上夜色昏暗，此人的具体样貌我还是无法确定。那人究竟是谁呢？但我又为何会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关银案虽然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幕后的黑手还没有完全浮出水面。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有什么目的，我一定会查出你的真实身份。放我出去！我是冤枉的，我可是户部侍郎的内侄，求求你了，给点水喝吧。吃饭。全都是经验宝宝啊！关银案牵扯甚广，林婉在外面抓得越狠，天牢里的族谱就越多，我能薅到的羊毛也就越丰厚。总功力87年了，距离90年功力的大关只差最后一点点积累。不过，随着功力的不断深厚，我体内的真气虽然庞大无比，但却显得有些聒杂和狂暴，隐隐有一种要溢出体外的感觉。看来必须要找个地方好试试刀了。顺便淬炼一下新买的刀，晚上去乱坟岗试试。这里的煞气比天牢里还要浓郁几分。
来得正好。还不够，太弱了。给我破！这刀果然不赖。该回去了。扔进去！小陈啊，这个犯人的身份不一般，你这段时间盯着点儿。他现在经脉破碎，实力已废，你也不用担心暴起伤人。大人放心，交给属下吧。吃饭。探查之眼开。琉璃金身功，我在这天牢里待了这么久，见过的功法不知凡亿，但能被天书评价顶级横练的，这还是头一个。帮我个忙，我给你一辈子都见不到的神功，我活不成了，他们废了我的修为，最迟下周就会有人来灭口。这天牢里每天都有人死，但我不能就这么死了，我老婆和女儿还在城外，他们不会放过他们的，那些畜生，他们会把他们卖到教坊司，让他们生不如死。帮我把他们送走，送到南边，越远越好。只要你答应，我就把琉璃金身功的口诀告诉你，那是能肉身成圣的顶级功法。顶级横练功法，这正是我目前最需要的东西。但这王海龙是权贵的弃子，那些人既然能把他弄进天牢，就一定派了人盯着他的妻女。现在去救人，无异于虎口啄食。我只是个狱卒，我连城门都出不去，怎么救人？你可以的，你和他们不一样，我看得出来，你是个聪明人，聪明人总有办法的。城外乱葬岗往西3里有一座破庙，他们就藏在破庙后面的地窖里。地窖的入口压着一块刻着万字的青石，我只求你给他们一条活路。死马当活马医嘛。这买卖风险确实很大，但琉璃金身功的收益更大。看看情况再说。一共5个人，分散在破庙的四周，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包围圈。从他们平稳悠长的呼吸声可以判断，这5个人都是好手，至少也是7品以上的武者。王海龙的妻女不过是2个弱女子，权贵如果要杀，派个流氓就够了，何必出动5位7品？也就是说，这5个任务不是来杀人的，而是来钓鱼的。去死吧！解决掉第1个，继续。老四，什么人？好快的刀！
果然在这里。出来！你是谁？受人之托，送你们上路。走吧，去南边，别回头。哎，这世道，我也算是做了件好事吧。毁尸灭迹这一块还得是我啊！还活着吗？他们安全了。往南走了，我给了他们一些盘缠，只要不回京城，隐姓埋名，活下去不难。好，狱卒兄弟，多谢狱卒兄弟，听好了，琉璃金身功的口诀是。这也是个可怜之人，但愿来世能活得轻松些吧。犯人王海龙已死亡，参与度极高，已完成其临终遗愿救其妻女。结算奖励：获得琉璃金身功。结算奖励：获得功力5年。这功法还真是神奇啊！加上之前的积累，我现在的功力已经达到了95年。质量不够，数量来凑。只要苟在天牢里，我的功力就会无限增长。总有一天，我能用这庞大到令人绝望的功力碾压世间一切敌人。现在我就来试试这琉璃金身功的防御如何。好强的防御！这还只是入门级别的琉璃金身功，如果能将其修炼到大成，甚至圆满，那我的肉身岂不是真的能做到金刚不坏、万法不侵？现在的我，就算不使用内力，仅凭肉身力量，也能轻易碾压普通的7品武者。95年功力，加上琉璃金身功，我现在的实力已经远远超出了6品巅峰的范畴。继续苟着，继续变强。只要我不主动惹事儿，每天按时送饭签大，实力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强。总有一天，我能苟到天下无敌。神秘高手，死在他手下的无一例外，都是些罪大恶极，且与某些大案有牵连的亡命之徒。这些人死前都曾与天牢有过交集。天牢那个地方煞气冲天，简直是完美的藏身之所。我就不信这世上真有不透风的墙。我一定要亲自去天牢走一走，把这个装神弄鬼的家伙揪出来。校尉大人，这位是陈然，新来的狱卒密小婉，以后跟着你做事，你带带他，教教规矩，上面分派下来的。林婉，大魏京城第一女名捕，这林家大小姐，这长春客栈看尸的姑奶奶，她怎么会化名跑到天牢来了？大人放心，下官明白，属下一定带好她，教好规矩。依稀记得这小子似乎是当初王校尉暴动时侥幸活下来的炮灰。我本以为带我的会是满脸横肉的粗鄙莽汉，却没成想这陈头竟生得这般英俊干净。可在这吃人的天牢，长得顺眼有什么用？靠的终究是实力和狠毒手段。林兄是吧？第一条规矩，少看少听少问。这牢里关的都是不要命的狠角色，请陈大哥指教。第二条，走路贴墙干跟，牢房中间煞气最重，走多了折寿。
滑稽可笑。第3条也是最重要的，你是我带的新人，职坊里的杂活以后就全归你了。堂堂大魏第一女足丫鬟使唤，怎么快换不愿意？新人多干活是规矩，你不干，难道让我这个师傅干？愿意。走吧，带你去巡房。这好吃懒做，去把那边气压底层都提出来倒了，还有3号牢房的破饭碗拿出来给我洗干净。绝不可能是那东碎6品长剑神魔降世的盖世高手。行了，今天就到这儿，你先去熟悉熟悉环境，别走远了。六扇门的林野有点意思。陈冉，丁字号狱卒，胸无大志，贪图安逸，毫无危险。我就不信这天牢毫无破绽。本姑娘掘地3尺，也要把你这装神弄鬼的黑面具揪出来。喂，问你个事儿，最近这牢里有没有特别厉害的高手出没，或者深藏不露的人？高手深藏不露？小丫头片子，你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天牢！老子当年在江湖也是1号人物，现在还不是像条狗一样被关在这儿吃馊水？我问你有没有见过，没问你当年多威风。没见过，滚滚滚！不过，你要是肯让大爷我摸摸小手，大爷我倒是可以给你编几个高手段子听听，怎么样？哎。陈爷您来了，您今天气色真好，简直是玉树临风，英明神武啊！怎么，今天的饭不合胃口？太合了，陈爷赏的饭就是山珍海味。赏你的，多谢陈爷赏赐，陈爷长命百岁，步步高升。看什么呢？天牢的规矩，犯人日子好不好过，全看咱们狱卒的心情。你对他们客气，他们就蹬鼻子上脸。哼。一个普通的狱卒，怎么可能在天牢这种煞气冲天的地方，保持如此清爽干净的气质？难道他真的深藏不露？哎呦，你这丫头毛手毛脚的干什么？这可是我刚换的干净衣服。对不住，陈大哥，我一时手滑。算了，算我倒霉。都听好了，刑部刚下的批文，秋后问斩的名单已经定下来了。丁字号这边有3个犯人要在3日后押赴法场，宋玉书、张大夫、张玉龙这3人好好看管，不要在最近惹出是非。这么快就开始斩首了，倒是比我想的要快。陈兄，咱们要去几间牢房？3间，宋玉书、张大飞、张玉龙，挨个来。什么？在官银案里，就是这个户部员外郎的公子转走了50万两银子，被我亲手审出了口供。开饭了。我认识你，当初把我押进来的就是你。我记得你那天穿的是这身衣服，你押着我从大门进来，走了这条甬道，一路走到这间牢房。那我问你，当初从我身上搜出来的那批金叶子，你记得吗？足足12两，不少了。我在外面还有财路，帮我传一个信儿，牢房外埋的1坛银子就归你，1000两银子够你们花一辈子。只要帮我把信送出去，那笔钱就是的。吃吧。别走！1000两银子，你给我回来！那个陈兄，那人出价不低呀。
你不动心？动什么心？他拿什么担保他的话是真的？再退1万步讲，就算银子是真的，我替死人跑腿，能拿到手里的可能性有多少？行了，别在这儿想那些没用的，接下来带你去转转。丙字号还有几个有意思的。有意思的？关进来的不全是坏人，有些比较奇怪，你见了就知道了。苏先生，新来的，带轿的，他刚到天牢，让他见见世面。大魏御史中丞苏远山，因参倒某位权贵的密约被截获，以私通外敌的罪名关进来的。关进来多久了？7年了，7年零4个月，再加11天。小姑娘，你还年轻，没有必要去干狱卒这个活儿。走了。行刑之后，按规矩，家属来领领的移交家属，无人领领的就抬到这里填埋了事。刀进是从右道走的斜切道进，能进出这里的只有天牢内部的人，那个神秘高手就在这里面。哼，不可能是他，还真是天牢内部的人。难道是镇魔司的高手？今天人多，场面一乱容易踩踏，让靠外侧的熊先顾着疏散百姓。大胆狂徒！阁下好俊的轻功，既然引我出来，何不以真面目示人？小丫头，脾气挺大。好奇心太重会死人的。你到底是谁？潜伏在天牢里有什么目的？天牢里的事少管，再查下去，我就把你抓回去当暖床丫头。你无耻！记住我的话。光靠肉身就硬扛我的兵器，这种横乱水平，整个京城中能做到的人绝对很少。头儿，张玉龙被劫走了。伤亡如何？兄弟们伤了10几个，没出人命。那些劫狱的黑衣人，我们留下了几个活口。但什么？他们都是死士，被抓后直接咬破了嘴里的毒囊，全死了。身上没有任何能证明身份的物件，查不出是哪方势力派来的。头儿，你那边怎么样？那个黑袍人抓到了吗？没追上。那人武功极高，把张玉龙被劫的案子整理成卷宗，我要亲自查。另外，给我调集所有人手，暗中排查天牢里所有的官员，看有没有人是修炼横练功法的。头儿，查天牢，这可是镇魔司的地盘。按我说的做。暖床丫头，等我抓到你了，看你是什么态度！
是什么人形雷达？犯人宋玉书、张大彪已处决，结算奖励累计功力97.6年。快了！陈然，快出来，出大事了！李校尉，怎么了？法场惊变，张玉龙被劫走了。什么？在六扇门和镇魔僧的眼皮子底下劫法场？不仅如此，劫狱的都是死士，全死了，连个活口都没留下。现在上面震怒，六扇门那边发火了，正在全城搜捕。镇魔司也下了死命令，天牢即日起进入1级戒备，所有狱卒取消休沐，12个时辰轮班巡视，任何可疑人员杀无赦。属下明白。你倒是沉得住气。现在整个天牢都人心惶惶，生怕那些劫狱的疯子杀个回马枪，冲进天牢里来。天牢重地，有镇魔司的高手坐镇，他们不敢来吧？谁知道呢？张玉龙不过是个贪官的儿子，竟然有人花这么大代价劫他，这背后牵扯的水太深了。总之，这段时间招子放亮一点，遇到不对劲的情况立刻发信号，千万别逞强。多谢校尉提醒。这魔女果然没那么老实，竟然在偷偷恢复实力。你慢慢练吧，希望你脱困的那天，能给我带来点更大的惊喜。就是不知道这从天牢当中跑出来的犯人，如果再被我抓回去，算什么奖励？这大晚上的，不让人回去歇着，把咱们叫到这儿来干嘛？谁知道呢？估计又是上面有什么新规矩要宣布吧。哎，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今天把大家叫来，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镇魔司上面刚刚传了调令，最近因为各地妖魔作乱频繁，加上前阵子法场的事情，镇魔司人手严重紧缺。上面决定，准备从咱们天牢抽调几个人过去，补充到内线队伍负责帮忙。什么？去镇魔司？开什么玩笑？那可是个要命的差事啊！我不去，打死我也不去！都给我安静！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但这是上面的调令，谁也违抗不了。去镇魔司也是个飞黄腾达的机会，只要能立下功劳，赏赐的功法、丹药是你们在天牢里干一辈子都得不到的。有没有人主动报名的？主动去的，我私人再自出他10两银子安家费。我参加。你疯了？那可是去送死！陈然，你可想好了？镇魔司的差事可不是闹着玩的，刀剑无眼，妖魔无情。回校尉大人，属下想好了，在天牢待久了，想去外面见见世面，博个前程。好，有胆识！既然你心意已决，我便将你的名字报上去。回去好好准备，明日一早参加考核。罗圈腿，那个，我能走了吧？内八字，这走路姿势十有八九了。我打バレた。你是倭寇。やはりお前たちは随分と狡猾だ。こんなに長い間ほぐんでいたのに、今日こんな小さな行くぞに見抜かれたとは。じゃあ今日は勘弁させてくれないわ。お前は死ねー今日は人道一同行きの実力を見せつけようぞ。老子最恨的就是倭寇。哎呀，陈然兄弟啊，不愧是敢主动请愿去镇魔司的男人。
这倭寇潜伏在咱们大魏多年，一直没找到证据，没想到被你几句话就识破了。属下也是接谨记李孝为令教导，保家卫国，倭寇必除。这话说的没毛病。对了，明天就要出发去镇摩斯了，万事多加小心。那属下先告退了。去吧，去吧。这辈子你是别想出这天牢了。我叫陈然，虽然只是个不起眼的狱卒，却得到了筒子的帮助。只要我在天牢任职1天，就能获得1年的修为，并且还能通过参与改变犯人的因果获得功法。现如今我已经有了99年的修为，明天一早，我可就是个拥有100年功力的怪物了。获得1年功力，突破100年大关。这次前往镇摩斯，我得把修为隐藏在8品，不然以我现在的实力，肯定会被所有人关注。现在差不多了，一般人应该看不出我的真实实力。镇摩斯，我来了！这就是镇摩斯的领队吗？光看面目就感觉好嚣张的样子。就这些歪瓜裂枣，天牢真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废话少说，跟我走。第一关是修为，镇摩斯不养废物，连9品都达不到的，趁早滚蛋！滚！都给我滚！天牢的人都是废物吗？怎么连第一关都没有人能过？下一个轮到谁了？赶紧的，不要浪费我的时间！回大人，到我了。第2关是胆量，这里是天牢深层，关押都是些穷凶极恶的妖魔邪宗。你们的任务就是进去走一圈，活着出来。提醒你们一句，里面很危险，现在退出还来得及。我退出！都到这一步了，总不能白来吧？听说只要能在里头撑过半个时辰，出来就能进镇摩斯内勤。虽说还是干杂活，可那也是镇摩斯的饭碗。杂活怎么了？在天牢熬一辈子，也未必能熬出头。进了镇摩斯，若是运气好，得上头看重，学个一招半式，往后路就宽了。路宽不宽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下面不像人待的地方。这些人走到这一步，图的无非是银子和机会。想往上爬本就没什么不好，人活着本就是为了给自己争一条更宽的路罢了。考核开始，半个时辰后能自己走出来的留下，走不出来的那就不用出来了。别散，千万别散，人多些，好歹壮胆儿。
人呢？刚才不是在后头？你别吓我呀！如今只剩自己，倒省事。原来真管着药物。犯人黑面鬼蛛，种族妖，修为6品后期，状态重伤囚禁，罪责吞食活人73颗，血祭村寨2处。果然，妖物也算。真与天书不管是人是妖，直认是不是犯人，连天赋神通都能薅出来，这往后可有意思了。你有点凶了。乖，过段时间再来看你。第一次参犯人因果，收获不小。这点胆子也敢来报名？还剩一个。大人，要不要派人进去看看？是你。见过赵大人。怎么待了这么久？回大人，属下进去后和其他人走散了，后来索性找了个地方先待着，等时辰差不多了再往外走。撞见东西了没有？撞见了。什么反应？还好。你倒是心态好。属下觉得，即使镇摩斯的考核，里头关着的东西再凶，也总归有规矩，只要不乱碰、不乱跑，便没什么大事。叫什么名字？陈然。从今日起，你调入镇摩斯内勤组，平时负责深层牢区的送食、巡查、看押、协助，钥匙交接、镇文登记，事情不算少。做得好，镇摩斯不会亏待你；做不好，就换人。属下明白。今夜跟内勤的人值第1班，正好熟路，别刚进来就把命丢了。新来的是。我叫刘明宇，内勤组3队的。今夜你跟着我，跟紧点儿。第一次下蚁字号，别东张西望，也别乱开口。看好了，这些线是锁灵阵的阵路，墙上那些铜钉是压煞用的，门上的黑符是封门之后防冲撞的。内勤平时干的活其实就那几样，查房、送食、换水等，但听着简单。可你要真把这活当成普通狱卒差事，那你离死也就不远了。
丁字号关的是普通犯人，乙字号关的多半都不是省油的货，有的是名气大的江湖高手，有的是修了邪门法子的妖人，还有几个干脆就不是人，修为被封不代表就废了，有的一张嘴能害人，有的一抬头能乱人心神，还有些东西哪怕被锁死了，你站近一点也够你难受半天。内勤每年死多少人？真想听。想。那我跟你说句实在话，按规矩做事，新人活过1个月不难，活过3个月也不算奇怪。你今天先跟我数一遍路，眼下还轮不到咱们单独看整层，我们组先负责东角那一排，就4间牢房，活不算多，正适合新人练手。红铃是晋升，黑铃是封门，白铃是紧急报马。以后真出事了，先拉铃，再退。先记住这个。他进来才半个月，名气不小，手段也阴，靠的是一门阴功。折过2个狱卒，不是假话。又来了个新面孔，刘对头，这回挑的人倒顺眼。这位小兄弟既然新来，不如进来坐坐。我你反应倒快。刘哥不是说了吗？能封门就先封门，不要听他讲完。不错。犯人缺无花，身份魔音门真传，凶牛中期，状态囚禁，罪孽可参与。魔音秘术这东西有点意思，反正他跑不了，往后有的是机会薅出来。缺无花还算好应付，前头那个才真麻烦。看见没？这就是1字19。这人以前在江湖上也算个人物，练的是横练路数，后来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妖血，硬往自己身上灌，结果肉身是更强了，脑子也跟着坏了。平时不一定认人，真疯起来，谁靠近谁死。犯人牛红，身份江湖散修，修为6品前期，状态疯癫，妖血侵体，锁骨重创，罪孽重伤17人，生死武者3名。当前可探知功法铁煞断骨功。给我开门，老子还能打！开门！刘哥，咱们以前号是不是也关妖？你怎么突然问这个？以后这种东西少提。你现在只是东角轮值，别没事往妖魔地段凑。真有？有。丙字号分区不少。你现在走的是东角，再往西出过第3道铁门，有一条下行石阶，
下面接丙妖狼，关的就不是人了。你说的蜘蛛怪多半是黑面鬼蛛，那东西会吐毒，会结网，还吃过活人。平时阵纹压着，看着不动，真要出事，第一个死的肯定是离他最近的人。听明白没有？明白，就是随口一问。随口一问也少问，妖魔地段不是新人该惦记的地方。你现在身份不够，实力也不够，真走错一步，死了都没人替你喊冤。是。你进镇魔司了？昨晚刚过去。真过了？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那边不是向来挑的严吗？运气还行。这可不是运气，这叫熬出来了。我早就说你小子沉得住，原来是早有准备啊！对，我也这么看。以前就觉得你不是一般人，做事稳，话也少，迟早得往上走。来，坐这吃。不用，吃完就走。陈然，你怎么坐这儿了？这位置不是……闭嘴！陈兄弟昨晚进椅子号了，现在算镇魔司内勤的人。恭喜陈哥，以后发达了，可别忘了咱们这些旧人。陈哥，我刚才嘴快，您别往心里去。没事。陈兄弟，你现在既然进了椅子号，以后怕是要常往深处走了。不过再怎么往里走，白天若没轮值，能歇还是歇。真要练武，也别在城里瞎折腾。周叔对京外熟，周叔年轻时还跟商队出过城，京外哪条路不好走，他门儿清。若是想找个清静点儿、少人去、适合外出的地方，京外哪边合适？那得看你要多清静。若只是避人耳目，城西几十里外就有庄子和废庙。可真要论人少，要我说，还是五岳山。第一，远；第二，山里路杂，外人少。听说山里还藏着老猎道，真出了事，往里一钻，追都不好追。去五岳山踩点，这破镜五品通脉的动静，可不能留在城里。陈哥慢走，慢走。拿这么齐，出远门？白天没差，出城转转。都提着点神，过了岔山口再歇。赵统领，让大家别松懈，等到了京城，替我给他们多10两银子。那就多谢小姐了。停！你们是哪一路？黑风寨倒了，总得有人接这片地盘。老子姓彭，弟兄们赏脸，叫一声彭老大。彭老大！有人递了消息，说苏家大小姐今天进京。赵统领，把人交出来，弟兄们也省点力气。铁阵，大小姐别出来！
官道上有动静，这地方居然还有人。拦住他们！快退！你们自己都快死了，还护别人？早就听闻苏才女颇具善心，没想到传闻居然是真的。苏白女，书念得多有个屁用！今天有人买你的命，你还顾得上一个过路货？他们的目标是我，你努力朝外跑吧。如果能活下来，劳烦帮我在京城文心堂传个话，就说弟子苏清河恐怕无法继续研究了。你们去护送这人逃吧，不用继续护我了。有意思。苏小姐，这件事还是由你亲自说比较好。呸！怎么，一个路过的泥腿子还想英雄救美？老子今天就教教你，下辈子投胎别多管闲事。一起上！你们做匪徒的，难道不知道要见人下菜吗？真吵！大侠饶命！下辈子注意点儿。这等实力，至少也是6品以上的高手。多谢阁下出手相救，不知阁下尊姓大名，苏家必有重谢。顺手而已，不用谢。公子请留步，救命之恩无以为报。这是我的随身名牌，公子若在京城遇到麻烦，可凭此牌来苏家找我。行，我记下了。还真是一位奇人，也不知后面能否再遇到了。可惜了，文心堂召集我们在即，没时间结交这位高人。收拾一下，尽快赶路。就这儿吧。妖怪横行，占山为王，邪教起义，文心堂。这京城真是越来越乱了，也是时候该突破了。红灵业火，真气通脉，5品通脉境破。这就是5品吗？
翻地广尘云掌。算你们跑得快。令牌的样式和苏清河提到的文心堂极其相似，看来不是普通的劫财，这是一场毫无活口的有预谋劫杀。平时难得一见的高手，今天怎么跟大白菜一样外貌？京城恐怕要出大乱子了。六扇门，该死的林婉！我沈婉君竟被那风雨人一路追杀至此。吞了它，我的伤势应该就能恢复了。哼，岂不闻天无绝人之路？只要吸干了这小子的气血，我的伤势就能恢复大半。等我恢复了实力，定要让那林婉生不如死。就是现在！小子，乖乖成为老子的美食吧！不对，这股气息，快逃！是沈万君，林神堡通缉的妖人，骨头断了大半。你们觉不觉得那家伙有点邪门？邪门？能邪门到哪儿去？不就是个阶下囚吗？哎，你们听说了吗？那沈万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跟你们说，那动静老大了，砸的那地儿都裂了，跟个天坑似的。天上掉下来的？哎呦我的娘哎！你们是没见着，那沈万宗摔得要跟一滩烂泥似的。听说啊，是被一巴掌拍碎全身经脉，跟扔垃圾似的给扔出来的。我的天，这得是多大的仇，多大的本事啊！哎，沈大人这一世算是到头了。我不甘心，为什么竟败在他一拳之下？他是怪物。兜兜转转，这小子最后还是落到了我手里，这算什么？缘分。
沈万军是吧？你想干什么？嘘，我问你答。你一个江南的通缉犯，不在南方好好躲着，大老远跑到京城来做什么？我来京城是为了那门绝世武功。绝世武功？江湖上最近传疯了，一位顶尖的武道宗师从上古大墓中带出了一本神功残卷。那位宗师不通语文，把残卷交给了京城的文心堂，让他们招揽天下才子翻译补全。本来这事儿做得很隐秘，可前些日子突然有消息流传出来，说那门神功已经被文心堂的人彻底谱写完成了。现在整个江湖都疯了，无数武林高手、邪魔妖道全都往京城赶，都想抢到那神功。绝世神功，上古大墓，这种烂大街的传闻也就骗骗这些利欲熏心的草莽。真要有那种一步登天的神功，哪位宗师自己不偷偷练了，还会大张旗鼓交给文心堂翻译？不是，林师傅来了，快让！处理完城外那桩命案，连口水都没喝就赶过来，必须撬出那位神秘高手的下落。这小子平时在天牢里滑头得很，没少使唤本姑娘。等他哪天知道他当初嫌弃的那个笨手笨脚的跟班，就是眼前这个六扇门名捕，脸上会是什么？见过林捕头。开门。是。沈万军，城外废你修为的那个人到底是谁？我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你连对方是谁都不知道，就被废了全身经脉？他太快了，我只看到一个灰衣背影，是个很年轻的男人，而且他的肉身极其恐怖。我拼尽全力的一击，连他的护体罡气都没打破，他绝对修炼了某种顶尖的横练功法。神秘男人，顶尖横练功法，京城里符合这两个条件的高手屈指可数，怎么又是跟那个人相关的？陈然，属下在。你经常在天牢里工作，见多识广，京城附近有哪个年轻高手符合这些特征？还真是问对人了。林捕头，小人只是个狱卒，哪里懂什么江湖高手？不过，小人以前听牢里的犯人吹嘘过，说城西的铁骨帮还有城外的金刚门都有一门极其厉害的横练功法。听说他们门中的真传弟子都是年纪轻轻就练得刀枪不入，能生死虎豹。铁骨帮、金刚门两个门派确实以横练功法著称，行事霸道，门中弟子也经常在京城附近活动。有道理，这两个门派确实有嫌疑，我会让人去查。这小子虽然贪财怕死，但脑子确实好使，总能提供些意想不到的线索。查吧，去铁骨帮和金刚门慢慢查吧，最好把京城的水搅得更浑一点，别来烦我。若不是林捕头这几日忙于查张玉龙的线索，让天牢医者先吊着他的命，恐怕这家伙入牢当天就死了。一个6品内息境的魔修，参与度这么高，等他咽气的时候，镇宇天书会给我什么奖励？
这边，在天牢椅子后几乎看不到伤痕，这简直是个奇迹。哟，两位巡防呢？这几日观察下来，这位魔音门真传居然是最老实的。自从上次试探一次后，就再也没有动用过功法，跟普通人一样，在这里静静等待。刘哥，这雀无花怎么看着跟没事人一样？这椅子号的刑具难道对他不管用？陈兄弟，你刚来椅子号，有些事还不清楚。这雀无花快出狱了。出狱？可不是嘛！魔音门那边花了几万两银子，硬生生打通了镇魔司上面的一位大人物。过几天随便找个由头，就能把人捞出去。几万两银子买一条命，怪不得这老小子身上没伤，就连武功都没废，原来是早就打点好了。这天牢号称铜墙铁壁，可说到底也不过是高层们威逼利诱、权钱交易的筹码罢了。行了，别看了，咱们这种小人物，管好自己的1亩3分地就行，上面的事少打听，活得长。公子，走吧。诸位，这段时日，承蒙关照了。我的老天爷，这煞星竟然被放出去了！那老头是谁？连镇魔司的校尉大人刚才都对他客客气气的。谁知道呢？这等邪派高手也能被提走，这京城真是越来越不太平了。权钱交易，这天牢里的规矩，原来从来都是给我们这些小人物看的。吃饭了。狗官，放老子出去！老子可是铁掌帮的堂主，等老子出去了，非把你们这些镇魔司的走狗杀个干净！镇魔司算个什么东西？等神功现世，老子第一个杀回来！听说了吗？文心堂那边好像有大动作，据说那些成员真的翻译出了什么？废话，神功残卷就在他们手里，能没动作吗？我听说连红莲魔教的人都掺和进来了。红莲魔教？他们不是早就被镇魔司打残了吗？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谁知道他们憋着什么坏水？京城的水越来越浑了，红莲魔教都掺和进来了。参与度提升，获得奖励3个月功力。堂主，已经查清楚了，张玉龙那边已经安排妥当，只要时机一到，就能通过他那条线把消息倒进天牢。圣女的情况如何？回堂主，天牢那边防守严密，我们的人进不去。不过，根据张玉龙那条线打探出的消息，圣女目前还活着，被关押在丁字号最深处，那里只派了1个狱卒负责看管，没有其余人。活着就好。镇魔司那帮产货，以为把圣女关在天牢里就万无一失了，简直可笑！传令下去，让所有人做好准备，等神功消息安排妥当后，京城大乱之时，就是我们营救圣女之日。是。
镇魔司竟然敢拿圣女做陷阱！这笔账我们慢慢算。犯人沈万军已死亡，重创关押看守，送终，3年功力，化功大法。这门化功大法非常奇特，核心是将自身真气炼化成一种名为赤血的能量，极具破坏力，能腐蚀对手护体真气，还能在战斗中吸收对方血气反哺自身。但问题是需要吞噬大量生灵的赤肉作为引子。吞噬的赤肉越强，炼化出的赤血就越精纯。怪不得沈万元好好的内姓武者不当，非要去当吸血怪物。但修炼方式太过残暴邪门，一旦在人前展露，绝对会被打上妖魔邪道的招骗，遭到全天下的追杀。可惜了。必须吞噬生灵赤肉吗？镇狱天书奖励的功力是世间最纯净、最本源的能量。既然化功大法需要生灵赤肉作为引子来提炼真气，那如果直接用这种纯净无瑕的百年功力强行灌输呢？赤血，我竟然真的成功了！不需要击杀任何生灵，不需要吞噬赤肉，仅凭镇狱天书奖励的纯净功力，我就能直接跳过这门邪功最残忍的步骤，将其炼组。现在不仅练了魔教的红莲业火经，又练了这邪门的化功大法，自己的功法配置怎么看都比外面的反派还要像邪修。不过这种感觉还不错。看守红莲魔教的圣女可是个烫手山芋，没有人愿意接管。毕竟这圣女但凡出了差错，不管结果如何，红莲魔教肯定会发疯一样报复回去。所以镇魔司的人也不敢亲自动手，只能丢给我这种小狱卒。虽然被封印了修为，但经过这段时间的恢复，估计已经恢复了不少实力了。这功法倒是比想象中要精准得多。哦，陈大人也懂功法。这业火经在外人看来不过是狂暴易燃，唯有真正练过的人才知道，那是百炼成钢的劲道。练到深处，真气如丝，业火内敛。业火化丝，这种精细的控制程度，是红莲业火经达到小成境界的标志。可陈然拿到功法才多久？满打满算不过几个月。这种进程速度，即便是在前朝皇族那些顶级天才中，也从未听说过。陈大人，你真是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惊喜。几个月时间便能小成，这种天赋，待在这阴暗的天牢里当个狱卒，实在是暴殄天物。陈大人，你可知这功法的真正来历？愿闻其详。这是前朝大周皇族才能修炼的秘传，至大周覆灭，这功法变成了禁忌。
如今这世上除了我红莲魔教，再无他处可寻。只要被大魏朝廷发现你练了这门功法，你便是叛党、诛九族的重罪。陈大人，你已经上船了，不如随我入教，到时候这天下大可去得，何必守着这方寸之地？不喜欢这种被威胁的感觉，更不喜欢麻烦。我可是听说红莲魔教被镇魔司镇压得很惨，更何况他们还并不知道你们真正的秘密吧？如果朝廷知道你的身份，恐怕对红莲魔教的态度就不是这般平和了。时间不多了，你确定不再考虑一下？什么味道？不好，有毒！护法，外围暗哨已全部清除。动手！嘿！杀进去，迎圣女回教！什么情况？楼门怎么破开了？我不知道，好像是上面在打架。门破了，老子终于出来了！这可真是意外之喜呀！兄弟们，今天老子要好好发泄一下。现在还没有恢复实力，有些麻烦了。在我原本的设想下，这个时间段自己已经挣脱了束缚，却没想到这阵纹居然如此顽固。上方的战斗异常激烈，劲气四射，四招特别强势的气息正在碰撞交手，其中有一股很熟悉的真气气息，独属于红莲业火的气息。红莲魔教动的手，倒是有点超出我的预料。哟，还真让你说对了，咱们这里居然还真关着个美人。大哥说的对，这娘们可极品，死之前能尝尝这滋味，也不枉来这世上走一遭。滚！还挺辣。镇魔司的人，我当是谁？原来是平时给咱们送饭的那个小狱卒。小子，算你倒霉，老子在里面吃了你几个月的馊饭，今天正好拿你祭天。陈然满打满算才修炼了几个月，就算天赋再高，顶天了也就是个八品。面对这几个穷凶极恶、实打实有着八品巅峰实力的亡命徒，留下来纯粹是送死。你还站着干什么？快走！唉，我只想要平淡的生活，为什么总会有不长眼的人来靠近？你往后退，这里交给我！装腔作势，兄弟们，把他剁成肉泥！找死！
下一个谁来？透着骨髓发冷。快跑！他不是人，他绝对不是人！既然都出来了，那就别回去了。你处决了犯人刘二虎，参与度高，奖励半年功力。你处决了犯人赵流通，参与度高，奖励3个月功力。你处决了犯人刘甲然，参与度高，奖励3个月功力。当前功力115年、120年。原本如小溪般流淌的真气，此刻变得更加凝练，隐隐有化成水晶的趋势。肌肉在震颤中变得更加紧实，骨骼深处传来阵阵酥麻感，力量在全方位提升。这种收割方式虽然快，但天牢里的庄稼长得太慢，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我没看错，这个每天准时送饭、被戏称为小狱卒的男人，刚才展现出的实力，已经远远超过了我最初的预料。7品断骨，不，绝对不止。3个月前，第一次见到陈然时，对方分明只是个气血稍微旺盛点的普通人，顶天了也就是刚入9品的门槛。3个月，从9品跨越到7品，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一直在隐藏实力。红莲魔教堂主陪酒。欺人太甚，是你们镇魔司先动的手。交出圣女，我饶你们不死。做梦！我们3个5品武者，本以为能凭借天牢的阵法拖住对方，可谁能想到红莲魔教这次居然派出陪酒这个疯子，而且对方已经踏入了4品凝窍境。更糟糕的是，为了这次行动，魔教竟然动用了极其珍贵的6转隔音阵，方圆100丈之内消息根本传不出去。天牢总部想要支援过来，起码还需要半炷香时间。范兄，不能再拖了，你去把那高对魔女转移字号，只要人在我们手里，陪酒就不敢下死手。李兄放心，我这就去。难道魔道的人已经潜进来了？你是谁？是镇魔司的人，而且品级不低。回大人，卑职陈然，镇魔司内勤小队丁字号值守。这些人你杀的？回大人，暴动之后牢门破损，囚犯四散冲出，卑职不敢弃守。丁字号关押着红莲魔女，卑职只能硬着头皮挡住。8品，这些丁字号的囚犯大多是下3品的货色。一个镇魔司的内勤成员趁着混乱收拾几个下3品囚犯，也不是不可能。红莲魔女在哪儿？在最里面那间牢房，大人请。红莲魔女5品巅峰的修为，就算被封印了大半实力，谁知道还留着什么后手？万一他突然暴起，以我现在重伤之躯，未必挡得住。你叫陈然，内勤小队的是哪个百户手底下的人？赵百户。
赵文吉那个酒囊饭档的手下，怪不得这么年轻就被丢到丁字号来值守。你去把他带出来。大人，这……本官负伤在身，需要留存真气以防不测。你是值守的狱卒，看管囚犯本就是你的差事。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位统领大人怕死，怕红莲魔女暴起伤人，所以拿我当挡箭牌。不过无所谓，江梦玲对我没有敌意，至少目前没有。卑职遵命。不是因为范志远本人有多可怕，一个重伤的五品武者，放在以前我根本不会正眼看。但此刻我被封印了修为，身上的阵纹虽然松动，恢复的那点实力连自保都勉强。逃，就算我拼了命挣脱铁链，冲出牢房，也跑不过一个五品武者。你来干什么？上面的命令要把你转移。转移？他们想拿我当人质，威胁教中的人。大概是。那个人的修为不低。走快点！能走吗？放开我！你走不了路，我自己可以。省省吧，后面的路还长。大人，人带出来了。跟我走，天牢底下有一条密道，通往后山。进去。体内的火毒正在加速蔓延，每走一步都像是踩在烧红的铁板上。该死的陪酒，那一掌的火毒竟然这么霸道！还在打，那边的战斗声太近了，贸然暴露行踪，万一引来陪酒或者其他魔教高手，以我现在的状态，一个照面都挡不住。走慢点，别弄出动静。现在我的伤势愈演愈烈，必须立即恢复，否则怕再生变故。把人先放下吧。甬道里满地的花光羽翼，我一直没有忘。丁字号的囚犯虽然是下3品的废物，但10几个人一起冲上来，普通的8品也未必能杀得那么干净利落。这个叫陈然的年轻人，实力恐怕不止表面那么简单。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我接下来打算用红莲魔女做的事，可不是上头交代的转移保护那么简单。我要用这个女人跟魔教谈条件，这笔交易绝对不能有第3个人知道。大人，我知道有一个地方适合隐藏。哦，在哪里？那边有一块石碑，卑职以前巡逻时发现的。石碑后面有个洞口，被碎石掩着，
里面空间不小，而且还没有人。我现在需要恢复伤势，在天牢周围恢复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如果能有一个隐蔽无人知晓的洞口，不管是疗伤还是处理尸体，都是一个不错的选项。这位小玉在，我准备到时候给他送你而死，免受痛苦，直接让周围的乱葬岗还能作为墓穴。带路。大人，就是这里。你在外面守着，我进去疗伤，有任何动静立刻通报。卑职遵命。这火毒异常难缠，仅仅只中了1掌，就灼得我体内气血紊乱。大人，我观察着红莲魔女有些异常。异常？任谁从疗当中强势脱离出来，心情都不是很好。发生何事了？大人，在您进入山洞没多久，这红莲魔女就有些异常，似乎想要逃跑。她修为被封，翻不起什么大浪。若这魔女真的挣脱了封印，那麻烦可就大了。她在哪里？大人，跟我来。大人，她就在树后。这一路上对于这个玉嘴，我已经越发不满了。若不是还需要他去探路，恐怕早就一巴掌给拍死了。魔女！怎么可能？范大人，我原本只是想好好待在天牢里，可你非要逼迫我做出决定啊！为什么要逼我呢？任谁也想不到，平日里威风凛凛的镇魔司统领，最后居然死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狱卒手里。出来吧。从范志远倒下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彻底陷入迷茫了。化血大法，
这是江湖上一种极其凶厉的邪构，修炼者往往性情大变，嗜杀成狂，寒意几乎要凝结成冰。每一个修炼此功法的武者，无不走火入魔。怎么可能？我之前试图招揽这个男人的举动有多么可笑？一个能轻描淡写击杀五品统领，还能面不改色吞噬尸体的人，怎么可能被我那种小阿西拿捏？五品高手的气血确实充沛，虽然流失了不少，但剩余的精华也抵得上我大半个月的苦修化血大法了。面对此刻的陈然，我连1成的胜算都没有，逃又能逃到哪里去呢？看够了吗？你想干什么？范志远死了。我知道，我什么都没看到。你也看到了，公主殿下，我不喜欢听废话。我们可以合作，只要你放我走，红莲教绝不会亏待你。你要什么功法资源，我都可以给你。你觉得我缺那些东西吗？是啊，一个能将化血大法练到如此地步的怪胎，怎么可能缺功法？那你想怎样？你看到了我的秘密，就必须付出代价。我只给你2条路：第一，我送你去见范大人；第二呢？第二，接受我的禁制，从此听命于我。我身为大周皇族后裔，红莲魔教圣女，生来便高高在上，哪怕身陷囹圄，也从未向任何人低头。可现在，这个男人却要将我收为奴仆，你一定要做到这一步吗？我发誓，绝不将今晚的事说出去半个字。如果你不放心，我可以……我不相信誓言，我只相信完全是我掌控的人。选吧。我选第2条路。这是化血大法的一种特殊控制手段，通过舌尖心头血凝聚血种，凡是中聚了血种的人，生命将完全受使用者掌握。张嘴。这是一种彻底失去防备的感觉，在我的感知下，只要对方一个念头，那隐藏在心脏间的血液就会爆炸，心脉就会被瞬间震断。这禁制平时不会影响你，只要你安分守己，它就不会发作。好高明的炼尸功法，怪不得我之前发现不了。说起来，我身边刚好缺个照料起居的丫鬟，以后这就是你的活了。丫鬟？我堂堂红莲圣女，居然要给一个狱卒当丫鬟！我刚刚动用了秘术，这才以最快的时间强行杀穿了防线，可结果却让我几乎气得吐血，甚至连周围都查了一遍，那个范志远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带着人消失的无影无踪。堂主，不能再找了，镇魔司的援军已经封锁了外围，再不走，兄弟们就全交代在这里了。我筹划了这么久，甚至不惜暴露案子，结果明明打赢了局部战场，却连圣女的影子都没摸到。这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憋屈感，撤！
看来昨夜那一场战斗，确实把天牢掀了个底朝天。陈兄弟，你可算回来了，我还当你也折在里头了。我看情况不妙，就赶紧往后山跑了。城里没人来，来个屁！昨晚城南那边先炸了锅，也不知道谁放出去的风，说粮仓里藏了绝世神功。那帮江湖人一听，眼都红了，满街抢，满街砍。镇魔司的人被抽走大半，哪还顾得上咱们天牢？调虎离山，红莲魔教这一手布得很深。丁子浩最惨，值守的几个兄弟死的死，埋的埋。你如果还没升入镇魔司，昨晚也悬。命大罢了。陈然，赵大人要见你。现在，昨夜丁子浩出事，红莲魔女失踪，你是之前看守她的人，他一定会问。赵大人今天火气很重，说话别绕。陈然，卑职在。昨夜丁字号怎么回事？大人，昨晚牢房因为收到余波导致崩塌，很多囚犯都跑出来了。卑职勉强杀了几个后，就准备往后走了。红莲魔女呢？后面来了一位统领大人，恰到好处。谁？他说自己姓范，拿着统领令牌。进来就要提反红莲魔女，卑职不敢拦，只敢躲在甬嘴口后头看了一眼。长什么样？身材魁梧，左脸有刀疤，走得很急，衣袍下摆沾着泛红污渍，像是受了伤。往哪儿边走了？后山密道。你看清了？卑职不敢拿这种事胡说。那人临走前还回头扫了一眼，卑职当时正好看见半张脸。范志远，好得很，吃镇魔司的饭，转头给魔教卖命。你昨夜没追？不敢，那是卑职身上带伤，前头又有囚犯乱窜，真追上去也是送死。还算有脑子，凌乱没死，还记得住人。李校尉。今天把他的转正批下来，以后别再让他窝在丁字号了。是大人。谢大人提拔。下去吧。范大人，你不仅替我背了黑锅，还顺手帮我挣了个前程，多谢。万两银子，这哪是通缉犯，这就是个会走路的金山。谁要是真把他带回来，下半辈子都能横着走。前提是先活到领赏那天。那倒也是，五品高手换我上去，估计连他一巴掌都挨不住。不过话说回来，范志远倒霉归倒霉，你小子这回是真起来了。昨天还是狱卒，今天就正式穿黑袍。往后见你，我是不是得先喊一声陈爷？刘哥，你要真这么喊，我现在就把牌子摘了。那不成，这可是正经身份。我听说赵大人昨晚点了你的名，以后你要是真往上走，可别装不认识我。咱俩好歹一个锅里吃过饭。记着。你看这画像，还挺像，画的跟真见过人一样。画像再像，人也抓不回来。唉，也是，这种人一跑，天南地北，谁找去？
我知道昨夜天牢出事了，但没想到会惨烈到这种地步。总算是有个熟人。陈然，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连外墙都塌了？回灵捕头，昨夜天牢暴动，红莲魔教突然袭击，包括牢门被破、囚犯冲卡，以及后来范志远拿着统领令牌强行提走江梦离，如今已被通缉。红莲魔教袭击。他之前就袭杀了校尉，此次天牢袭击，会不会也跟他有关呢？对，我记得很清楚，那人不仅会红莲魔教的功法，还兼练了一门极其霸道的横练功法。当时对方硬接了我一记杀招，连皮都没破，那股气血无比雄厚。会红莲魔教的功法，又能把横练练到那种地步，符合这种特征的人，整个京城也找不出几个。那个人一定还在京城，甚至昨夜天牢的乱局，说不定也有他的影子。你现在是镇魔司正式成员了，这批人交给你负责接收，按规矩关进牢里。我还有别的案子要查，先走一步。是。姓名：刘三虎。官爷，我就是路过，真没抢东西啊。路过，能路过到人家银铺里去，进去。放在外头，这群人能在街上闹出一阵风浪，吓唬吓唬普通百姓。可放进天牢里，就显得有些不够看了。身份晋升为镇魔司正式成员后，我不再只是个跑腿的杂役。虽然这批人炸不出什么大魁水，但蚊子腿也是肉。张玉龙已死亡，奖励2年功力。张玉龙。这正是之前被那伙神秘人从天牢里劫走的目标。如今人死了，只能说明对方已经从他身上榨干了价值，直接灭口。是那一伙人干的，跟范志远有关系吗？虽然范志远背了黑锅，但是我可以确定，此人身上也绝对不干净，要不然没有理由想对我动手。就是不知道这范志远到底是哪一派的成员。昨夜我就将他先安排到此隐藏，毕竟明面上，红莲魔女现在还是失踪的情况，整个城内都在搜找红莲魔教的成员。站着干什么？过来接东西。你倒使唤的身手，不然白养你。
站着看我吃，你能看饱？坐。老爷对侍女都这么宽厚？看心情，今天你还算安分。看看吧，省得你两眼一抹黑。以强势镇压魔教圣女，参与度提高，奖励红莲焰火经5年修炼经验，1年功力。这不是我的身体，是江梦离的记忆。从时间看，前朝此刻还未灭亡，那是前朝皇帝江望。这是江梦流的视角，我只能看。红莲业火，焚尽八荒。世人都以为业火是杀伐之术，是燃命换力的魔道邪功。杀伐只是表象，业火生莲，生生不息，方为大道。原来如此。一收一放，如同莲花开合，原先用一次少一次的爆发式真气，此刻竟然在体内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循环。这才是真正的皇室秘法效果。我之前修炼的顶多算是个基础款，这升级款在原本的基础上让经脉变得更加坚韧，真气愈发凝实。只要这个循环不断，我的续航能力将成倍提升。这位前朝皇帝，我只在画像上见过几次，可此刻仔细打量，竟看不透。以我如今5品的眼力，竟摸不到他的底线。对方体内如同无底深渊，这种级别的强者，最起码上3品，甚至更高。好家伙，这功法还有经济进化。我身为红莲魔教正牌圣女，比任何人都清楚红莲业火经的底线。此功法虽出自皇室，可入门极难，深处更会反噬自身。可短短半盏茶，他身上的火气竟一波3折，那狂躁凶险的气息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深不见底的绵长。你刚才做了什么？吃饭，练功。京城这几日还没彻底太平，六扇门和镇魔司都在满大街抓人。从明天起，你老实待在这间院子里，哪里都不准去。你在软禁我？随你怎么想。你现在把出去，要么被镇魔司扒层皮，要么再次关入天牢。留在这里，对你我都好。把江梦离带出天牢，本就是镇压范围的延续。我倒想看看，把这身份特殊的魔女留在身边，所谓的参与度会不会继续涨？就当随身带个经验宝宝，不用白不用。我很清楚，我现在根本没得选，更何况我现在连修为都未恢复。陈哥，这边请。陈大人，陈大人慢走。
正式成员和那帮还在观察期熬日子的普通狱卒，到底是不一样的。你如今这身皮，算是彻底穿稳了。嘿嘿，趁热，老子也得装一装。吃饭了。这2天天牢里倒是出奇的安静。自从那晚闹过之后，犯人们一个个都老实的跟鹌鹑似的。你先去前面盯着点交接，我去里面几间牢房核实一下情况。行，你忙着。这地方不对劲。囚犯黑灭魔蛛，罪孽深重，吞食活人，吸食精血，状态重伤，封禁，饥饿，天赋，天网。这东西虽然被关着，但妖性还在，而这也是我现阶段唯一能接触到的妖兽了。这种绝佳的低风险实验对象，必须要好好利用起来。我想试试，除了杀人，还能不能用别的方式从天书里榨出点好东西。监牢里的犯人千万，如果只能靠处决来获取奖励，效率太低了。而且很多重犯根本轮不到我一个内勤狱游来处决，必须找到新的刷经验方法。这些妖兽虽然不能口吐人言，但是智力已经不弱于3、4岁小孩了。那是一种很奇妙的感应，如同有一根看不见的线，将我和这头蜘蛛妖连在了一起。有门，天书里的感应比刚才又清晰了一分。参与度不仅仅是送饭、审讯或者处决那一刻动作，持续的接触、行为上的引导，都能加深这种因果联系。以前我只知道杀犯人抱金币，现在看来，完全可以把犯人当成经验宝宝养起来，慢慢薅羊毛。只要操作得当，一头妖犯能提供的价值绝对远超一次性获取，就像在看一块正在灼炸成长的韭菜地。从人族武者身上，我能薅到功力、武学经验，甚至功法传承。但从妖族身上，妖怪最值钱的不是那点驳杂的妖力，而是他们与神出天。他最擅长的是结网、潜伏，以及那种对周围环境极其敏锐的感知。我现在最缺的就是情报获取能力。天牢里鱼龙混杂，京城更是暗流涌动。如果能有一张无形的网帮我提前感知危险，那我的生存几率将大幅提升。不能急着弄死这头蜘蛛妖，现在就是个宝藏，得留着慢慢刷参与度。等因果羁绊足够深了，再找机会收割，爆出天赋的概率绝对比直接砍死要大得多。那可真是老子当年。陈哥，忙完了，陈哥快来烤烤火。这鬼天气，牢里阴冷的邪乎。刚才去深处转了一圈，那几头妖犯倒是老实。能不老实吗？进了咱们天牢的妖物，就没几个能全虚全赤出去的。陈哥，你刚转正，可能不知道，
咱们这牢里的要犯可不光是关着等死那么简单。哦，还有什么说法？镇魔司那边时不时就会派人下来提走几个要犯，名义上说是换押或者提审，但实际上，我听上面的人漏过嘴，说是拿去做什么实验。反正被提走的要犯再也没见回来过。做实验？镇魔司在拿妖族做实验，这倒是个有意思的情报。如果镇魔司会定期提走妖犯，那蜘蛛妖迟早也会轮到。这不仅是他的死局，更是我收割因果的绝佳机会。借镇魔司的刀杀自己的妖，完美。我不需要亲自动手，只要在他被提走前做点手脚，等他死在镇魔司手里，天书的奖励照样会落到我头上，而且还能顺便试探一下镇魔司的底细。提走妖犯的人有什么特征吗？都是生面孔，穿着镇魔司的黑衣，但腰牌跟咱们不一样，而且每次来都是直接去深牢提人，从来不跟咱们废话。那帮人身上总带着一股子药味，闻着就让人不舒服。可不是嘛，上次有个兄弟多看了一眼，被那带头的瞪了一下，回来做了好几天噩梦。我操！言多必失，我已经得到了想要的信息。镇魔司提走妖妃，这种官方机构的行动绝对不会是心血来潮。提人、押送、交接，这中间必然有一套固定的流程。也就是说，镇魔司来提妖很可能是有固定周期的。只要摸清了这个周期，我就能提前布下杀局。或许获得妖族天赋，要比我想象中的要快。但我暗地里已经将注意力从单纯喂养蜘蛛妖转移到了整个天牢深处的动静上。每一个来深牢提人的镇魔司武者，时间、人数、押送的配置，甚至他们身上的气味，我都一一在脑海中归档。几乎每隔7天，镇魔司就会有专人下来，带走3到5头妖犯。以这种速度，迟早会轮到我们这里关押的妖兽。蜘蛛妖的死期也快了。经过这几天的投喂训练，他对我已经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只要我出现，他就知道有吃的。原本的凶烈和警惕已经被进食的渴望压倒。吃吧。血种藏得极深，平时完全不显山露水，只有在我催动，或者它自身气血剧烈翻腾时，才会像定时炸弹一样从内部爆发，反噬宿主。凝结这枚血种，抽走了我体内相当一部分气血，即便我现在是5品金身，也感到了一丝虚弱。这化血大法确实阴毒，但消耗也大，短时间连续凝练2道血种还是有些勉强。不过这笔买卖划算，血种已经种下，接下来就是静待时机了。丁字号，提人。周队慢走，这边请。周队一行空牌，33人3种押送配置都对得上。
走一批。这头大蜘蛛我看关了好久了，这回怕是连个渣都剩不下。距离囚车出天楼大约7里，等你们出了城，就是我收网的时候。头儿，这批货色不错，尤其是那头魔蛛，上面应该会满意。哼，少废话，赶紧送到地方。最近京城不太平，别出岔子。怎么回事？他体内的气血失控了！哇！引爆！撤！警戒！有埋伏！见鬼了！如果是遭遇埋伏，我还不至于如此恐惧，但这种毫无征兆、毫无理由的妖物自爆，却让我感到一丝丝不寒而栗。到了。检测到黑面魔蛛已经死亡，正在结算。囚犯：黑面魔蛛，罪孽深重，吞食活人，吸食精血。状态：已死亡，因果结清。参与度高，投喂、观察、引导、击杀。获得妖族天赋，天网初级。猜对了，只要参与度足够深，不光是人族武者的功法，连瑶族与生俱来的天赋都能被天书硬生生抽出来。虽然这次只爆出了一个天赋，没有附带功力或者经验，但我心里清楚，这玩意儿的价值远超几十年的功力。我本以为这会像蜘蛛妖一样，从嘴里或者手里吐出什么实质性的粘液蛛丝。如果是那样，未免也太恶心了些。这项天赋在经过天书的转化，融入我的人族之躯后，发生了奇妙的蛛丝，而是与我的精神力，也就是神魂，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这些精神丝线轻盈隐秘，如同水银泻地，寻常武者的岗节极难察觉。周围的世界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亮了起来。听说了没？外城那边出事儿了，镇魔司早上提走的那批妖贩，半路上炸了。我的亲娘哎！炸了！怎么回事？谁知道呢？听说现场能量碎片崩得满街都是，死了好几个镇魔司的差役，现在上面都疯了，正满城戒严抓人呢。这消息传得够快的。
都得死，都得死！天网这项能力确实逆天，它就像是在我周围织起了一张无形的情报网。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触碰到这些精神丝线，我就能第一时间察觉。在这个封闭、复杂且处处暗藏杀机的天牢里，这项能力简直就是量身定做的神器。但缺点也很明显，这玩意儿极度消耗心神。以我目前5品的实力，全力铺开天网，最多覆盖方圆100丈左右，而且不能维持太久。这天赋是可以升级的，只要我愿意投入功力，就能不断强化天网的范围、精度。能用功力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我现在最不缺的就是功力，只要继续在天牢里苟着，每天都有进账。天牢里的妖犯现在在我眼里不再是发臭的麻烦，而是一个个行走的技能包。又来性犯人了。这女人自从上次天牢暴动后，似乎办案越发拼命了，隔3差5就往天牢送人。不，那或许已经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人了。这新来的是个硬茬子啊！为了挖出囚车里这个人，我这几天几乎没合过眼。往炼体路子上查。陈然当初那句看似漫不经心的话，就像是一把钥匙，帮我打开了京城地下势力错综复杂的锁扣。我顺着正宗梳理了几10个帮派，最后一个名叫铁骨门的3流帮派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查到他们一处隐秘账目，有一笔来历不明的银子，每个月都会准时送入铁骨门后院的枯井里。林大人，这次可是捞到大鱼了！10几年前就被判定死在极北古寒之地的碎骨手李洛，竟然一直躲在京城，就在咱们的眼皮子底下。昨夜要不是您当机立断，提前布下了天罗地网，咱们这几靠人恐怕都不够他一只手捏的。那个叫李洛的老怪物，不仅武功极高，而且肉身强悍的离谱。寻常刀剑砍在他身上，连道白印子都留不下。要不是我提前调动了6扇门的破甲重弩，加上镇魔司特制的迷魂伞，根本拿不下他。只不过，可惜这人与那个神秘人好像没啥关系。不管他是死是活，进了这天牢，就别想再出去。林捕头辛苦了，这大半夜的还劳烦你亲自押送。此人名叫李洛，10几年前在京城犯下数起血案的重犯。此人不仅精通横练之术，背后可能还牵扯到一个庞大的隐秘组织，具体口供还没跨出来。上头有令，先将其关押在乙字号，严加看管。镇魔司6扇门，一群废物！还愣着干什么？押进去！那老怪物体内的气血好生霸道，虽然他琵琶骨被穿透，一身功力被封印了大半，但那暗青色皮肤下依旧蛰伏着一股令人心悸的爆发力。这绝对不是普通的炼体功法能练出来的。这老怪物到底什么来头？那身皮跟铁打的似的，刚才钩子勾上去，连点血丝都没见。你没听林捕头说吗？
10几年前的通缉犯，我听说啊，这李洛以前可不简单。怎么个不简单法？这都是老黄历了。听说他当年可是替皇宫里那位做过脏活的，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卷走了一件什么要紧的东西，叛逃了。镇魔司追杀了他整整消息是死在极北之地了，没想到他竟然一直躲在咱们京城里。替皇宫做过脏活，叛逃。之前丙字号里那个爆出流体金身功的囚犯，也是炼体高手，来历不明，最后莫名其妙的死在了牢里。这李洛的体表特征，那种青涩的光泽，还有那股熟悉的霸道气血，这2个人绝对练的是同一种功法。看来这琉璃金身功背后不仅藏着一个隐秘组织，而且这组织极有可能跟朝廷甚至跟皇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李洛，你倒是命大，10几年前让你逃了，没想到你还敢回来。上面有交代，只要你交出那件东西，可以给你一个痛快，否则这天牢里的108道刑具够你挨个尝一遍的。赵无极，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来审我？想要那东西，行啊，让你们镇魔司的指挥使亲自来跟我谈。冥顽不灵！我看你的骨头能硬到什么时候？吃饭了。果然是琉璃金身功。这一刻，信息差的优势体现得淋漓尽致。赵无极和林婉只知道李洛是个极度危险的重犯，甚至连他当年为什么叛逃，但我已毕竟通过天书直接确认了他的核心底牌，并将他与之前的线索完美的串联了起来。功法同源，朝廷旧案。天牢里恐怕要挖出一条大鱼了。乙字号的风波很快就被天牢里日复一日的阴冷和死寂压了下去。赵无极那天离开后就再也没来过，上面似乎对怎么处理李洛产生了某种分歧，这反倒让李洛暂时安静了下来，每天只是盘腿就班的当差巡视送饭。除了暗部中观察李洛的体战变化外，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修炼之中。这几天，我每天都把新结算的功力毫不吝啬的全部灌注进红莲业火经里。这部从红莲魔女身上薅来的顶级功法确实霸道，尤其是我之前获得了江梦露5年的修炼经验，距离突破本就只差临门一脚。今天是政变的时候了。红莲业火经大成。收放由心，返璞归真。现在的我对真气的掌控力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如果再对上那个镇魔司玲玲，就算对面是全胜状态，单凭这大成的红莲业火，我就已经不惧对方了。我一个天域狱卒，练的却是红莲魔教的镇教神功，而且火候比他们圣女还要深，这也算是一种奇妙的黑色幽默了。吃饭。小子，几天了，这是李洛第一次主动开口。这几天一直是你负责给我送饭，你这小狱卒倒是沉得住气。别人见到我这副模样，
不是吓得发抖，就是想方设法的套我的话去领赏。你却连看都不多看我一眼。我是狱卒，你是犯人，我的任务是保证你别饿死，仅此而已。这老怪物被关了几天，上面没人来审，下面没人来问，这种未知的冷处理反倒让他有些沉不住气了。现在开口，无非是想从我这个送饭的嘴里探探外面的风声，顺便摸摸我的底。狱卒，小子，你到底是谁的人？镇魔司，还是皇宫里的那些老烟狗臭叟？爱吃不吃。不是我怕了，而是我觉得现在跟他废话没有任何意义。这老怪物是个将死之人，朝廷既然把他抓进来，就不可能让他活着出去。那个隐藏在琉璃金身宫背后的庞然大物，也绝对不会允许他泄露秘密。对付这种老狐狸，就得比他更有耐心。也不知道同样都是修炼琉璃金身功，会不会有什么不同？等我把参与度慢慢刷上去，这老怪物身上所有的秘密、功法，甚至那些见不得光的阴，都会自动落入我的手里。数天时间，失去后续供给力量的阵纹已经逐渐支撑不住了。江梦离很快便能突破那层封印了。你怎么提前回来了？今天事不对，便提前交接了。看样子你快要冲破封印了。看你是怕我解开封印后提前跑了吧？这几日来我也没有闲着，一直在努力寻求冲破封印的机会。可那凝聚出的血种太过于惊人，我估算了一算，自己恢复到全盛状态，也几乎解除不了那道限制。也就是说，现在的生杀大权其实还在对面手中。索性不思考这些，而是放到了解除封印后的自由身上。等老娘我恢复完实力，最起码也要让这小子知道什么叫做……镇魔司司手亲自布下的锁龙阵，就这么被他轻描淡写的破了。本来最少还需要几天时间才能解开的封印，眼下一个呼吸间就消失不见。这个男人既然能如此轻易的解开封印，那他之前面对我的试探挑衅，甚至故意撩拨时，为什么一直无动于衷？不是他木讷，而是他根本没把我那些手段当回事。你到底是什么人？天牢狱卒，刚才顺手帮他解开封印，一方面是看阵纹快碎了，另一方面也是想试试自己对这种高级封印的干预能力。结果发现帮囚犯解封似乎并没有引来什么反噬。金手指的判定机制比我想象的还要宽泛。一个能随手破掉锁龙阵的狱卒，以你的本事，天下大可去得。为什么要留在这暗无天日的天牢里当个差役？外面有天牢安全吗？大魏龙脉已经衰竭，气数将尽。这刘奏王朝就是一艘正沉的破船的时候，难道还能独善其身？我对谁当皇帝没兴趣，我只是个普通人，能吃饱穿暖，平平安安活到老就行了。造反这种掉脑袋的活儿，你还是找别人吧。两人之间的道根本不同，一个盯着天下大事，一个只想守着自己的1亩3分地。走吧。去哪儿？带你出去透透气。这2天京城戒严松了点，只要不惹事儿，没人会查。久违的烟火气扑面而来，这才是活人该待的地方。给他挑2身衣服，要寻常人家的款式，别太招摇。客官您可就找对人了，我们这里可专门是做这个。
还行，看着像个良家女子了。客官可不是嘛，您夫人穿什么都好看。我现在虽然身份变换，但那是骨子里透出的金贵气，根本不是寻常人家能有的。也不怪对面掌柜能认错。结账。客官，您夫人是我经营这么久来最好看的了。是你。苏清河，盛海才女，文心堂年轻一辈中的大师姐，才华惊人。没有想到，只是随意在京城闲逛，居然就碰上了她，而且好像还认出了自己。姑娘，认错人了。我不会认错。我修儒道，养浩然之气，感知远超常人。寻常武夫身上都是悍勇嗜血之气，而那天遇到人身上那气息则极为独特。他身上有一股异常熟悉的感觉，更是在我心中占了浓墨的一笔。所以再次相遇，仅仅是擦肩而过，我便认出了此人的身份。这是什么狗鼻子吗？修儒道的文人居然能光凭气息就锁定我，还是说眼前这女子不一般？我不想惹麻烦，在这风云变幻的京城，和文心堂的得意门生扯上关系，等于主动往漩涡里跳。但对方既然如此笃定，再否认反而显得心虚。公子，这处地方不适合交谈，不如换个地方。看不清脸，但绝不是寻常女子。那身段，那站姿，也绝对不是一般女子。儒家的修士，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这红莲魔女好似对这些修儒道的修士态度都不是很好，就连当初我刚修炼心法后，也被她察觉到了不对，更别说苏清河了。身上的浩然之气恐怕是我的数百倍。小姐，当心！五岳山劫杀事件后，文心堂发现很多护卫竟然是内鬼，才导致了信息泄露。于是便花重金从边关退下来的百战老东中招募了这批精锐，由他担任护卫头领。所以整个护卫团队可以说是大清洗了一遍，也自然不认识眼前之人是谁。阁下是什么人？最近京城局势紧张，各方势力暗流涌动。苏清河身份特殊，不仅是苏家的大小姐，更深得文心堂大儒的看重。我绝不允许任何来历不明的人靠近，尤其是眼前这个男人，出现的太巧了。一个七品武者，底子打得很扎实，是个见过血的硬茬，但也仅此而已。刘忠，退下！谁允许你对公子无礼的？小姐，此人来历不明，突然出现在这里，只怕包藏祸心。属下职责所在，必须弄清楚他的底细，以免重蹈五岳山的覆辙。我说了，退下！属下知罪。手下人不懂规矩，常年在外厮杀，粗鄙惯了，冲撞了公子。清河待他向您赔个不是，还望海涵。无妨，我根本没把一个护卫的敌意放在心上，更何况对方本就是尽职尽责而已。公子今日既然在京城，不知可否赏脸，让清河做个东？好，我知道一个茶楼，那地方清静，我们去那里说。
比起五岳山那日气势可怖的神秘人，眼前的男子显得过于普通了些。不过身上那副气质，倒是能看出来绝对远超常人。苏小姐，您可是有些日子没来小店坐坐了。孙老，最近家里事多，脱不开身。苏小姐，这是忙正正令。多亏了小老儿这间平日里破来茶楼，在这寸土寸金、鱼龙混杂的地界，哪儿还撑得下去？您慢用，这茶是刚倒的新茶，有事随时叫我。普通的粗茶，但炒制的手法很地道，火候掌握得极好。入喉虽然有些苦涩，但回甘悠长。还没请教恩公尊姓大名？陈然。陈公子，其实那日五岳山一别，清河心中一直有个疑惑，不知当讲不当讲。说，公子修炼的究竟是哪一脉的儒家功法？那日公子虽然出手狠辣，但气息爆发的瞬间却中正平和、纯正浩大，否则清河绝不可能对那股气息记忆犹新。我自幼熟读圣贤书，修养浩然正气，对同源的气息最为敏感。在这位被称为圣海才女的文心堂得意弟子面前，藏着掖着反而落了下场。浩然静心诀。公子也修浩然静心诀，怪不得自己对其气息那么敏感。同修一脉，这在儒门中便算是同源而出的同门之意了。我在天牢里得来的功法，自然不可能跟苏家有什么现实中的传承关系，但这功法的出处，我却是再清楚不过。苏远山是你什么人？那是我们苏家曾经极厉害的一位长辈，官办御史中丞，曾是朝堂上一言九鼎的人物。只是后来家里逢了大变，长辈们只说他失踪了，从此族谱除名，再没人敢提他的名字。我被小万辈也只在旧书札的夹缝里偶然见过这3个字。我已经确定苏清河和天牢丙字号那位老御史确实是同族，而那位老御史当年入狱的原因，似乎比我最初设想的还要深邃恐怖。最近京城似乎不太平，到处都在传有什么能让人一步登天的绝世神功出世。陈公子也听说了，不过是些市井流言罢了，当不得真。哦，此话怎讲？若是真有那种能让人直接破境一步登天的神功，早就被朝廷摩斯威收入囊中了。我们只是帮助朝廷破译而已，算不上什么关键人物。老东西，不长眼是吧？大爷的衣服你也敢泼水？天王，这便是妖族天赋神通的恐怖之处。光是这一手段就能堪比顶尖武学，而这也只是一个辅助天赋而已，更不用说那些大妖的神通了。以我现在的实力，还不能做到时时刻刻开着天王，那样的消耗就太大了。许爷，您消消气，小老儿真不是故意的，是您刚才进门太急，撞翻了茶盘。放你娘的屁！老东西还敢顶嘴！大爷，我今天就是来收保护费的。少废话，这个月的利钱10两银子，一个子儿都不能少。10两？许爷，你上个月才收过5两，怎么这个月就涨到10两了？小老儿这破茶楼，一个月也赚不到10两银子啊！叶总头，上里打一架，我们帮兄弟天天不干老实着巡逻，保护你们这些街坊邻居的平安，多收点辛苦费怎么了？没钱就拿这茶楼抵债。天光天化日之下，你们竟敢如此强取豪夺，还有没有王法了？九平，是这人不？就是这人，这便是他们此行来的目标。哟，这破茶楼里竟然还藏着这么个天仙似的美人。小娘子，你是这老东西的什么人？怎么想替他出头？孙老的钱我替他出了10两银子是吧？拿了钱马上滚！我不想把事情闹，这里是京城，鱼龙混杂，若是真动起手来，孙老这茶楼以后怕是永无宁日了。破产消灾是目前最稳妥的办法。嘿嘿，小娘子，你听错了，刚才那是对孙老头的价。既然你这位大美人愿意替他出头，那这价钱可就得变了，50两。你们这是坐地起价，加勒索！怎么要走？要是拿不出来，你陪大爷我玩一天，这笔账大爷我就替你免了，怎么样？放肆！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我们可是飞熊帮的人，你敢动我们一根汗毛，飞熊帮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飞熊帮算个什么东西？刘忠，住手！现在正是小姐文心堂内部晋升的特殊时期，流传出当代文心堂的大师姐随意动手的消息，可就糟了。哈，还带了护卫呀？怎么不敢动手？不敢动手就乖乖给钱，没钱就乖乖跟大爷走。许爷，你消消气儿，钱我给，这是小老儿全部的家当了，都给您，求您高抬贵手，别为难这位小姐，她是好人啊！滚开，这点破钱打发叫花子呢？大爷，我今天不仅要钱，还要人。今天真他娘的是走了堂皇运了。没想到这破地方竟然还藏着2个极品，那个戴面纱小娘皮也给大爷我过来，让大爷我好好瞧瞧。大爷，我今晚就让你们姐妹俩一起伺候。听说你们是飞虎帮的人。哪儿来的黄口小儿，敢管你许爷爷的闲事？飞熊帮的大名你都没听过？在京城外城这片地界混了这么久，什么人没见过？这里地处京城外界也不繁华，别说是权贵了，就连商家都很少了。这里只有一些做小生意的平民们。哪里来的公子哥？看你穿的人模狗样，家里应该不差钱。既然你想替这小娘庙出头，充英雄救美的好汉，那就连他的份一起交了，100两雪花银，少1个子儿。大爷，我今年要砸了个茶楼，还要把你身后那个小娘子一起押走抵债。等会儿要是拿不出银子，就把他的腿打断，扔到城外的乱葬岗喂野狗。我是何人？红莲魔教的圣女，何等受过如此调侃？如果放在平日，对面现在早就是一具尸体了。算了，若是出手，京城恐怕就待不下去。这小子肯定也隐瞒不了了。飞熊帮的记忆，从开始修炼到现在，我不说对这京城内部有多了解，但大大小小帮派也都听闻过。这飞熊帮也是其中之一，盘踞在城南一角，并不是一个很强的势力，要不然也不可能窝置于这京城的外围，连核心地带都没有进入。你也不打听打听，城南这一边平日里是受谁罩着的？银子我确实没有，不过倒是有几件礼物可以送给你们。礼物？什么礼物？如果对面能赔偿珍贵的首饰之类，也完全值回价格。随手一拍桌子，几只普通的茶盏就能凌空飞起，洞穿人手。这种手段，此人绝对是一名入了品的武者。我连对方是怎么出手的都没看清，自己的一只手就废了。各位，不知道这份礼物可还行？你敢伤我们？小子，你摊上大事了，你死定了！哦，是吗？你是在威胁我？你想干什么？你别过来！我警告你，这里是京城，天子脚下，杀人是要偿命的。你要是敢乱来，6扇门的官爷绝对不会放过你。叶混帮的地痞流氓打不过了，竟然搬出朝廷的律法来当挡箭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何人敢在京城闹事？他叫萧文若，在这京城外城当了10几年差，隶属于6扇门麾下的巡城司，也算是捕快之一，负责看管外城的安全。萧部长，你可算来了！萧部长，有人当街行凶，你看看，把我这手给废的，这简直是不把大魏律法放在眼里，不把巡城司的各位官爷放在眼里。飞熊帮城这趟一片地界横行霸道，收保护费、欺男霸女的事没少干，麻烦了。这年轻人若不是非富即贵，那就是对自己的实力极为自信。他们这些刚入品的武者，真要打起来，恐怕会先失了性命。但没办法，人家背后有靠山。逢年过节，飞熊帮给巡城司衙门送的孝敬银子也从来没断过。拿人手短，吃人嘴软。我平时碰到许奎惹事，向来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今天这情况不用问也知道，肯定又是许奎这帮人在这敲诈勒索，结果踢到了铁板。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大魏朝廷对民间武者管仲极严，平民武夫胆敢在天子脚下重伤他人，一旦被官府拿住，轻则关入牢房，重则直接打入死牢。巡城司的这帮人，平时跟那些帮派分子本就沆瀣一气，现在许奎恶人先告状，局面简直糟糕透顶。
陈公子也是为了护我才出手的，我绝不能看着对方被寻城司带走。这次恐怕得亮出自己文心堂的身份，先把人抱下来再说。大不了回去被老师责骂一顿，花些银盐去京兆营衙门上下打点一番。这是什么情况？莫不是怕牵连于我？他以为我是怕他开口，引得最近文心堂风气更加不好，却不知我只是不愿暴露两人之间的关系而已。你刚才不是挺能打的吗？会打有什么用？在京城讲的是势力，是背景。小捕头，快把他抓回大牢！目光短浅，也不知道是怎么活到现在的。本来轮休出来喝个茶，非要遇到这种扫兴的事。这位兄弟，如果你没有合适的理由，恐怕得跟我走一趟衙门了。飞熊帮好大的官威，蜷缩于外城之间，竟然颠倒黑白。这句话可有些不对劲了。镇魔司这3个字在外城代表着什么？别说是飞熊帮的一个堂主，就算是他们帮主亲至，这些都跪着不配。卑职巡城司捕头萧文若，不知大人在此办案，惊扰了大人，还请大人恕罪。萧捕头，你这是干什么？他当街行凶，你闭嘴！瞎了你的狗眼！连镇魔司的大人你也敢冲撞？你是有几个脑袋够砍的？飞熊帮，去他娘的飞熊帮！今天就算是大罗金仙来了，也救不了这王八蛋！来人，把这群冲撞大人寻衅滋事的地痞全部拿下，带上众家，直接押入大牢，严加看管。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镇魔司的成员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按大魏律法，关入天牢吧。卑职遵命。大人放心，这等不开眼的宵小，卑职定当严加看管。退下吧。卑职告退。镇魔司，那竟然是镇魔司的大人！我的亲娘呀，难怪下手这么狠。刚才许奎还敢骂他，能保住一条命被抓进大牢，都算是祖上积德了。镇魔司的成员怎么会出现在外城啊？他竟然是镇魔司的人。在我的印象里，镇魔司的官员大多是些满身煞气、权柄滔天的恐怖衙门，与眼前这个清俊出鼻、气度从容的年轻人联系在一起，这强烈的反差让我心头巨震。此贫五夫又如何？在镇魔司面前，七品连个屁都不是。人家只要一句话，就能给自己扣上一顶勾结妖魔的帽子。大人，先前在下眼拙，多有冒犯，还望大人海涵。我向来不在意这种无关紧要的嫌弃。作为红莲魔教的圣女，见惯了江湖险恶和人心叵测，我最讨厌的就是那种优柔寡断、满嘴仁义道德的伪君子。这个狱卒似乎也没有那么坏吗？事情结了，我该走了。今日多谢陈公子仗义出手，清河明道在心。总算能回去了。外头这世道真是乌烟瘴气，喝个茶都能出现这种事情。走了。小姐，我们要不要动用文心堂的暗线去查查他的底细？不必了。可是小姐，他现在的状态显然很满意那种无人打扰的生活。文心堂内部局错综复杂，老一辈为了权势争斗不休，外部势力更是虎视眈眈。现在过得很好，没必要因为我平白沾上这些是非，贸然去查一个镇魔司成员的地细，只会打草惊蛇，把他惹火了扯进浑水里，得不偿失。小姐说的是，不过你许奎这种地头蛇竟敢当街闹事，未必没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往后出行得多调派几名信得过的好手护卫。今日之事，也未必是一场意外。陈哥，今儿不是你轮休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出去喝茶，碰见条疯狗扰了兴致，顺手抓进来了。许奎，好像是飞熊帮战堂的那个人。陈哥，这人我好像听到过。镇魔司的人送进来的。怎么，飞熊帮打算来天牢劫狱？那确实也不敢。纵使给这些帮派10个胆子，也不敢直接劫狱。抓老子出去！等我大哥来了，把这破牢房给平了！周围路过的狱卒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全当是听狗叫。是你？谁能想到，居然会在牢中遇到此人？
弱的囚犯。许奎可以说是我观察到现在为止最弱的一个囚犯，别说是境界了，就连修炼的功法都没有，就纯纯只是一个仗着体格子壮的普通人。我原本以为只是个欺软怕硬的街头地痞，可犯下的罪孽却是如此深重，看来所犯的事情不小啊。大人，小人瞎了狗眼，求大人高抬贵手，把我当个屁放了吧！大人，银子，小人有银子，只是300两，全交给大人，只求您给条活路。出去之后，小人必有重谢。300两，钱财对于我现在而言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而这种贿赂，我自然也不可能接受。你别欺人太甚！我告诉你，别以为你是镇魔司的人就可以随便抓人。我秦哥是许山，飞熊帮战堂堂主，手底下有上百号兄弟。你要是敢在牢里动我一根石头，我哥绝对不会放过你。我哥若来了，你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这道声音在天牢算是不寻常了，因为此刻已经到了深夜，大多情况下天牢内部是不会再进人的。这又是哪个倒霉蛋被抓了？不知道，看情况他伤得很重啊。在丁字号牢房，所关押的人大多犯事都没有那么深，能以重伤之躯进入牢房的囚徒倒是少得很。陈哥，刚送来的犯人，听押送来的捕头兄弟们说是跟您有关，您看关哪间合适？跟我有关？经脉寸断，武功废除，看来是被人给专门整废了。就这间吧，刚好里面有个飞熊帮的，凑个伴儿，省得他一个人叫唤的心烦。得嘞。飞熊帮战堂的志士进府。大哥，你醒醒！我是小葵啊！大哥，你看看我！你干的！你居然敢动我大哥！你个小小的狱卒，飞熊帮绝对不会放过你！我要剥了你的皮！放肆！你看，你哥这不就来陪你了？你还指望你们那个帮主呢？这人就是你们飞熊帮帮主亲自打废了送过来的，好大的胆子，连镇魔司的大人都敢惹！你们那个帮主倒是个聪明人，怕牵连帮派，当着6扇门捕头的面，亲手把许山的4肢打断。要不是镇魔司懒得理会你们这些臭鱼烂虾，这会儿飞熊帮连个活口都剩不下。帮主亲自打废的，送来赔罪，对方根本不用亲自动手，单单镇魔司这3个字的消息，就压得整个飞熊帮低头认命。我那引以为傲的靠山，在绝对的权力面前，连个屁都不是。好好看管，多盯着点儿，别让他们死在牢里。陈哥放心，绝对让他们想死都死不了。陈兄弟，好巧。李校尉找我有事？没什么大事，就是刚听底下的兄弟说，你今天在外面碰上了点麻烦。消息传得倒快，许奎在这总监也不到1个时辰，耳朵很灵。哦，哪个帮派？飞熊帮。那个许奎是吧？我看了入牢登记，这人什么来路？犯了什么事儿？许奎在南城仗着飞熊帮的势力强收保护费，纵经一个的8品武者，甚至平日里护短到了极点。今天在茶楼碰上了，他不长眼，带人闹事，巡城司的捕快当场就把人拿了。纵火，逼死人命，这种货色还能在京城活蹦乱闯到现在？外城的6扇门是吃干饭的不成？我清楚，李长风这样义愤填膺的表演成分居多，但也不全是假的。这位新镇校尉是个极其圆滑的人，做事讲究一个师出有名，真要动手也得站在正义的制高点上，办事松散，谁也不得罪。很多鱼觉得他比王校尉好太多了。这事儿好办，许奎兄弟2人罪证确凿，按大魏律法论处，纵火伤人、强抢民女，直接报上去，走死刑快审。李长风这番操作，说白了就是顺水推舟，做个人情。许奎这种货色，杀了也就杀了，对天牢而言连根毛都不算，这份人情不送白不送，那就多谢李校尉了。哎，校尉就生分了，我年纪比你大些，你叫我峰哥就行。我之前知道赵无极欣赏陈然，直接将他任命正式成员。赵百户是什么人？镇魔司的实权人物，狠辣精明，能入他眼的后辈凤毛麟角。最近我也调查了几下，发现此人心境稳重，修炼速度也不慢，怪不得能让赵无极也看中。既然赵无极看好陈然，那提前跟陈然打好关系，那就很有必要了。那就劳烦峰哥了。跟我还客气什么？改天有空，我请你去碧水阁放松放松。天牢里闷得慌，总得找点乐子不是？好，
陈老弟啊，我听镇魔司最近好像派了不少人出去，应该过段日子天牢内会热闹不少。派人出去干什么？我跟你说啊，他们是用不了多少天就回来，你值班时可小心点。雷锋这句话其实就是在提醒自己，这几日加强警惕，小心被妖兽袭击。毕竟内勤部大多的伤亡来源就来自于所关押的囚犯。多谢峰哥提醒，我会多加注意。你别告诉外人啊。哎，这小子倒是奇怪，怎么感觉听到妖兽后反而更兴奋呢？既然镇魔司去猎妖，岂不是过段时间就能再次遇到妖兽了？光是从其身上获得的天网效果就堪比顶尖武学，如果能再叠加上别的天赋，岂不是更加恐怖？随着我关押的犯人越来越多，这镇域天书似乎也发生了变化。是错觉吗？总感觉有些不同。那种被温热内气冲往的感觉，就像干裂已久的河床迎来了一场暴雨，酣畅淋漓。就算只是普通人修炼1年的功力，但足足10年的功力一起叠加，效果也远超常人。5品中期到了5品之后，每1年功力带来的提升，远不如低境界时来的明显。武道天堑，绝大多数普通武者终其一生都卡在7品，连6品的边儿都摸不到。看来普通人的功力到现在这个境界，确实已经有些不够看了。本来突破到4品应该在几个月内，可现阶段恐怕得小半年了。陈爷，您可算来了。有屁快放！昨晚李校尉提审了那个叫许奎的犯人，听说动了大刑，结果那小子没扛住，吐出了一桩大隐情。许奎，那个昨天在茶楼被我随手送进来的飞熊帮泼皮案件，李长风顺水推舟做个人情，给办成了死罪。怎么这背后还有别的猫腻？什么隐情？那许奎说，他昨天去茶楼闹事，根本不是巧合，是有人花了大价钱，指使他专门去针对苏家那位大小姐的。带我过去。陈哥，您来了。谁派你去的？是个男人，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只是前天夜里他突然找到我。特征：很年轻，气质很好，不像是外城的人，出手极大方，一开口就是500两银子，什么都不用做，就是去败坏那个苏家大小姐的名声。500两，就为了让几个泼皮去茶楼闹事，这价码开得太离谱了。而且针对的是苏清河，苏清河修的是儒道，又是圣海才女，诗词流传极广，文心堂更是京城读书人眼中的圣地。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去恶心人，目的何在？他还说了什么？没了，真没了。他只是说，事情闹得越大越好。如果能惹出镇魔司或者6扇门的人，就更好了。惹出镇魔司？那天的茶楼冲突看似是突发事件，实则是个精心布置。如果那天我不在场，以许奎这帮泼皮的行事风格，必然会惹出大乱。到时候经受色损是小事，文心德恐怕都会被卷入一场舆论风暴之中。那个幕后之人，或者说是在下盘大棋。画押，人看好，别让他死了。明白。这个局越来越扑朔迷离了。我虽然人在天牢，但如果京城乱了，恐怕天牢也不会安稳。看来得找个机会把这事告诉苏清寒他了。真没看出来，平时装的那么清高。就是什么圣海才女，说到底还不是个娘们儿。这画像画的真清楚，看那男人的背影，也不知道是哪家公子。文心堂大师姐深夜幽会神秘男子，圣海才女堕入爱海。那背影虽然没有穿镇魔司的制服，但那身锦衣正是我前几天出城时穿的那套。而且当晚双徐开的捕快以及天牢里都知道我那晚就在那条街上，怪不得今天早上赵黑子看我的眼神那么怪，这是专门的算计。有也把这消息脏水泼到了我身上，或许是为了污蔑苏清河人设，也可能是想打压出来文心堂。可是只要发出来，这些普通百姓们可不会在意真假。哎，我昨天好像还看见了，我见到6扇门捕头都对他极为恭敬，估计是大公子。说什么才女，还不是最后投身于权贵了？就他还是文心堂的大师姐呢，真是糟蹋名声。可不呢，后面都将他身份给传得天花乱坠，就差说成大魏皇子了。既然你想玩，那最好祈求自己能藏好了，别让我逮住。
陈兄弟，上面公文下来了，乙字号那个李洛，今天午时3刻行刑。李洛，修炼曾在顶尖横练功法琉璃金身诀的前朝廷隐秘组织成员。这人极度危险吧？小心点，别靠太近。明白。陈老弟啊，今早之事我已经叮嘱过手下不要乱讲，等这阵风头过了，应该就好了。李长风所说之事，自然是那则传闻消息，明眼人都能看出，我只是被无意卷入漩涡的一员。毕竟二人身份天差地别，根本不可能有任何交集。没有想到这位李校尉居然这么贴心，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但确实帮助我延缓消息了。多谢峰哥帮忙。这哪里算帮忙？等风头过了，哥哥我带你去碧水阁点最漂亮的花魁，好好放松一下。空气仿佛变得严重，低沉的煞气弥漫声逐渐增强。上路饭，吃吧。嘿嘿嘿，断头饭，小子，你知道我等这顿饭等了多久吗？第2计，完，琉璃金身将息，朝廷秘辛玉土。午时3刻，行斩开始。第3计，敬请期待。君のおかげで私を見つけられたんだ，クソ野郎！哎呦我去，吓老子一跳！你还没死啊？お前、俺がこんなに長い間潜伏してると思って上に人間がいないと思ってんのか？死なせるつもり？簡単にはいかんぞ！哼，你一个倭寇，被我发现了身份，还敢这么嚣张？怎么，还想挨巴掌是吗？バカ珍山！すべてあなたのおかげで、この恨みは私がメモしました！怎么，看你的样子，好像要把我吃了？我就站在这儿，有本事你来啊！略略，打不着，打不着，气死你，气死你！バカ！区区倭寇还想染指我泱泱大国？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把你们淹死！操！果然上当了。バカ人連、鍵が落ちても知らない。やっぱりバカだ。あなたはただ。我是你爸爸。お前は一体誰だ？どうして私を弱い受精に困らせるの？弱妮子，你他喵的满嘴倭寇话，我打你有毛病吗？我了个豆，这我倒是忘了，说顺嘴了。说，你潜伏我大魏多年，上头保你的人是谁？あなたは金山です。わざと鍵を置いたのか？现在才知道，晚了。金蓮、あなたは人をいじめるあまり、今日はあなたが死ぬのではなく、私が死ぬのです！死ね！バカ！はい！私はこの条件反射が嫌いです！这就是你们倭寇的条件反射嘛！真是蠢到家了！あなたは金山、今日は死な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私は自分の証言を犠牲にして神宮本武蔵に蓬莱してこの人を切ってもらうようにお願いします。今日は奥国一族忍者の神の殺しの一輪斬りをお見せします。
哟呵，看来那我也要拔刀了。注意看，这一刀会很帅的。倭寇除尽日，天下太平时。死！これはありえない。小さな極造がそんな力を持っているはずがない。終わった。寿命が尽きた。死ぬんだ。でもまだ悔しいよ。やめてやめてやめて呀哈，我好像还没给新来的那个死囚送饭呢，那可是断头饭，这事儿可不能忘了。吃吧，吃好了好上路。我13岁被暗卫挑中，16岁开始替朝廷杀人，20年，我为他们干了多少见不得光的脏活？活下来没错，但是你自己选错了路。那帮坐在高堂上的老爷们，需要我的时候叫我一把好刀，不需要的时候就随便安个罪名来处理我。他们错怪了我，也不该指派那几个人来追我。我反杀了他们，隐姓埋名躲在城内数十年，可结果呢？凭什么？我只是想活下来，我有什么错？我还不能死，只要杀了这个狱卒，抢了他的钥匙，就可以逃出天牢。我操，这什么情况？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潜能爆发，殊死一搏？给我赔难吧！看起来退无可退，既然如此，那我就不退了。肉身强度，还怕你？什么？我感觉自己的拳头像是砸在了一座矗立远古的铁山上。这难道是琉璃金身功？难道这狱卒是组织内部的人？你暂且留你一口气用来交差，上路了。人带到了。带走。检测到囚犯吕洛已死亡，参与度高，亲手镇压其反扑。结算完成，获得奖励，功力5年，获得奖励琉璃金身功感悟经验。5年功力，对普通人来说，这需要日夜不堕的苦练1800多年，而我只用了1刻钟的等待，加上这5年，我的总功力达到145年。像我这样的人，在那个组织里应该还有很多。这俨然就是一个巨型的刺客组织，专门替大卫处理一些见不得人的脏事。怪不得李洛会遭人追杀，一个5品高手说杀就杀。这组织还真是冷血。花雨楼这个组织有点意思，虽然境界依旧停留在小城，
但这门顶尖横练的底子已经被彻底夯实，我的肉身防御力再次拔高一个台阶。哈哈哈哈！这是我顺着横练与天牢这2个线索，连日追查刚刚端掉的一个帮派据点。可这些人虽然与天牢有些许关系，可也大多都是金钱上的来往，根本跟那个神秘高手没有半分线索。或许自己的调查方向也有问题。难道那个人是某个世家的人？这段日子来，案子倒是办了不少，但是实际进展倒是没有多少。押进去！我与天牢的人本就不熟，这些人大多圆滑世故，办起事来推三阻四。我曾经跟陈然接触过一段时间，这陈然虽然心性懒惰，可在办事方面还是不错的。这些人就交由你负责关押入库了，这是卷宗。这女人怎么又盯上我了？倒霉！林捕头放心，小人这就去办。老陈，你跟林捕头到底啥关系啊？是啊，这可是大肥差，关押这么多犯人，功劳可不少。哪有什么关系？估计是林捕头看我办事还算妥妥吧。陈然这小子绝不简单，定是抱上了林捕头的大腿了，真是羡慕啊！这些关押的囚犯全是以横练为主，估计也能辅助我修炼更深一步，正好用这些人的武学来映照我的琉璃金身功。也不知道朝廷是从哪个门派夺来的正宗武功，居然直接财大气粗地发放给了组织成员，真是大手笔呀！看好他们，若有差池，唯你是问。老陈，你可真是深藏不露啊！你知不知道林捕头马上就要高升了？哦，升官？他不是已经是营长捕手了吗？嘿嘿嘿，这你就不懂了吧？我可是听六扇门那边的兄弟说，因为这次官银案办得漂亮，上面有意提拔林捕头为金章捕头。金章捕头？那可不，金章捕头啊，那可是六扇门的核心人物，权限大的惊人，据说地位堪比咱们天牢分部的统领呢。不仅如此，金章捕头甚至能直接调动镇魔司的部分人马，那威风！这林婉升职的速度未免也太快了些，看来那官银案牵扯甚广，功劳极大。而且我听说林捕头升官除了功劳大，更重要的是他背后的背景。我早就猜测林婉来历不凡，果然没错。背景？什么背景？能让一个年轻女子升得这么快？你可知道大魏皇朝的4大门阀世家？大魏立国之初，有4大门阀从龙有功，根深蒂固，权势滔天。那4大门阀中有一家便是姓林。我有个表哥在镇魔司门口当差，他亲眼看见过咱们那位平时眼高于顶的赵无极，在一个林家长老面前，那可是点头哈腰，跟个孙子似的。怪不得林婉一个六扇门的银章捕快，能随意进出天牢这等重地，原来是出自林家。这种从龙功臣的家族，底蕴深不可测，谁敢轻易招惹？所以啊，老陈，你可是攀上高枝了。以后发达了，可别忘了拉兄弟们一把。好说好说，都是自家兄弟。我现在的处境有些微妙，李洛已死，花雨阁的线索暂时断了，但暗处的危机并未解除。随着文心堂新闻传播开来，自己这边越来越引人注目，仿佛被推到了聚光灯下。光是回家那一段路，我就已经感受到了不少同僚好奇的目光。而且更让我头疼的是屋里那个烫手山芋。
杨梦离自从封印解除后，就一直藏在这小院里疗伤。现在他的伤势已经完全恢复，继续留在这里，或许不是一个好选择。是时候让他离开了。我被救出后，陈然除了给我送药送饭，极少与我交流。你找我，今日突然主动来找我，让我心中不禁升起一丝防备。这几日我已经领教过这个小狱卒的手段，深不可测，冷酷无情。我一直怀疑陈然不会把我交出去领赏，或者是对我有别的什么企图。坐吧，我们谈谈。你休养这么多天了，也该是时候上路了。不用多想，我只是来通知你，你可以走了。走？我本以为陈然费尽心机救我，必然有所图谋，觊觎我魔教圣女的身份，或者是贪图我身上的功法秘籍，甚至是垂涎我的美色。但现在，他竟然就这么轻飘飘地说让我走。怎么，舍不得这里？你的伤势已经恢复，继续留在这里，不仅对你无益，反而会给我带来麻烦。你真的肯放我走？腿长在你身上，门也没锁。不过，我得提醒你一句，你体内已经被我种下了血种，这不仅是治疗的手段，更是控制你的禁制。只要你向任何人提及关于我的只言片语，血种就会立刻爆发。届时，你浑身精血逆流，神仙难救。陈然并没有在虚张声势，体内那一丝蛰伏的红芒，却是受制于眼前这个男人。在这个尔虞我诈的世道，这小狱卒能守住秘密，不仅救了我的命，还将自由还给了我，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奇迹。至于那禁制，换作是我，为了自保，恐怕也会这么做。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明明实力高强，掌握着魔教功法，可却愿意偏居一角。明明可以控制自己，却又轻易的放手。我只是个想活得久一点的普通人罢了。陈然，你这般隐忍苟活在这天牢之中，难道就没想过干出一番大事业吗？这大魏皇朝早已腐朽不堪，气数将尽。你若随我回红莲魔教，我可保你一世荣华。到时候推翻大魏，你便是我教的功臣，甚至封侯拜相，也未尝不可。皇族血脉的震颤，作为前朝皇室的最后血脉，红莲魔教的圣女，我有底气说出这样的话。更何况，我还有最后手段没有使用，而且直觉告诉我，眼前的这个小狱卒绝非池中之物。若是能将其招揽入麾下，绝对是一大助力。公主殿下，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你背负着整个前朝皇族的意志，背负着拯救苍天的宿命，那是你的道路。而我不过是一个胸无大志的江湖散客，能在京城这弹丸之地有一处容身之所，每日当值混口饭吃，就已经很知足了。道不同，不用强求。或许我们有一天还会再见。看来我恐怕是无法说服这个男人了。既然如此，那我也不勉强。
公主殿下，下次可别再被抓进天牢了。我可是很期待你能成为下一个女帝的。在这冰冷的京城，在这危机四伏的复国路上，这句带着几分调侃，却又仿佛带着某种期许的话语，竟让我那颗冰封已久的心泛起了一丝微弱的暖意。若真有那一日，我起事成功，颠覆了这大魏江山，我必定会给你留一个好去处。看来要有大事发生了。这京城的风似乎越刮越大了，那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号报号外，魔女脱逃，文心堂反击，同文豹房被曝光。镇魔司恐怕永远也找不到那位失踪的统领了。不过这第二条消息倒是大快人心啊！我就说苏才女是被污蔑的吧？放屁！你小子昨天说的最欢了。这里还真是异常忙碌啊，还是啥也不干舒服啊。什么澄清？我看就是狗急跳墙的伪造。这个地方不错，很适合感知周围的一切。天王，嗨！这种感觉真是太奇妙了，就好像是元神出窍一样，而且感知的范围远超从前任何一次。包子，热腾腾的薄皮大肉包子，听说了吗？王寡妇昨晚隔壁老王放进去了，那动静，你少搁这扯淡！明明是街头的杀猪匠老李，我亲眼看见的。你放屁！我昨天可亲眼所见王寡妇在茶楼喝茶呢，一整晚都没有回家。这京城市井百姓的日常，还真是丰富多彩的出人意料。注意力如同收束的光束，全部集中在同文豹房所在的原落方向。文心堂，苏景和。就是要看厉害。这个问题是，说不定这种厉害是来着跟自己说事。李管事，文心堂那边的反顾实在太猛了，连咱们收钱的明细都抖出来了。咱们的账目如此机密，怎么会泄露出去的？慌什么？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
上面那位大人有交代，不管用什么手段，必须把文心堂的名声彻底搞拙，绝不能让他们有翻身的机会。通知下面的弟兄，加大力度，继续印发加急小报。可是，李管事，咱们动作搞这么大，万一打草惊蛇，惹出苏清河昨天交流的那位怎么办？听说那天在城内，就连六扇门的捕快都对其恭恭敬敬，那可是镇魔司的大人，咱们这小身板可顶不住人家一巴掌。哈，大人，真是笑死老子了！我早就花重金派人去镇魔司那边打听过了，那天跟在肃清丸身边根本不是什么高层公子，不过是个镇魔司内勤部的负责监管囚犯的家伙而已。真的？当然是真的。一个在天牢里看门的混子，每个月拿那点微薄的俸禄，能掀起什么大风浪？估计也就是那天瞎借着镇魔司的名头狐假虎威罢了。这种小角色根本不足为虑。现在的任务是服务好上面，只要办妥了，咱们就能赚到一辈子的钱。李管贵说的对。光是这几日的赏金就够我们开张3年了，都不敢想后面该怎么花吧。原来如此，是我想多了。到时候结束，我请大家去城内最好的酒散喝酒。这群家伙算盘打的倒是挺响。今天虽然被文心堂强势反咬了一口，但我自认为应对得当。不仅稳住了局面，上面的大人物甚至还额外奖赏了我一笔辛苦费。只要这笔沉甸甸的银子赚到手，管他什么京城才女不才女的。这位好汉，是不是认错人了？我身上带着些散碎银两，你要是手头紧，只管拿去。谁指使你搞文心堂的？完了，寻仇来的。我听不懂好汉在说什么，什么文心堂。我全说，是一个戴着斗篷的人找到我的，他给了我几百两银子，让我找人在街头散播文心堂的谣言。我真的没见过他的真容啊！他出手极其阔绰，给的全是京城最大钱庄的通用银票。好人，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我也是拿钱办事。出手阔绰，说明对方起码是京城里的富贵人家，但对付一个文心堂却只能用这种泼脏水的下作手段，这就证明对方本身并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实力，只能依靠市井流言来达到目的。畏畏缩缩也不敢露面，此人一定极其阴险。大侠饶命！我发誓以后再也不接这种活了，我马上滚出京城，绝对不把今天的事情说出去半个字。可惜你选错了路，你不该出那篇报道的。你是魔教中人？我体内的魔功竟然已经达到了如此恐怖的境界，
这下以后做事可就方便多了。李管事，凶多吉少。想到最近针对文心堂的那些动作，这是有人来找我们算账了。咱们还是主动点吧，不然必有性命之忧。都是李哲那个天杀的畜生逼我们干的！我们也是被逼无奈啊！杜小姐明鉴。哦，原来是这样，我就说苏才女是被冤枉的。那个李哲真是个畜生！文心堂被陷害了！文心堂被陷害！陈哥，这是苏家那边派人送来的东西，说是务必亲手交到您手上。我虽然认不出这些丹药的名称，可是也能看出这不是什么凡俗之物。这些东西对普通人来说或许只是延年的补品，但对于武者而言，却是能够实打实拔高修炼速度、补充气血消耗的战略资源。在市面上，这种品相的老药根本是有价无市。文心堂的弟子虽然大多手无缚鸡之力，不通武道，但他们编织的关系网却遍布整个朝堂，有不少人在6部9经中身居高位。想要搜刮这种武道资源，对他们来说不过是动动嘴皮子的事情。苏清河很聪明，他没有送什么文人雅士喜欢的字画古玩，而是直接送来了最需要的修炼资源，真是苏清河也。这人哪怕是刻意收敛，举手投足间也带着一股子常年在刀口舔血的凶悍之气。这些人绝非善类，武林人士，而且数量相当庞大。短短一炷香，就看到不下4、5波，这要比当初我所见到武林人还要多。哎，陈爷，你有什么吩咐？最近京城里，江湖人怎么越来越多了？哦。陈爷，您有所不知，这不是马上就要到3年1度的文心大会了吗？每到这时候，都是由文心堂牵头举办，声势浩大。苏小姐就是在当时靠诗词得了魁首呢。哦，还有此事？对呀，而且不仅是各地的才子佳人齐聚京城，就连不少江湖上的武林人士也都跑来这次大会的首名。听说仅能得到朝廷的奖赏，还能进入文心堂的藏书阁待上3天呢。行了，你下去忙吧。哎。表面上看，这一切都顺理成章。诗词大会吸引了大量的目光，江湖人来凑个热闹也说得过去。不过，风花雪月是假，这些刀口舔血的武林人士，可不会对什么诗词科爱感兴趣。他们真正图谋的，估计还是绝世神功出世的传闻。天牢估计也要热闹起来了。掌柜，结账。哎，陈爷来了。
上品养血丹。我帮苏清福解决了文心堂的麻烦，对方立刻就送来了我最需要的武道资源。果然，还是吃软饭来得快。这位苏家大小姐不仅手腕了得，财力更是惊人，是个实打实的富婆。相比于去天牢里一层层剥那些穷凶极恶犯人的羊毛，这种合作奖励显然要丰厚得多。御天术，阵阵御天术。您已坐镇天牢数日，奖励5年功力，宿主陈然累计功力150年，可调用功力5年。功法：化功大法小成，黄虎刀法大成，红莲业火经大成，归西功圆满。距离上次在巷子里出手，已经过去了5天，我的实力也再次上涨了一截。150年的功力，距离突破到5品后期也没有那么遥远了。天书加点，是否花费5年功力提升功法黄虎刀法？是。这刀法练起来，竟丝毫不知疲倦。虎虎生风，霸气异常。2刀、10刀、100刀，太爽了！5年磨一剑，今日剑意归鞘。这是真御天书的保护机制，直接剥离了那种日复一日的枯燥与痛苦，只保留最纯粹的武道感悟。否则，若是真让人的精神去经历100年、1000年的闭关苦练，哪怕意志再坚韧，大概率也会直接疯掉。原来，疯魔的代价远比死亡更可怕。100年苦修，1000年孤寂，便是神魔，也难免道心溃散。所幸，我还是我。你修炼若有所感，功法狂虎刀法大成，狂虎刀法圆满。姓名江梦离，境界5品通脉，状态已遁逃。提示：若能再次将其逮捕归案，参与度将大幅提升。生平：前朝余孽，最后一位幸存的帝王血脉，试图颠覆大魏皇朝。有意思，亲自主捕，大幅
负提升，只要被录入天书，哪怕逃出天牢，因果线依然存在。这机制摆明了是鼓励我去把逃犯再抓回来薅一次羊毛。很微弱，只能勉强感知到一个大致的方位，指向极南之地，距离极其遥远，起码在数千里之外。跑得倒是快。圣女，圣女，圣女，怎么了？圣女，各位长老和坛主已经等候多时了，一会儿的回归仪式，教内的兄弟们可是期待已久。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们在圣海的案子就可以全部启动。怎么回事？胸口深处的某处穴位，怎么传来了酥酥麻麻的感觉？是他吗？相隔数千里，他却依然能感知到我的存在，真是好一个魔道手段。圣女，走吧，也该让世人见识到红莲魔教的态度。此大会休兵！快走，磨磨唧唧的。嘿！官爷，您这身板也不行啊！就是脚步虚瓢，脸色蜡黄。你们在天牢里不会是天天吃糠饭菜吧？连给爷爷挠痒痒的力气都没有，还学人家挥鞭子。你们这群反贼！怎么？各位是觉得外头太阳不够毒，想在这广场上操练操练？陈哥，今天这日头太毒了，您金贵可千万别晒着。去，一边待着去，打个黑伞，别整得我跟什么欺男霸女的大反派似的。好嘞，陈哥您教训的是。陈然，镇魔司内勤部的新贵，这小子明明是个内勤，却不老老实实在暗部库里待着，反而经常跑到前几层，跟这些底层狱卒混在一起。这陈然不仅深得百户赵无极的赏识，最近更是抱上了那位冷面神仆林婉的大腿。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陈然飞黄腾达，升入内勤部高层，不过是时间问题。怎么，方大虎？你对我们天牢的招待不满意，想闹事？陈大人说笑了，小人不敢。不敢最好。进了这天牢的门，是龙得盘着，是虎得握着。你们这身皮肉再硬，也硬不过镇魔司的铡刀。都给我老实点，滚进去！若是再让我看到谁敢撩蹶子，下一次抽在你们身上的可就不是牛皮鞭了。是，陈大人的教诲，小人一定铭记于心。行了，把人带进去，按规矩收押。多谢陈大人。犯人方大虎已收押，正在结算参与度。犯人李小洛已收押，正在结算参与度。你收获了功法铁身功的修炼经验，你收获了功法金刚功的修炼经验。这批被林婉抓进来的帮派分子，大多是底层苦哈哈出身，他们修炼的都是一些打磨皮肉的粗浅功法，因此
系统结算的奖励，清一色全是横练功法的经验碎片。你实力又变强了。这种程度的气血波动，起码已经是8品后期的境界了。若是能再进一步，突破到7品，那就算是放在整个内勤部，也绝对算得上是一把好手了。运气好而已。这段时间食堂的伙食不错，顿顿有异兽肉供应，再加上之前在武道上的积累，昨晚练功时侥幸突破了一点。我的天，你这突破速度真是万里无一啊！想要在天牢里混得开，想要进入更深层的牢房去接触那些高阶犯人，没有足够的实力作为敲门砖，是绝对行不通的。正巧你调来这前院当值也满1个月了，按照规矩可以去库房领取这个月的月俸了。我跟你说，咱们内勤部的月俸可跟外头那些普通衙役的碎银子不一样，除了银钱，那可是有实打实的丹药作为补贴的。你刚突破，正好能用这些丹药稳固境界，加快修炼进度。丹药？走，我带你去领。这是镇魔曾专门为中低阶武者配置的秘药，蕴含着极为精纯的气血之力，对于下3品的武者效果很大。不过对于我现在而言，倒是没有那么重要了。这是我根据琉璃金身宫中的秘方专门调配的淬体药浴，不过光是这1桶就花了我近100两银子，怪不得古代讲究穷文富武，一般人还真修炼不起。还真他喵的疼啊！看来所有药力都已经被我的肉身吸收榨干。要想加快修炼横练功法的速度，也可以将药浴提起日程了。现在这么晚了，谁又会专门来打扰自己？你找何人？是陈公子吗？是。最近诗词大岁即将开始，我家小姐托我来邀请您，若是感兴趣，可以来看看。诗词大岁？对的，陈公子，您到时候如果想要观赏，可以凭借此请柬直接入内，享受到尊客的待遇。邀请吗？
有机会我会去的。客官，里面请。这可是上一届魁子亲笔，过段时间可就买不到了。你这东西是真的吗？那是当然，当初那还未夺得魁首的俊才，家境贫寒，平日就靠给别人写书赚钱养家，在整个京城都赫赫有名。客官，您应该是不知道，他当初留下了不少亲笔，我们这里就收录了几个。哦，是吗？我这一路修炼而来，全靠着自己的一步步努力。这4个字，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好一份天道酬勤，这我要了。好嘞！我这般前来自然不可能是原貌，此次也乔装打扮了一下。这易容术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强大，果然不能小看这世人。就算是3教9流的手段，也有独特的见解。公子，您最近出门可得当心些。最近这京城来了好多带刀带剑的江湖客，一个个凶神恶煞的，连官府的捕快都不敢管，乱得很。蝼蚁的挣扎也敢在本座面前聒噪。想要活路，先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资格。你看，这世间万物皆可为我所用，包括你。少主，那卷失传的文心堂秘录就在那老匹夫的袖中。哦、Bring it to me。京城的万家灯火，很快就要变成一片鬼火了。有从东洋舶来的新奇器物，也有号称佛家大师开光过的年珠。这些东西倒是不贵，不过真假就只有天知道了。跟前世的打火机倒是一个作用。这个世界的科技发展倒也不慢，一些墨家的机关物，我曾在镇摩斯的卷宗里看到过记载。那些顶级的机关道物，内部装载着大量的火铳枪炮，一旦发威，别说是普通人了，就算是有修为在身的武者，若是被正面击中，也得掂量掂量能不能留下一具全尸。妈妈，你看，好漂亮的烟花！哦，那是文行的开幕仪式。快走，我倒要看看今天有什么新变化。我认得他，那是文心堂的周敬之，周夫子。啊！没想到这种大人物也会亲自来看。你不知道了吧？这次可与往常不同，此次的魁首除去能入职官府外，还能接受周夫子的亲自教导。啊！我的天，那可是一位大儒的亲授，起码抵得上数年苦修了。
师姐，师姐，不好了，师姐，门下好多弟子都联系不上了。是哪几个？余生、朱月、魏昭明，他们从昨日到现在一直都是失联状态，根本不知道去哪里了。这段日子里，针对文心堂弟子的风波越来越大，有不少弟子在暗中受到了迫害和威胁。直到朝廷专门派人保护，这个情况才稍微好转了一点。难道说，他们是为了老师那本翻译图录来的？不应该啊，那根本不是原本，就是翻译的残本，就算拿到也没有用。将这个消息立刻通知老师，并且通知镇魔司与六扇门，让他们再加派人手过来。是。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看来今晚不会太平了。快看，是六扇门的林捕头！我现在变了容貌，又隐藏了气息，除非主动出手，否则对面绝对认不出来我。林捕头，这边请。周夫子交代过，今晚的安保就有劳六扇门的各位了。职责所在。不过，今晚这阵仗似乎比往年要大得多。林捕头好眼力。正阳剑宗贺凌风，奉师门之命，特来文心堂观礼。原来是正阳剑宗的高徒。正阳剑宗乃是江湖上的名门正派，门下弟子向来以行侠仗义为己任。贺少侠不在宗门清修，怎么有空来凑这诗词大会的热闹？实不相瞒，近日京城暗流涌动，有不少邪魔外道潜入，家师担心文心堂有失，特命我等前来照看一二。看来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正阳剑宗的真传弟子，六扇门的名捕。这下倒是有好戏看了。少主任心万人显身，是魔一门的人。左边那个干瘦老头，魔鹤萧鹤回，他10年前不是被镇魔司通缉了吗？怎么还敢回京城？看来诸位对我们的到来颇有微词。蝼蚁的戏码也该落幕了。华少主还是这般好雅兴。周夫子，大家都是聪明人，交出那门功法，我们立刻转身出城，绝不在此多造杀孽。老夫身上根本就没有你们要找的物品，你们这些魔教妖孽，
是要与大魏朝廷撕破脸皮吧？老夫气力不济，接下来这平叛安民之事，便有劳二位了。夫子言重了，既然撞上了，我辈修士自当替天行道。我就说嘛，师父让我下山来京城，准有架打。哈哈哈哈哈！好凝实、好霸道的浩然正气，不愧是大魏朝堂上的大儒。但在这种拉锯战中，儒道修士反而是最难朝的。夫子暂且退避，大魏律法所在，六扇门自会料理这些恶徒。一群过街老鼠，也敢潜回京城造次，真当我六扇门手里的把生肖不成？你这女娃娃，刀法倒是练出了几分火候。老夫在南疆躲了这10年，大魏倒是养出了不少好苗子，只可惜今日要折在老夫手里了。六扇门听令，接天罗地网阵。遵命。我的老天爷！1个、2个、3个，足足8个银杖捕头。六扇门这是倾巢出动了吗？快别看了，赶紧逃命吧！这根本不是我们能凑的热闹。痛快，太痛快了！在山上天天被那些规矩束缚，今天总算能战个痛快了！哈哈哈哈！见鬼，这莽汉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我想起来了，10年前，正阳剑宗那位老怪物收了个关门提子，号称100年难遇的纯阳剑体，难道就是这小子？生死搏杀，还有心思交头接耳？万日剑！挡不住！快退，去找华少主求援！那群魔雕娇孽出场排场挺大，但真对上六扇门这种国家机器，底蕴还是差得太远。何况那边还掺和进来一个开挂一样的正阳剑宗弟子，不需要我出手，六扇门也能收场。检测到逃犯缺无花，目标状态极其活跃，正在京城制造严重杀戮，罪孽深重，请宿主将其抓入天牢当中。注意，若由宿主亲手逮捕，可获得大量奖励。看来今天得加个班了。六扇门的诸位，真要追得这么紧，当心把命都在这黑灯瞎火的巷子里。
少废话！纯元！该死的六扇门怎么这么难缠？我今晚扬名的计划彻底毁了。还请枭兄助我一臂之力，只要我能脱困，之前答应的报酬翻倍。华少主倒是大方，这小子交给我，你赶紧走。贺凌风，江湖路远，咱们有缘再见。休想逃！观日剑！不用这么瞧不起老夫吧，华少主，你且放心离去。那就劳烦枭兄了。何人惊扰本座静修？就有是混子！那一刀若是劈向我，下场绝对更惨。我不能留。想走？道宗一刀重创6品魔门真传，一刀又秒杀5品老牌邪修，用的还是最基础的刀法招式。这等化腐朽为神奇的手段，绝对是货真价实的刀宗。京城这潭深水里，什么时候潜藏了这样一条过江猛龙？连6扇门的人都不认识他。若是这位刀宗对朝廷抱有敌意，今晚在场的所有人，恐怕都不够人家一刀砍的。官府的人，大半夜的，在此地吵闹什么？回禀前辈，今夜魔教妖人作乱，我等奉命在此缉拿要犯，惊扰了前辈庆修，还望前辈恕罪。既然是魔教之人搞出的动静，那就将其拷走了。多谢前辈谅解。
魔门赫赫有名的天才，仅仅是因为路过，惊扰了那位刀宗，就落到这般田地。这逮捕过程还真是与众不同啊！检测到宿主亲手重创，并促成逮捕犯人缺无花，参与度极高，正在结算因果奖励。获得奖励：魔音真功修炼经验15年，魔音门绝学9幽噬魂曲熟量殿同步，3年精存功力。没想到，仅仅是重创对方，交由六扇门逮捕，天书竟然也直接判定结算，而且奖励如此丰厚。谢谢。这种浩谈如渊的压迫感，我只在正阳剑宗那位闭关的大长老上感受过。可现在，面对眼前这个神秘人，我感觉自己的功力就像是细小的湖泊，而对面则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汪洋。谁能想到，京城那位林捕头居然已经突破了境界，年方不过20，就迈入了五品通脉境界。这样下去，我们都得死，分头跑！想逃？真当这京城是你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那个地方是宋晨宋捕头负责的区域，正阳剑宗的那位亲传弟子也在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怎么会有这么强的气势？那边有人打起来了，好强大的武学真意！到底是谁施展的武学？这种功法，这种气息，错不了，就是他。九幽噬魂曲，很有意思的武学。这门魔音门的绝学，不同于普通武学需要打磨气血、锻炼真气，而是通过淬炼喉骨，让其可以接纳真气，来做到不同的效果。就算是一个普通武者，不论境界多深，只要修炼了这门功法，也能做到阴声幻象，乱人心神。你们还在此作甚？我们见到前辈有所感悟，不敢打扰。哦，那你们走吧。前辈不知名号如何？今夜您帮了大忙，等结束后，我们必有重谢。名号？你们想知道本座的名号？如果回答不满意，自己恐怕……站住！是林捕头，他怎么来了？果然是你。
这么离开！动真格了，难道这位京城名捕跟那神秘刀宗之间有关系？林萧绝，威力，有动静，不对，他突破5品了。终于可以看到此人真正面容了。根据之前对此人的声音印象，我本以为对面会是一个沧桑大叔或是沉稳青年，可此人的面貌竟如此年轻，而且看起来为何如此熟悉？林捕头，林捕头，你还好吗？我还好，怎么了？没事，我们就是看你状态有些不对劲。还有，为何你要突然动手？我虽然想将对面那人捉住，但并不是靠这种手段。况且如果真的下达了通缉令，那性质可就变了。他只能由我亲手逮住。我与那人是旧识，许久没见，便切磋了一下，大家莫激动。这人对决啊！林捕头，魔教众人大多已经逃窜了，那我们就先将这几人关押入天牢当中。好。林捕头，此次魔门入侵结束，我便先回宗门了。谢过正阳剑宫真传出手，此次算是帮我们大忙了。帮忙不敢当，其实到最后跟我的关系也不大。我被那魔鹤萧鹤魁拖住，根本抽不出手。若不是那位刀宗出手，恐怕真要放跑此人了。林捕头，既然你与那位刀宗相识，请替我谢过前辈。若有空，欢迎来正阳剑宗做客。哈哈哈！这次出门游历果然不同寻常，京城果然要比宗内热闹。这次总算是让我逮到线索了吧？这次幸亏有这易容术掩盖，否则可就遭殃了。就算让林婉去查，恐怕也想不到，我这位八竿子打不着的狱卒，竟然会是这晚出手的神秘刀宗。不过，我这九幽噬魂曲倒是补充了对敌手段。声音化形可御敌杀人夺心，这门魔音门真传的绝学，要远远比我想象的还要厉害。不过武功不论是否为魔功，只要能增强实力，那就是好手段。所谓魔功，也只是修炼者走错路而已，跟武功本身并无关系。发生了什么事了？陈哥，今天天牢内部押送了不少魔修，李校尉下令要查出这些人背后的势力，此刻弟兄们正加急加点的审讯。陈兄，你终于来了，快来帮我记录一下。今日登记的犯人比之前麻烦多了。我听说是跟昨夜的诗词大会有关，这些魔修竟敢袭击文心楼的大炉，可不嘛！这些疯子听说了神功消息，什么都干得出来，敢在京城明目张胆的闹事，直接被六扇门给一网打尽了。你昨夜没有去逛逛？逛了，发现有邪修魔修后，我就赶紧撤了。幸亏你撤得快。我跟你说啊，
昨夜京城内部除了魔修外，还发生了一件更新奇的事儿。是吗？除了此事，还有别的隐情？昨晚你听到他们动手的动静没有？我听镇魔司内部说，昨夜除去六扇门外，还有一位神秘高手也出手了。那人一刀挥出，天地变色，身扮猛虎，一刀就震杀了一位五品高手。那后续呢？后续嘛，众人这才惊醒，京城内部竟然隐藏着这么一位绝世刀宗。那缺无花也是惨，本来快要走了，好像是因为扰到了哪位前辈修炼才被逮了。正是本人。最后那刀宗出手后就消失不见，并未留下名号。后来六扇门内部商讨，以百兽之王猛虎之尊给那位刀宗拟了个名号，号称山居。山王，这名号倒是起得挺好听。虎山兽之君，故而称其为山君。那一夜我只施展了狂虎刀法，就被误认成绝学了，倒也契合。名号对于那个身份来说，也只是个表面的伪装。既然那号称山相的刀宗如此之强，我怎么从未听闻过他的名号？这我就不知道了。京城地域辽阔，又在天子脚下，天下能人无不向往此地。你别看平日里京城很平静，但说不定就隐藏着绝世高人。那位刀宗恐怕也是如此。也是。走吧，我看今天的天牢是不太平静了。可不是嘛，昨夜的乱象关了不少人。今天六扇门押送了不少囚犯，现在全都在加急审问。此次邪修入侵京城的影响极大，镇魔司上头也是下了命令，限时3日之内处理完此事，进行结案处理。以我现在的境界，寻常丙丁字号的囚犯已经没多大价值了。我现在更感兴趣的是能被关在乙字号牢房的人物。当初的缺无花也是关在此地。怎么了？我跟你说，今天关入乙字号的囚犯可不一般，你小心点儿。这几个囚犯比咱们以往对付的都要棘手。上个月折了3个弟兄，你刚来，别逞能。就算是天牢，狱卒的阵亡频率也没有那么高啊。哟，好俊俏的小弟弟，要不要来姐姐这儿看看？媚功虽然不及红莲魔女全盛时那般浑然天成，但对付一般的武者也够用了。犯人柳阳，境界6品内息，罪孽高，经历曾经五毒教弟子毒杀百人，盗取宗门秘药，炼石魂香，功法百毒经，蛊毒。用毒的高手，五毒教没记错的话，是苗疆那边才有的势力。此人居然不远万里来京城，倒是一个极为罕见的存在。这位小哥，真的不想来看看吗？姐姐这里可是有很多好东西呢。陈兄小心，这女子身上存满了蛊毒，不要靠近。上午咱们的兄弟就是折在此处的。小哥，你这是干什么？为何用这种目光盯着姐姐？很新奇的手段，柳娘，我们还会再见。陈兄，幸亏你反应快，这魔修手段诡异，尽量少靠近比较好。
怪不得赵百定总夸你心性好，你简直是天生为了狱卒而生的呀！我是先天大心脏而已，从小就不是很怕这些东西。你牛！咱们负责的区域可关了不少新囚犯，恐怕后面可有的熬了。几周前还威风凛凛的魔音门真传，现如今就跟残废人一样。上师也只是简单治疗了一下，勉强吊住了性命。犯人缺无话已收录，境界物品内息巅峰，状态关押中重伤封印，罪孽高，功法魔音真功9优噬魂曲。我头一次亲手逮捕出逃后的犯人，奖励就如此丰厚，这算是鼓励我多抓犯人吗？如果真的是这样，若是把魔教圣女再次抓过来，说不定也能触发奖励。还是算了，他现在远在万里之外，除非攻打京城，否则很难再遇见了。血种由于距离太远，感知能力已经没有那么强了，只有一个模糊的方向。红莲魔教在圣海那边，也不知道到底在谋划什么。而且自从魔教圣女遁逃之后，教里已经很久没有行动了，但这种安稳也只是暂时的。陈兄，你可小心点啊！这魔教的人可都极为危险。牛红，吃饭了。还有吃的吗？还有，对于牛红这种主修肉身的武者来说，身体的功能需求极高，食量大得惊人。一个人饭量基本上可以抵得上5、6个普通人，但在这天牢之中，别说是吃饱了，能有1顿饭就不错了。多谢。你的病好点了没有？没有。这人也是真怪啊，平时惜字如金的。趁着暂时还算清醒，我得抓紧修炼，阻拦妖邪侵袭。按理来说，那个狱卒在送完囚食之后就应该走了，但我好像没听见脚步声啊。你不怕我？你现在很清醒，我当然不怕。况且，我对于你的妖血之法一直都比较好奇。想做事？之前我被关押的时候，镇魔司也派过来几人打探过我的功法，说是可以帮助我减缓刑期，可最后全都不了了之。你是谁派来的？牛红，你是该休息休息了。这些声音在控制我的气血，对方的狱卒每说出1个字，我的气血就被调动1分。这种手段，我简直是闻所未闻，不用动手，仅仅靠声音便能催动我的身体。你要对我的身体做什么？我只是想看看你的全盛状态。放心，这一切会很快的。妖化后就失去理智了，这还是我头一次见的武者妖化状态，竟然是如此的奇怪。身体虽然还是人类模样，但是多出来许多妖兽的特征，难怪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有推广开来。妖化后的牛红，不论是力量、速度还是恢复力，都远超之前数倍，实力更是从6品前期直接攀升到了后期。这消息若是传出来，恐怕会引着不少武者眼红。
看来手拨妖的智力也没有那么低。犯人牛红妖化后，境界6品内息后期，罪孽高，痴迷练武走上歧路，灌入妖血后神智受影响，时而疯癫，时而正常。功法铁煞断骨功。果不其然，面板属性也提高了。镇魔司每隔一段时间拉走妖物，说不定也在研究这个特点。正好，那你试试功法九幽噬魂曲。当你听到我的声音后，你将完全听命于我，不可对我出手，遵守我下达的一切命令。牛红，你醒了。少主，起来吧，在没有我的命令前，你我2人关系照旧处理。是。九幽噬魂曲作为魔音门绝学，除了御敌之外，更令人恐惧的是它那可以改变心智的音波。放在前世，便是洗脑与催眠为一体。既然如此，那我不妨试试。你现在对我出手。少主，这太难了，我做不到。我让你出手就出手。那少主小心了。不愧是魔教功法，手段如此诡异。一位6品的高手，竟然被洗脑成了一具傀儡。这若是传出，怕是要引起轩然大波。可以了。这催眠术我还未能全部掌握，只是能命令控制牛红的身体罢了。若遇生命危机的刺激，他也能挣脱。所以要维持效果，需每隔一段时间重新下达暗示。你进入妖化状态。好。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少主，我现在感觉状态很好。此番我非但收复了一名手下，还收获了一个可以控制妖变的战力。你先在此继续修炼，不要暴露异常。等我发话。听说没？林捕头估计要晋升了。不是，你这从哪儿来的小道消息？不是，估计是肯定要晋升了。上一次逮了多少人，你不知道？我不是听说多亏了哪位刀宗出手，才拦住了关键主谋吗？那位刀宗，估计也是想给林家一个面子，这些功绩全都送给林捕头了。怪不得。哟，陈兄，又来领犯人了。现在京城人手不足，临时抽调我来帮忙了。原来如此，那还是赶紧去吧。林捕头正在案卷房忙活呢。这几天近乎翻遍了20年间所有与刀相关的卷宗，却都没有符合那标准的案件。那神秘刀宗如同幽灵一样冒出来，没有任何记录。不应该啊，为何没有此人的信息？难不成是我调查的方向出了问题？不应该从刀法上下手。用刀与横练都是高手，武功跟红莲魔教沾光，年龄与自己相仿。或许他不是京城人，只是最近才来京城定居。进。林大人，我几日前让你调查天牢情况，可是有了新的线索？回禀大人，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整个天牢内还是有几人符合的。是那几人？根据您描述的那种通体金光的横练特征，在几月前还真有入狱犯人持有这个特征。这2名犯人竟都全被处决了，甚至有一人还是我不久前抓的。这几人死了？林大人，这2人在当初审讯时，体表都出现了全身类琉璃般的宝光，也都符合横练高手的水准。好了，你先下去吧。是。到了我这个位置，很多东西不用说就明白。为何几人审讯流程过短，短短1个月就被处决？多半是这2人身上有问题。怎么还跟镇魔营扯上了关系？看来过段时间又得去一趟天牢了。
老板，来一串。好嘞，客官拿好。这林婉给自己安排调查自己的任务，还真是有意思。快到了，再过一段路我们就到家了。为什么我们要躲起来啊？嘘，小林，不是说了吗？不要在外界谈论家里的事。知道了。走吧，走吧。镇守天牢1日，奖励1年功力；镇守天牢1日，奖励1年功力；累计坐镇天牢1月，根据当前参与度，奖励5年功力。积攒了多日的奖励，如今一股脑领取就是爽啊！镇狱天书，给我加点！这就是通脉境巅峰的感觉吗？下一个境界便是凝窍境了。不到半年修炼到通脉巅峰，这速度我还算满意。但这个世界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大魏的武威侯就是跟他差不多大时便名震京城，更别说坐镇皇宫、实力冠绝的护道高人了。娘子，你先进去。现在总算是安慰点了，那些人估计是追丢了。夫君，这样躲躲藏险不是办法。小林到了该上私塾的年纪了，这样下去该怎么办？现在京城乱得很，目前以恢复老师的官职为重。如果他出来了，肯定能改变这个局面。康有天，你是为了你的老师四处奔波，但看看你的家人呢，东躲闲藏，害怕那群人的报复。你听我一句劝，赶快拿了对面的钱过安稳日子。况且，你那位苏老师被关在天牢那么多年，恐怕早已经成为了一具尸骨了。快了，等到密信递送到大皇子那边，一切就会恢复正轨。到时候，小林也能上京城最好的私塾，甚至有机会去文心亭圣地读书。康先生，你倒是想得周到，只可惜你怕是等不到这一幕了。你是对面派来的人。康先生，还是不要问这么多，老老实实上路吧。快跑！我来拖住他。放过我家人，我跟你们走。康先生，上头可是专门下令，怕你一个人在地下孤独，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的。杀了他们！苏远山是你什么人？苏远山是我的老师。
倒是没有想到，居然这么巧，在这里能碰到苏远山的学生。恐怕苏远山还真有朝一日能从牢中出去，恢复官职。不过哪位大皇子主动推辞命令，恐怕所谋不浅啊。京城内部的皇权争夺，希望不要波及到我这边。大魏朝廷起码再能撑个几年吧。娘的，这几天送走的尸体，比过去3个月加起来都多。谁说不是呢？谁让他们敢在京城闹事儿？检测到犯人季奎林死亡，参与度结算，奖励功法魔煞掌。检测到犯人田之杰死亡，参与度结算，奖励功法无影飘刀。这功法听着有些特别啊，先收了。冒昧打扰了。陈老弟啊，这段时间休息可好啊？还可以。那就可以。我听说你这段时间功绩可不小，估计用不了多久，你的位置就能往上提提了。多谢峰哥，那就接你吉言了。来来来，喝茶。哎呀，是喝茶。都赶紧让开，别挡道，退到两边去！是镇魔司的斩妖队。斩妖队是镇魔司中最为凶险、伤亡率最高的一支部门，常年游走荒山野林与妖魔搏杀，极少出现在天牢这种关押囚犯的地方，除非他们带回了活着的妖兽。陈老弟，这段时间你在天牢里当差，务必多加小心。这些妖兽生性残暴，嗜血如命，被关入天牢这种压抑的地方后，暴躁易怒，他们的性情只会变得更加暴躁易怒。既然现在新压了一批妖兽，那我就先行一步去登记信息了。快拉住绞盘！这畜生力气太大，绞盘要卡不住了！望月山脉俘获，
连毁3支商队，伤人数百，踏平了沿途的2座村落。望月山脉绵延数千里，盘踞京城100里之外，常年瘴气弥漫，古木苍天，地形复杂到最老猎的猎户都不敢深入。镇魔司的斩妖队，通常也不会再在这种险地与妖兽死磕。若不是这头野猪妖跑出山脉外围，连续袭击官道商队，严重阻碍京城物资运转，恐怕他现在还在山林里称王称霸。目前分配到他们片区的只有这一头野猪妖，至于与他一同被捕的另一头狼妖，由于危险等级更高，已被押送到天牢更深处的区域。这到底吃了什么玩意儿？体型能长到这种地步？唉，陈兄，这烫手山芋落在咱们管区，接下来几个月有的熬了。光是每天给这畜生清理情房，估计都得拿命去填。你稍微站远点，这畜生早上刚尝过血，凶性还没完全压下去，别靠太近，小心他突然发狂。无妨。囚犯碎瑶珠，境界6品初期，罪孽值高，天赋铜皮。竟然真有天赋。妖兽与人类不同，并非每头妖兽都拥有天赋神通。我之前为测试镇域天术机制，也曾亲自抓捕几只低阶妖兽关进来，但那些大多只长了些蛮力，妙板空空如火。只有血脉纯正、实力强悍的上位妖兽，才有可能觉醒天赋神通。这头6品初期的碎牙猪，境界在妖兽中只算中等，体内竟蕴含着铜皮这种天赋。陈兄，走吧，这畜生的味道太冲了。开饭。妖兽果然只知道吃。怎么还想攻击我不成？完全依靠肉身硬抗腐蚀，这就是铜皮天赋的表现吗？正好，我现阶段的功法大多偏向于肉身功法。有了这门天赋后，应该会有很大助力。放心，过程很快的。小刘啊，我跟你说，你算是运气好。李校尉今天可是大出血，请咱们弟兄们来这边放松。有什么放松的？咱们去泡澡吗？不对，等到时候你就懂了。我们教你个很爽的事情，保准你来过一次，绝对想再来。06啊！
你们也没说是来这里放松啊。没事儿，一回生二回熟，很快你就懂了。李长风，哎呦，几位爷，快里面请。李大人，您可是稀客啊，今儿个怎么有空来咱们这小地方？带兄弟们来放松放松，安排个好点的位置。哎呀，那是自然，那是自然。2楼雅间一直给您留着呢。姑爷人大行没得勾色呀。还送老春，高不骗我。哎呀！这或许就是人们对于官职为何趋之若鹜的原因吧。陈老弟，最近这段时间辛苦了，今晚好好放松放松。峰哥破费了。自家兄弟说这些见外的话做什么？陈兄弟，今晚你可是有眼福了。怎么说？今晚有凡芳阁花魁的压轴表演。这花魁名叫如烟，可不一般，极具个性。哦，一个青楼女人还能有什么个性？她不接受任何权贵砸钱点客，哪怕你搬座金山来，人家也不见。那她靠什么赚钱？人家不缺钱，她每晚只在表演结束后抛出一次绣球，砸中谁，谁就能与她共度良宵。还有这种规矩，这不是胡闹吗？可不是嘛！你看下面那些人，有不少都是京城的富贵人物，无数人夜夜蹲守在这里，就是为了碰这个运气。这如烟姑娘不仅长得倾国倾城，琴棋书画更是样样精通。听说前几天还有位公子为了抢她的绣球，跟人打得头破血流，最后连腿都断了。那她看来确实魅力不小。不得不承认，这女人的确有几分资本，难怪能把这些男人迷得神魂颠倒。此起彼伏。凭什么？运气这么好，让他不服？这绣球明明是朝我背过来的！你疯了？没看到他们穿的是什么衣服吗？那是镇魔司的人。陈老弟，
你这运气，陈哥，艳福不浅啊！这可是如烟姑娘的绣球，多少人求都求不来。春宵一刻值千金，陈兄弟，好好享受。走走走，咱们去别的地方喝酒，别打扰陈兄弟的好事儿。花魁亲自选人，倒是有点意思。这花魁选人倒是有几分意思。进。奴家如烟，见过公子。公子为何这般看着奴家？刚才在楼下，奴家一眼就看中了公子。公子身上有一股特别的味道，让奴家欲罢不能。公子，春宵苦短，今晚的时间还很长，公子不用这么着急嘛。真是一副好皮囊。区区一头妖，居然敢在京城中心活动。我吸食精气数年，隐藏得如此完美，连那些高高在上的达官贵人，甚至修为不俗的武者都没有看穿。这人究竟是怎么发现的？本来只想吸你一口精气，但你非要找死！李校尉，你说陈哥这会儿干啥呢？你说他能干嘛？那是花魁，春宵一刻值千金啊！这动静是不是太大了点儿？不愧是这陈老弟，这身体素质，这体力，真是没得说。这得发出多大动静，才能弄出这么大的阵仗？陈哥威武啊！就是可怜了那位如烟姑娘了。那是如烟姑娘，怎么可能？花魁娘子怎么会被人从楼上扔下来？陈老弟，公子饶命啊！救命！这位大人疯了！奴家不知哪里得罪了大人，他竟要杀我！光天化日，居然当街行凶，镇魔司的人就能随便杀人吗？住手！站住！还有没有王法了？来人，给我把他拿下！
画皮蝶，这不是画本中才有的存在吗？这难道就是传说上都靠吸食男子精元维持人形的妖物？平日喜欢热闹之地，专门化作绝美女子引诱男子吸食精气。老子算是瞎了眼了！有鬼！有妖怪！都让开！镇魔司办事，闲杂人等退避！镇魔司办事！还是这个样子看着顺眼一些。陈然这哪里是去享受的，分明是去加班了。少爷，少爷，你没事吧？滚！都给我滚！这到底是个什么鬼东西？妖魔，真的是妖魔！都让开！老实点！陈老弟，你没事吧？没事，一点小麻烦而已。小麻烦？这可是能化作人形吸食精气的妖物，换做普通人，恐怕连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我的如烟姑娘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花魁呢？如烟姑娘去哪儿了？如烟姑娘，真正的如烟姑娘，早就被这畜生给吃了。你说什么？这妖物披着如烟的皮囊，想吸食我的精气，被我识破后还想反抗，这才被我打回原形。原来如此，多亏了这位镇魔司的大人，否则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要遭殃。是啊，这妖物太可怕了。行了，都散了吧，镇魔司办案，闲杂人等速速退避。干得不错，能在群花阁那种地方敏锐地察觉到妖物的伪装，并果断出手将其拿下。陈然，你这次立了大功，为京城除了一大害。大人过誉了，属下只是尽了本分。你跟我来。现在没有外人，告诉我，今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回大人，属下在群发阁消遣，这妖物想吸我精气，被我发现破绽，属下顺手将其拿下，扔进了牢里。好，
办事牢靠，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能逮住这画皮蝶，也算是你有本事。等这起案子彻底结案，内勤部空缺的部长估计就交给你了。多谢大人。画皮蝶，有趣。全员集结，随我出发，夜间清扫。是啊。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啊！顺着画皮蝶这条藤，竟从这城中摸出了好几只披着人皮的妖魔。昨夜的活儿，弟兄们受累了，但论手工，得是咱们内勤部的同僚陈然。临危不乱，还能顾全大局，把百姓的恐慌压到了最低。看在之前的功劳上，上头破格提拔陈然为天牢内勤部部长，官授正七品御司，直接成为七品御司，这哪是升官，这是直接脱胎换骨了。不过这陈然确实厉害，这个我是服，还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我也要加把劲儿了。我啥时候能升官啊？陈然，还愣着干什么？谢大人提拔，属下定当尽心竭力，守好天牢。陈大人，恭喜恭喜啊！大人年纪轻轻就穿上这身玄皮，前途无量。以后内勤部还指望大人多赏口饭吃。内臣部部长，按大尉官职来说是七品御司，再往下一层的普通成员则是8品校尉。7品的身份在整个天牢内，也就比赵无极那6品御监低一点儿。昨晚还坐在一个桌上谈笑风生的兄弟，一觉醒来成了自己顶头上司，这特娘的上哪儿说理去？陈兄弟，哦不，陈大人。峰哥，骂谁呢？昨晚的酒钱你还没结，这就想认生赖账了？嘿，你小子！见过陈大人。囚犯画皮蝶，境界6品，罪孽值高，状态重伤，生平经历捕猎美貌少女的皮囊，化作人形吸食男人精气，隐藏在青楼数年，天赋画皮。居然还有天赋，可惜了，这块肥肉现在还不能动。好饭不怕晚，好饭不怕晚。等上头审完榨干了价值，判了死刑，再来收割也不迟。都别冰着了，我不喜欢讲废话。内勤部以前怎么干活，以后还怎么干。该拿的份子，一分不少你们的。
只要牢里的妖魔别出岔子，大家都好过。要是谁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玩花哨，弄出了纰漏，我就拿谁去填妖魔奴的肚子。听明白了吗？明白。陈大人，斩妖队的人来了，拿着上面的手令，说要提走几只妖物。斩妖队。走，去迎迎。见过陈大人。奉命提妖画皮蝶与野猪妖，还有之前关押的那头狼妖，去带出来。是。姓名：青背狼妖，境界6品，罪孽值一般，天赋无。这还真是让我意外。陈大人，谢了。慢走。时间差不多了，看看天数。囚犯画皮蝶已死亡，参与度极高，亲手抓捕，结算奖励5年功力，天赋画皮。囚犯碎撩猪已死亡，参与度中，结算奖励天赋铜皮。5年功力，外加2大天赋，这波简直是血赚。提取天赋铜皮。这股力量果然与众不同。好硬的皮。如果继续锻炼下去，岂不是光凭肉身便能与神兵利器相撞？这天赋太变态了。原本我以为画皮只是像画皮蝶那样能完美伪装成他人外貌，但描述却远不止于此。画皮剥取单一目标，可完美伪装其外貌、身形、声音，同时可获取目标生前部分核心记忆。还能获取记忆？我了个豆！这哪里是什么易容术？这分明是堪比魔道搜魂的仙家手段。有了这手段，以后干啥都方便多了。走到街上逛逛，买个烧鸡吃。老哥，前面出什么事了？怎么这么热闹？你还不知道，是大皇子殿下在巡游。是大皇子殿下在巡游。大皇子？是啊，大皇子魏延熙，那可是咱们大魏难得的贤王，待人宽厚，体恤民情。前阵子，前户部侍郎周大人被朝中奸臣诬陷，下了大狱，眼看就要秋后问斩。是大皇子殿下亲自四处奔走，搜集证据，硬是把周大人的冤情给洗清了。圣上已经下旨，准周大人复职，
仍原品续用。周大人可是个清官啊！大皇子救了他，就是救了咱们老百姓。今天大皇子巡游，大家伙儿都是自发来迎驾的。好家伙，看来烧鸡是买不上了。殿下此番为周大人招办，真乃神来之笔。您听听外面的欢呼声，如今这京城百姓的心，可都向着您了。周大人是个好官，老二那边最近跳得太欢，总得给他找点不痛快。周大人复职，户部那边老二就插不进手了。至于这些百姓，不过是些渔民罢了，给点甜头就感恩戴德。殿下英明。距离太远，说什么是听不到，那就先感知一下这些守卫的层次好了。上三品，绝对是上三品的高手。看来这位大皇子绝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温润如玉。皇权之争，夺嫡之战，这些高高坐在庙堂之上的大人物们，为了那个位子，不知道要掀起多少腥风血雨。不过什么天下苍生，什么皇权霸业，与我何干？爱咋咋地吧，买不上烧鸡，我索性找个僻静的地方突破去。宿主陈然，累积功力170年，可调用功力0年。功法化功大法大成，琉璃金身功大成，狂虎刀法圆满，红莲业火经圆满，龟息功圆满。这170年的深厚功力，这底蕴放眼整个大魏王朝的五品武者，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是时候了。区区一个瓶颈也想束缚我，那就让我看看你是否能承受住。今天，老子无论如何也要突破！天王老子来了也不好使！我说的。
该回去上班了。来喝！今天高兴，大家不醉不归。这是怎么了？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哟，陈大哥回来了！快，过来坐，就等你了。来了。陈老弟，你这消息也太不灵通了。峰哥，到底出什么事了？大喜事啊！林婉林捕头晋升了。晋升？没错，林捕头因为连破大案，抓捕了多名妖人，立下了大功。上面已经正式下达了文书，擢升林捕头为六扇门金章捕快。这可是咱们镇魔司和六扇门近10年来最年轻的金章捕啊！林部长这回可算是彻底在京城站稳脚跟了。过段时间估计还有咱们内部庆祝盛典。这对我来说好像不是惊喜，是他喵的惊吓呀！听说了吗？那位新进的金章捕快今天要来咱们天牢。废话，这事早就传开了。来了。这小子升官了。陈然，你这升迁速度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修为也突破了。见过林不愁，侥幸而已。前些日子偶有所感，突破到了7品断骨境。7品断骨，陈然，你可愿来我六扇门？我如今出任金章捕，麾下正缺人手，你若愿意，直接调入我手下，待遇和资源绝不是这天牢能比的。林不愁，这恐怕不合规矩吧？赵白虎，六扇门与镇魔司同属朝廷，人员调动只要双方自愿，有何不可？而且没记错的话，升入金章之后，本就可以调令镇魔司的人。陈然是我镇魔司的人，他现在是天牢的7品御司，身负重任，岂能说走就走？那又如何？我乃六扇门金章捕快，论品级与你镇魔司统领平级。我要调一个人，你一个百户，拦得住吗？好，很好。既然林捕手执意要人，那赵某无话不说。如何？考虑清楚了吗？留在天牢能接触到的囚犯终究有限，丁子好和丙子好的羊毛已经薅得差不多了。去了六扇门，跟着这位金章捕仇四处办案，抓捕的重囚肯定更多，羊毛管够，划算。
承蒙林捕头厚爱，属下愿意。很好，给你3天时间交接手头上的事务，3天后来6扇门报到。陈老弟，你这可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了呀！抱上了金章捕快的大粗腿，以后飞黄腾达了，兄弟们做东可别忘了兄弟们。大粗腿，到底谁是谁的大腿，还真不好说。不过现在嘛，我得去甲子号去看看。甲字号关的定是绝世大妖魔头，随便薅一把羊毛，就顶外边苦修好几年。怎么回事？怎么就只有2个老头？陈大人，陈大人，您有所不知，咱们这儿只是天牢的一个分部。分部？对，真正的甲字号重犯，那些实力通天的妖魔鬼怪，因为太过危险，根本不敢关在咱们这里。咱们这儿的阵法和禁制，根本压不住那些怪物。他们全都被关押在传说中的天牢总部。咱们这儿的甲字号，平时也就关押一些犯了重罪的落马高官罢了。原来如此，天牢总部，那里才是真正的宝库。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那里进一波货。那我先去丙字号看看苏大人。陈小友，你这升迁的速度倒是让老夫刮目相看啊！苏大人谬赞了，大皇子已经在朝堂上开始布局了。这盘棋越下越大，而苏远山作为曾经的朝廷重臣，必然也是这盘棋中的一枚重要棋子。苏大人，过段时日，你这边应该也有好消息了。好消息？陈小友此言何意？苏大人，无需多虑，等过段时间你应该就知道了。话不能说得太满，希望苏大人能躲过人生这一劫吧。我买只烧鸡，再去看看鬼手。我这能有什么好消息？唉，我还能出去不成？陈爷，怎么不认识了？陈爷，您这身皮真是晃眼。运气好罢了。好久，陈爷今天怎么有空来看我这糟老头子？莫不是有什么差事要老头子去办？我要调走了。调走？去哪儿？6扇门。6扇门好啊，外面的花花世界总比这暗无天日的天牢强。以陈爷的本事，
到了六扇门，必定也是平步青云。老头子，我在这儿先恭喜陈爷了。你犯的事不大，再关个2、3年也就到头了。如果你想提前出去，我可以帮你运作一下，就当是还了当年脸悉术的人情。多谢陈爷好意，不过还是算了吧。为何？老头子，我当年在江湖上仇家不少，出去了还得提心吊胆的防着仇家寻仇，倒不如在这天牢里有吃有喝，还没人敢来惹事儿，安稳。既然你决定了，我也不勉强。这顿酒肉就当是道别了，以后若是有缘，江湖再见。陈爷慢走。都安静。今天召集大家，是有一件事要宣布。这位是陈然，从今天起，他就是我们小队的一员。不仅如此，从今天起，陈然将担任我们分队的副队长。什么？副队长？开什么玩笑！一个天牢来的狱卒，凭什么当副队长？就是他懂怎么查案吗？懂怎么抓贼吗？林头，这不合规矩吧？我不服！林头，六扇门向来是凭实力、凭功绩说话。他一个天牢里混吃等死的狱卒，有什么资格刚来就骑在兄弟们头上？你敢不敢来训练场比试比试？当然可以。天牢来的小子能撑几招？徐柏那手开山刀，劈柴都嫌重。我赌3招，这小子就得跪下。3招？天牢里除了给犯人送饭，还能练出什么真本事？1招！小子，刀剑无眼，现在认输，回你的天牢，还能少挨顿揍。请。找死！承让。好。现在，谁对陈然当副队长还有意见？既然没有，那就这么定了。陈副队，跟我来一趟。这才是正常人待的地方啊！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一招秒了许白，天牢那种鬼地方还能养出这种怪物？小声点，人家现在是陈副队了，以后都在一个锅里了，别给自己找不自在。在这个新环境里，低调固然重要，但适当的展露獠牙，才能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不知林大人有何吩咐？陈副队藏得挺深啊。大人说笑了，属下在天牢待久了，为了保命，瞎练了几手防身的把式。防身的把式，一招放倒七品，这把式可不一般。陈副队，不认识我了？当初在天牢，你可是没少使唤我这个徒弟。嗨，那时候不是那时候吗？林大人，您这玩笑开大了。属下当初要是有什么得罪的地方，您多担待。我当初潜伏天牢是为了查案，现在把你调来也是看中你的能力。多谢大人提拔，属县定当尽力。用不着你拼命。我需要你帮我找个人。此人号称山君，是个刀法极高的高手。山君，莫不是几周前出手的那位刀宗？他曾在京城暗中出手，实力深不可测。我怀疑他跟天牢有关系。你在天牢待得久，路子广，我需要你利用这些关系，暗中查查他的底细。记住，这人极度危险，你只管找线索，千万别惊动他。好在林婉依旧不知道这人就是自己。头儿放心，属下哪怕把天牢翻个底朝天，也把这山猴给您揪出来。很好，去吧，有线索随时汇报。属下告退。陈兄弟，这边请。银色腰牌，修为已达6品，放在外城分部这等人物足以横着走，甚至能担任一域之长。但在我面前，他却态度和蔼，这就是当官的好处嘛。陈大人，咱们这总部天牢规矩的分布严得多。这里虽然也分甲乙丙丁的牢房，但最终还是按照层数来算的。前4层便是甲乙丙丁，越往下，那关押的囚犯可就越发生猛。甲字号关押的一般都是巨凶，乙字号则是硬茬子。这里的煞气比外城重了10倍不止。寻常武夫待上1个月就得气血衰败。对了，最近好像要调来了一个死囚。怎么说？就是那个雀无花。这魔头不仅杀害多人，还牵扯到魔音门这个魔教。上面发了话，3日后就在菜市口公开处决。可能过几天就要从分部遣送而来了。镇守天牢1日，奖励1年功力，累计功力180年，可调用功力10年。下地。你修炼有成，若有所感。功法琉璃金身功大成，琉璃金身功圆满。你修炼有成，若有所感。天赋天网初阶，天网高阶。此次突破倒是水到渠成，没有什么意外可言。现在的修炼基础要比同阶武者厚上数倍，太爽了！现在来看看我的感知扩大了多少。
做阴门弟子。堂主有令，不惜一切代价救出缺哥哥。镇魔司防卫森严，硬闯无异于送死。我们已经在天牢外围布置了迷阴阵，明晚子时动手，制造混乱。不知道借刀杀人算不算我的功劳？既然你们想救人，那我就在今晚把他们都杀了，而且我甚至都无需亲自动手。杀了所有囚犯。ここが天牢なのか。娘が行方不明になってからもう数日が経とうとしている。噂によると、大上の極性に身分をばらされてしまったらしい。今日こそ娘を救い出さ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哟呵，这大晚上的不睡觉，偷窥我们单位干啥？你是谁？怎么可能无声无息出现在我身后？我姓我名爸爸，人称我爸爸。我爸爸？对喽，乖，赶紧给爸爸跪下磕一个。你占老娘便宜！你可拉倒吧！你一个倭寇，突然出现在这里偷窥天牢，是不是想找人啊？对。不对，我是大魏人，怎么可能是倭寇？你他娘的一身和服，腰间挎着武士刀，脚上穿着木屐，再加上你这罗圈腿，如此明显的特征，你还和我说你是大魏人？你看我像瞎子吗？我这是伪装，我这是为了……哪个？嗨！しまった，バレた。果然都是一路货色。我之前杀的那个女倭寇，应该就是你闺女吧？何？私の娘はあなたに殺された。对啊，她的罗圈腿和你一模一样，还真是随根儿啊！お前が来るしね！これはありえない。ナゲのために私は彼を殺さ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别磨叽了，这里人多眼杂，跟我走吧你！通連の術。今日私は本命の妖獣九尾を召喚して、きっとあなたを切って、私の娘の片尾を移る。九尾、一発撃て！あいつをくれにしてくれ！哟，这狐狸竟然还会狗叫，真是稀奇啊！不过，别以为就只有你会召唤，今天我让你看看什么叫伐天象地。
りえない。この人は一体誰なのか。なぜこんなに力が強く、年齢に合わないのか。区区倭寇，妖法倒是不少。接下来这一刀，必将你斩杀至死。私は証言の力を使って女の敵を殺すことなく決死の戦いをしたい。天狗に力を与えてもらいたい。76頭門これは私の人道一族の最強の防御で、私はあなたが破れるとは信じません。举旗道到肛门，看我一刀破尸！やめ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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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やめやめて！这一家子倭寇也是倒霉，闺女让我宰了，如今老娘也没了，不知道下次能不能把这一家子团灭。不过话说，今夜我可是控制牛红，让他把天牢里该杀的囚犯都宰了，不知道情况咋样了。算了，明天等消息吧。听说了吗？昨晚天牢出大事了。怎么没听说？那个叫牛红的重犯突然发疯，挣脱了锁链，阙无花被他活生生撕了，连带着旁边几个牢房的犯人也遭了殃。镇魔司那边脸都绿了，本来还打算3天后公开处决呢，这下全完了。听说魔音门的人昨晚也在天牢外围现身了，结果扑了个空。这牛红发什么疯？他跟阙无花有仇？谁知道呢？天牢里关的都是疯子。犯人阙无花已死亡，奖励魔音真功修炼经验。犯人柳娘已死亡，参与度中等，获得奖励5年功力，获得奖励万毒古典小成。这倒是享了几分毒功，就是没有蛊虫在身。话说那魔音门少主阙无花，年纪轻轻便已是6品高手。此人喜怒无常，手段狠辣，京城内外不知多少良家女子遭了他的毒手。前些日子，镇魔司将他拿下，关进了天牢。本以为3日后就要在菜市口问斩，谁知昨夜天牢出了大乱子。什么乱子？昨夜子时，天牢内一名叫牛红的重犯突然发疯，挣脱了金刚锁链。这牛红力大无穷，冲进了阙无花的牢房，硬生生把他撕成了碎片。听说那场面血肉模糊，连镇魔司的狱卒都吓得不轻。阙无花就这么死了？6品高手啊，怎么会被一个重犯吓死？听说他当时修为被废，身受重伤，根本没有还手之力。死得好，这种畜生早该死了。就是，这种人渣死100次都不够。可惜了，这么年轻的6品高手啊，只要不死，放在江湖上也是一号人物。阙无花这种人死了也是活该。不过镇魔司的手段倒是够狠，连尸体都不给魔音门留。我看这事儿有蹊跷。阙无花是魔音门少主，门中必然有高手坐镇，镇魔司怎么可能让他死得这么糙菜？啊！依我看，这多半是镇魔司放出的烟雾弹，想引魔音门的人上钩。是，有道理。镇魔司向来狡猾，说不定阙无花根本没死，只是假死脱身。你懂的。也有可能是镇魔司故意放出假消息，等魔音门的人来劫尸，好一网打尽。这些人倒是聪明，猜到了几分。可惜真相你们永远也想不到。
陈大人，雀无花的尸体在最里面。这是天牢的捕座处的手，上面说了，虽然雀无花死了，但还是要在几日后拉到菜市口斩首示众，总不能让百姓看到一堆烂肉，所以捕座把尸体拼接修复了。画皮。陈大人，有件事得提醒您，镇魔司这次故意放出模糊的风声，让外界以为雀无花没死，目的就是引魔阴门的人来劫尸，好一网打尽。这对咱们狱卒来说风险可不小，万一魔阴门的人狗急跳墙，在行刑时动手，咱们这些人可就危险了。放心，镇魔司既然敢这么做，必然有后手。行刑定在哪天？后天5时，菜市口。有了这张脸和雀无花的记忆，我就是雀无花本人。诸位，关于少主的消息，想必你们都听说了。镇魔司放出风声，说少主昨夜死在天牢暴动中，但我不信。金长老，为何不信？缺少主是6品高手，即便修为被废，也不至于被一个重犯杀死。更重要的是，镇魔司的风声前后矛盾，明显是在钓鱼。那咱们该怎么办？不管缺少主是死是活，我们都得去确认。魔阴门内派系林立，真传弟子争夺门主之位已经白热化。我们几年前就站队缺少主，若是他真的死了，对立派系一旦上台，我们必死无疑。所以，哪怕只有一线希望，我们也得去救。后天5时，菜市口行刑。我已经联系了门内的高手，到时候会有人接应。咱们的任务是制造混乱，趁机夺回少主。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金长老，怎么了？是少主。诸位，好久不见。少主，您还活着？活着，也可以说是死过一次。镇魔司以为杀了我，却不知我早有后手，给逃了出来。少主，您受苦了，只是属下不明，您是如何从天牢中脱身的？怎么，金长老不认识我了？哼！这声音是魔音真功，比他被抓强出数倍，竟能指引气血共振，这是圆满的特征。恭喜少主潜修归来，魔功大成！恭喜少主魔功大成！诸位请起。我脱困之事牵扯甚大，
不宜声张。真魔寺既然想用我的尸体做局，那便让他们做去。你们暂且蛰伏，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轻举妄动。等这件事过去，我自会有所安排。属下遵命，遵命。按少主那种掌控一切的感觉，是有点上瘾。不过还是自己这身份稳。陈玉寺，今日法场不太平，魔音门的人极有可能会来劫法场。一旦发生动乱，你莫要逞强，该退就退，保命要紧。多谢林捕头提醒，下官明白。真要打起来，我一定会注意的。53刻已到。画皮启动。魔音门宗主重伤闭关，少宗主考核一切，却无法潜入京城刺史杀命关，只为拔得头筹，却撞上了我。原来如此，真传大笔，代理宗主。这些魔教之人还真是一群疯子，考核居然以魔门行径为主，真是不知道死字是怎么写的。长老，少主他……闭嘴！少主，恭迎少主。
走吧。出发！这小子越发古怪了。少主，最近真传大比就要开启了，我们上一次夜袭京城任务失败，恐怕空手而归。不用在意。难道是破而后立，心境也跟着突破了？站住！原来是金长老回来了。放肆！少主回宗，还不速速放行！金长老，您老怕是糊涂了吧？现在宗门内正在筹备门主继承者考核，厉风师兄有令，考核期间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主峰。金长老，我可是奉了厉风师兄的命令。金长老何必发如此大火？却无花任务失败，连自己的命都丢在了京城，早已在门内传开。你若是有眼光，应该知道投奔厉仙传才是正解，何必跟着一个死人呢？怎么，方长老这也是要阻拦我们？金长老说笑了，我只是听闻你回来，特来关心一番。而且我听说缺无花不是已经死了吗？哼！方云丽，你少在这里放屁！少主不仅没死，修为更是已经完全恢复。此次回宗，便是为了参加真传考核。你若是再敢口出狂言，休怪老夫刀下无情！金长老，你也怕风大闪了舌头？就算他活着逃回来又如何？去京城执行任务，不仅寸功未立，还折损了门内那么多精锐。像这种丧家之犬，还有脸回来争夺少主之位？简直是滑天下之大轰！就是，厉风师兄如今如日中天，缺无花拿什么争？我要是他，早就找个地缝钻进去了，哪还有脸回宗门丢人现眼？金长老，良禽择木而栖，你现在若是肯低头认错，投奔厉师兄，或许还能保住长老的位置。听说你们说我死了？缺无花，你居然还敢露面！一个任务失败的废物，也敢在方长老面前摆少主的架子，过早！这怎么可能？方长老，现在我能进去了吗？能进。走吧。
少主，这次真传大比情况对我们很不利。宗主闭关前定下规矩，是以最后的功绩定胜负。立峰这段时间带人剿灭了正道3个附属宗门，风头正盛，还有另外2位真禅也都各有收获，唯独我们厉真禅吗？倒是没想到，这情报居然是真的。缺无花竟然真的从天牢当中逃了出来。逃出来又如何？他已经没有竞争力了。这次就算回来，他拿不出功绩交团，还是要受到惩罚的。人家马上就要到了，给人家点面子。缺师弟，你可算回来了。听说你在京城遇到了大麻烦，连命都差点丢了。师兄我可是担心的很啊。是啊，缺师弟能活着回来，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不过师弟这趟京城之行，可是把咱们魔音门的脸都丢尽了。如丧家之犬般逃回来，师弟这心态倒是比以前沉稳了不少。我还有事，就先走了。哼，死鸭子嘴硬，我看你明天拿什么来交差。天王，原来躲在了这里。宗主闭关，宗门不可一日无主。今日开启真传大比，以功绩定少主之位，谁先来？弟子厉风，半月前率队攻破正道青云宗附属的3个小门派，斩杀敌对武者300余人，缴获白银10万两，功法秘籍50余本。此外，还生俘了青云宗一名长老的嫡孙，作为人质。弟子罗川虽未攻城拔寨，但成功策反了江南道的一名总兵。如今江南道的水陆运输已有30%落入我魔音门掌控，每年可为宗门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资和情报。缺师弟，听说这次去京城，不仅任务失败，还折损了金长老手下的大批精锐。不知道你今天准备拿什么功劳来向诸位长老汇报？是啊，缺师弟，总不能说你能活着逃回来就是最大的攻击吧？缺师弟，听说你这次去京城，不仅任务失败，还折损了金长老手下的大批精锐。不知道你今天准备拿什么功劳来向诸位长老汇报？缺无花，你有什么想说的？缺师弟怎么不说话了？莫不是在京城被吓破了胆，连话都不会说了？若是实在拿不出什么像样的功绩，师兄我倒是可以替你向长老们求求情。毕竟你能活着爬回宗门，也算是一件奇功了。缺师弟若是成了废人，不如去外门支教，也算为宗门尽一份力。2位师兄何必如此刻薄？缺师弟生得这般俊俏，若是实在无处可去，不如来师姐定会好好疼爱你。少主，忍一时风平浪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的天赋还在，只要潜心修炼，未必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这次少宗主之位就先让给他们，等到宗主出关，念在你昔日的功劳和天赋上，肯定会给你一些补偿的。所以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意气用事。这少宗主的位置，我确实没什么兴趣。不过，这门主的位置既然空着，不如交给我来做，如何？他脑子进水了！这基于宗主大位，我逆了！放肆！缺无花，你知不知道自己在放什么狗屁？任务失败不知悔改，还敢口出狂言！真当老夫不敢劈了你！
这门主的位置我要了，你耳朵聋吗？太弱了，杀了他！血无化疯了，暗算大长老，意图谋反。诸位长老，一起出手杀了他，绝不能让他活着离开天阳殿。杀了他！这根本不是雀无花，雀无花就算再天才，也不可能拥有这种怪物般的力量。谁敢在我魔音门撒野？宗主，宗主救命！宗主，血无花疯了，他杀了大长老，他要造反！你不是雀无花，你到底是谁？重伤的龟真境武者，正好用你来测试一番实力，用你测试实力。找死！关云长。此人年纪轻轻，怎么可能有如此功力？简直就像个修炼了几百年的老怪物！你欺人太甚！我堂堂魔音门门主，竟被你当众羞辱！你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放？他喵的！不是你这是要当众弹奏一曲吗？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音波攻击。能将音波实体化，这就是魔音门的功法吗？不过我可是看过电影的人，这尺寸拿来当扩音器绝对牛。他这是要干什么？想必这货一定是没招了，想用蛊钟当做防御，真是天真。果然电影就没有白看的。
从今日起，本座就是魔音门新任宗主，谁赞成，谁反对。我赞成，属下金田力拜见宗主。拜见宗主，属下愿为宗主效犬马之劳。属下拜见宗主。你们3个，宗主饶命！宗主饶命啊！属下有眼无珠，冒犯了宗主，求宗主开恩！宗主，我们都是受了厉风的蛊惑，才敢对你不敬的，求宗主饶我们一条狗命！既然你们觉得天牢不错，那就给天牢送过去吧。罗继新先王。金田力，属下在。把这里收拾干净。是。你到底是谁？我是谁，你不需要知道。成王败寇，我无话可说。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我留着你的命还有用。说说吧，你堂堂归真境，怎么会受这么重的伤？是炼尸宗的宗主施无邪，那老怪物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竟然突破到了归真境后期。我一时不察，被他偷袭重伤，只能逃回宗门闭关疗伤。若不是他，我也不会败得这么惨。炼尸宗。门内的事务我懒得管，以后还是交给你打理。但每个月，魔音门必须上供一批天材地宝和珍稀药材。另外，替我收集江湖上的情报，尤其是关于各大宗门和朝廷的动向。属下遵命。这是化血大法，修炼的境界如此之深，我怎么从未听闻过你的名号？方宗主。你既然知道这功法，那也不用再让我过多解释了吧？大人还真是不同寻常，败在你手中不丢人。好，等我命令行事。江湖上何时又出现了这般恐怖的魔头？缺无花，他不是已经死了吗？难道是魔音门那边又在透露假消息？李洛年纪40出头，身份不详，被朝廷通缉10余年，最近斩首身亡。如果此人修炼的跟那个神秘刀宗是属于同源武学，岂不是顺着这条线索搜查下来，迟早也能查出来他到底是谁？不过就是此人的信息，倒像是被人为抹去了很多，连之前的经历都没有。唉，陈然，你怎么来了？不是听说你最近这段时间在跟队里的弟兄们练功吗？林大人，最近缺无花的传闻流传比较广，京城内有些平民觉得缺无花可能是假死脱身，属下来询问您的意见，不知下一步该如何行动。缺无花绝对是死了，用不了多久，这传言自会不攻而破。听说你修为上涨的劲头不错，来练练。快切！林大人若是能指点属下一二，那再好不过了。你说这陈副队会不会被被教训得很惨？谁知道呢？反正我刚开始来队里可被林头给打惨了。我听说你前几日跟那陈副队切磋过，结果怎么样？结果还能怎么样？输了呗。我跟你说啊，你别看他年龄不大，实战能力确实远超想象。队里有不少人都吃亏输了呢。陈然，你放心全力出手，我正要看看你的实力如何。好的，林大人。
不错，继续。就到此为止吧。是。尽力了。这装菜倒是比全力出手还要累。你的天赋很好，好好努力，不出3年就有机会冲击内西境。陈然，你跟我来一趟。你修行的武功过于低阶，正好你任职副队后还没有挑选功法，这些是六扇门平日里搜集来的武学。你可以从中挑选一类修行，不过切记不可外传。这6扇门武库就这么明显的摆在台前，不怕被人偷学吗？哪里有这么简单？王老，我这次带一个人过来挑选武功。既然是林小姐带来的人，当然没有问题。这里布置了阵法。当然，6扇门的武库虽然不如镇魔司武库全面，但放在外界也异常珍贵。这里由司天剑设下了阵纹，负责掌管功法传承。你手上的令牌便是一个临时凭证。幻境阵法吗？小子，这令牌只有1个时辰的时间。错过时间，可就没这机会了。就连6扇门也搞扫地僧那一套了。多谢前辈提醒。看来主角偶遇吃灰的珍贵功法的套路跟我无缘啊！哼，哼。选好功法了？属下选了门1品的指法，名为无忧手。指法倒是少见，不过勤加修炼未必不能练出一番名堂。属下明白。天牢那边还有些事务需要处理，先行告退。如果稍加培养后，未来未必不能成为左膀右臂的一员。林头，您吩咐暗中调查的人员信息有新线索了，是在京城附近的小林村。带我去看看。陈御司，您请进。陈御司，您怎么来了？来看看情况。我听说新关了几个重犯。确实关了几个重犯，不过他们被送来的过程倒是很奇特，我带您去看看。说来也奇怪，魔音门那边也不知道是疯了还是如何，竟然废了本门的3名真传。陈御司，这几人丹田被废，喉骨被毁，也不知道是犯了什么事儿。现在的兄弟正在加急审讯，看看能不能得到什么线索。犯人厉风，境界5品通脉境，修为已废，状态身受重伤，罪孽值高。曾几何时，一门中3品武学都能让我眼馋，如今却连多看一眼的兴趣都欠缺。
陈御司，这3人虽然被废了武功，但毕竟是魔门中人，上面交代了要严加看管。按规矩办事即可，盯紧点，别让他们死在牢里了。是。陈大人，这是最后一份文书了。李长青，原户部侍郎。陈大人有所不知，这位李大人可是赶上了好时候。哦，此话怎讲？大皇子殿下近日颁发了新法令，说是要广开言路，大赦天下。不少以前因为直言进谏被贬的官员，这次都沾了光。听说这位李大人不仅被无罪释放，还要官复原职呢。大皇子魏延熙借大赦天下大肆释放旧臣，拉拢人心，政治意图昭然若揭。这朝堂上的水是越来越浑了。李大人，手续办妥了，您可以走了。多谢陈大人。唉，想我温若虚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怎么就沦落到这暗无天日的天牢里来了？生面孔，是新来的御司。温大人，您这是……别提了，我不就是和斩妖队的几个师妹探讨了一下人生理想吗？谁知道那母老虎队长居然公报私仇，把我给明升暗降调到这鬼地方来了。你们说说，这天牢里除了抠脚大汉就是妖魔鬼怪，哪里有半点乐子可言？这位兄弟看着面生啊，也是新来的？陈然，镇御司御司。哎呀，原来是陈兄，久仰久仰，早就听说你在镇魔司队内的名头。在下温若虚，以后咱们就是同僚了，还请陈兄多多关照啊。一个4品巅峰的高手，竟然跑到天牢来当一个7品御司，这温若虚绝对有问题。温兄客气了。哎，叫什么温兄，多生分，以后叫我老温就行。陈兄，这天牢里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或者有没有什么漂亮的女囚犯？天牢重地，规矩森严，温兄还是收起那些心思吧。上面交代了，让我带你熟悉一下环境，跟我来吧。好嘞。咱们天牢层数越深，关押的犯人越厉害。1到3层关押的都是些寻常的武者，至于第4层和第5层，则是真正的重地，没有上面的手令，任何人不得擅入。这地方还真是阴森啊，连个窗户都没有，待久了非得憋出病来不可。接下来就是甲字号牢房，待会儿不要乱出声，听我指示为主。看来父亲让我来这里潜修果然没有错，有着浓郁的煞气加持，待我突破瓶颈也只差时间问题了。走吧。陈兄，你不怕这天牢的煞气？我先天大心脏，祖辈又全是从事狱卒生活，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原来如此，陈兄这份心性倒是少见。看来天牢内又来新人了。才刚刚进入的雏鸟就这么放心让他们自己来，我看这大魏也是快要废了。来，让老夫看看这新人有几分能耐，竟然敢就2人下来。来，小御医，给你个见面礼。好，
很有意思的能力。犯人柳枯禅，境界4品明教巅峰，罪孽值高，状态修为被封，功法天丝傀儡术。没意思。千丝老怪，你这招数太老了，你看这不就踢到天上了吗？这些高手提升参与度不用着急，只要静待时间一点点磨。犯人沈继玄，境界千天境巅峰，现跌落为归真境巅峰，罪孽值极高，生平经历上古7道修士，常年靠神魂出窍游荡世间，掳走武者神魂变为本源，被多方宗门合力封印，押入天牢。先天巅峰，这里怎么会关押一位2品巅峰的武者？这天牢的第4层而已，怎会关着这样一位顶尖强者？新来的狱卒，浮生若梦诀的气息，你是温家的人。看来你们温家倒是终于舍得派人来修行了。看你这样子，应该是主脉的人。真是神了。真是可惜，好久没见到这么有意思的家族弟子了。温兄与哪位囚犯认识？哎呀，这事儿整的，这人怎么还带接人老底的？陈兄，关于我的家世背景，请帮我保密，不要透露出去。此次来镇狱司，也确实是为了修炼一事而来。既然是温兄的秘密，我当然不会透露出去。那就谢谢老弟了，到时候哥哥我啊，请你去京城最好的青楼放松。终于可以去喝酒了。接下来的提升参与度可以侧重于那2人身上了，就是不知道那沈进玄到底是通过什么渠道能知道温若仪的信息。如果按照那人所说，这温若仪只是来此修炼，应该也不会掀起多少风浪。看来今晚又不太平了。要想在这乱世当中获得话语权，还是需要自身实力够强。我还是太弱小了，击败一个重伤归真境就沾沾自喜。如果当时遇到是位1品宗师，岂不是会败得更彻底？丁，已镇守天牢1日，奖励1年功力，已提高了甲子号犯人的整体参与度，奖励2年功力，累计功力190年。镇狱天书，给我加点。宿主陈然，功力190年，可调用功力9年。武学琉璃金身功圆满，化血大法圆满，万毒古典大成。你若有感悟，功法万毒古典大成，万毒古典圆满。万恶毒体，灵窍中期了。现在的我，就算对上真正的归真境武者，就算打不过，保命逃跑绝对没问题。卖报！六扇门夜战黑鸭将，死伤惨重！
红莲魔教大举入侵圣海，朝廷急调大军镇压。来一份。好嘞，爷您拿好。老板，2笼肉包啊，1碗豆浆，马上来。听说了吗？昨晚外城打的那叫一个惨，血都把半条街染红了。可不是吗？听说六扇门连金牌捕头都重伤了一个。哎，这世道越来越不太平了。红莲魔调，江梦麟，这位前朝长公主终于开始收网了，天下要大乱了。不过这跟他一个小小的狱卒有什么关系？天塌下来就有镇魔司的高个子顶着。这小子藏得深啊！陈兄，听说你前几天去六扇门帮忙了？嗨，别提了，就是去跑个腿儿，差点没被黑鸦教的疯子给砍了。那帮家伙简直不要命。六扇门那帮人也是，自己惹的麻烦，非要拉上咱们镇魔司。还是咱们这天牢好，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多安逸。谁说不是呢？几位，吃好喝好，上路不饿。检测到有新犯人已死亡，正在结算参与度，奖励2年功力，功力192年。这才是生活啊！不用打生打死，送顿饭就能变强。陈兄，发什么愣呢？走，去喝2杯，我请客。听说春风楼新来了一批。好啊。怎么了，陈兄？实在抱歉，这顿酒恐怕喝不成了，家里出了点急事，我得马上回去一趟，改天再喝酒。少爷，什么事这么急？非要动用传讯符？少爷，您在天牢的潜修进度如何了？就那样吧，这破地方煞气太重，哪有那么容易突破？家主有令，让您立刻回府一趟，有重要安排。重要安排？老头子又想搞什么名扬？我这才清静了几天。属下不知，家主只说让您务必尽快赶回。行了，我知道了，你去备车吧。不对劲，太不对劲了。这些死囚背景一个比一个干净的可疑，表面毫无分隙，可查到最后，线头竟都朝向同一处。朝堂深处藏着个见不得光的东西。既然六扇门查不到，那我就回林家查。婉儿，你今天怎么心事重重的？六扇门那边遇到麻烦了？爹，您听说过花雨楼吗？你从哪里听到这个名字的？我在查几个天牢死囚的案子，线索最终都指向了这个组织。婉儿，听爹一句劝，这个案子你不要再查下去了。为什么？难道连我们林家都怕他们？不是怕，花雨楼是直属朝廷高层的暗势力，水太深，你就算查到了什么线索，上面也会压下来，何必白费力气？弄不好还会惹来一身麻烦。可是……没有可是，这件事到此为止。你一个女孩子家，整天在六扇门里打打杀杀的，成何体统？对了，婉儿，你年纪也不小了，
家族已经为你安排了一场相亲。相亲？对方是温家的青年才俊，一表人才，修为也不错。你们俩要是能成，对我们林家和温家都是一件大好事。我不去，我吃饱了。这丫头脾气怎么这么倔？若虚啊，你在天牢待了这么久，也该收收心了。爹，您有话直说，别拐弯抹角的。是这样的，家族为你安排了一场相亲。相亲？爹，您没开玩笑吧？我才多大呀？您就急着把我推出去？胡闹！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不是爹，您给我安排的是哪家的千金啊？长得漂不漂亮？性格温不温柔？这个嘛，对方是林家的千金，林婉。林婉。不去，打死我也不去！爹，您这是要把我往火坑里推啊？那林婉可是六扇门出了名的母老虎，谁要是娶了她，以后还有好日子过吗？放肆！怎么说话呢？林婉怎么了？人家可是六扇门的名捕，年轻一辈的翘楚，陪你绰绰有余。我不管，反正我不去，谁爱去谁去，老子可不想招惹他。胡闹！你俩起码见一面再说。行，这次如果失败了，可别让我再相亲了。林头，咱们现在怎么办？先观察一下，这里所有的路线都被封锁了，不可能有人逃出来的。动手！六扇门办案，反抗者杀无赦。找死！全部带走。别让他跑了！哟，还有个漏网之鱼。陈副队，好身手！这贼子跑得挺快，还是栽在您手里了。哼，运气好罢了，他刚好撞到我手上，赶紧绑了吧，别让他跑了。案子不顺利。不是案子，家里来信了。催你回去。比那更烦。你说，人为什么非要按照别人安排好的路走？因为安排路的人觉得那是对你最好的。可那不是我想要的，他们根本不在乎我想要什么。只关乎家族的颜面，在乎所谓的门当户对。陈然，如果有人逼你做你最讨厌的事，你会怎么办？看情况，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算了，跟你说这些也没用。黑烟教的案子你多盯着着点，我这几天可能有点私事要处理。好。
说吧，你们在京城到底有几个据点？堂主是谁？黑鸦将士圣火燎原，你们这些朝廷的走狗都会死。又是这套说辞，听得我耳朵都起茧子了。圣神会保佑我，我将获得永生。已经断气了。真晦气，这帮疯子！这教派几年前突然在京城散财招徒，只要入教就发美面银两，底层百姓趋之若鹜。入教即被洗脑成死士，背后必有大金主。行了，人都死了，京就到这儿吧。无事献殷勤。真有事求你，陈兄，你帮我个忙，事成之后绝对有好处给你。什么忙？那个，我家里给我安排了一场相亲。相亲？好事啊！好个屁！我家老头子给我找的，我温若虚风流倜傥，怎么能在一棵树上吊死？陈兄，你替我去一趟吧。我替你去相亲？对，你就拿着我的信物去，随便找个借口，就说我身患隐疾，或者说我有龙阳之好，怎么恶心怎么来。你家里人认识我吗？不认识，那女的也没见过我。只要你拿着信物，她就认你。行。好兄弟，讲究。我现在没什么好送的，这是固元丹，你先拿着修炼。陈兄，就是这儿了。这是信物，约好的人在天子3号房等你。你确定他没见过你？绝对没见过，我连他具体长什么样都不知道。老头子神神秘秘的，只说是个大户人家的千金。兄弟，全靠你了，记住，一定要表现得粗鄙、无礼、好色，让他彻底死心。知道了。死道友不死贫道陈兄，对不住了。就算被发现，他应该是死不了吧？客官，您几位可有预定？天字3号房。原来是贵客，您里面请。贵客已经到了。小姐，您就别冷着脸了。老爷这次可是下了死命令，说对方是4大家族温家的嫡系公子，身份尊贵，让您务必好好见一面。温家公子，京城里那些世家子弟，哪个不是斗鸡走狗、流连花街柳巷的纨绔？让我嫁给这种人，还不如让我回六扇门多杀几个邪教徒。小姐，话也不能这么说，万一这位温公子是个例外呢？听说温家这位公子极少露面，说不定是个深藏不露的青年才俊。青年才俊，真有本事，还用得着家里安排相亲？小姐，您可千万别冲动，老爷说了，要是这次相亲黄了，就要关您的禁闭。您现在正查着黑鸦教的案子，要是被关在家里，线索可就全断了。那你说怎么办？不如这样，等会儿人来了，奴婢先去开门替您长长眼。要是长得歪瓜裂枣或者举止轻浮，奴婢就说您身体不适，直接把他打发走。要是看着还算顺眼，您就勉为其难见一面。行，就按你说的办。请问，这里是天字3号房吗？温公子请稍后，我家小姐正在里面更衣，奴婢这就去通报。小姐，人来了。怎么样？是不是个脑满肠肥的纨绔？不是，这位温先生长得可俊了，而且说话温文尔雅，一点架子都没有。奴婢看着倒像是个读书人。读书人？你没看错？绝对没看错。小姐，您就见一面吧，就算成不了，当个朋友也不错啊。行吧，让他进来。小姐，您怎么了？陈然，你这是来相亲的？林头，如果我说我是走错房间了，你信吗？你觉得我像傻子吗？
好吧，其实我是受人委托来这里见个面而已，我真不知道是你。既然是个误会，那属下就不打扰林头雅兴了，告辞。站住！林头，还有事？陈然，你觉得我怎么样？林头自然是极好的，样貌出众，家世显赫，武功高强，办案如神，六扇门上下谁不敬佩？少拍马屁！既然你觉得我不错，那这门亲事我同意了。林头，你没开玩笑吧？我像是在开玩笑吗？我像是在开玩笑吗？你就说林家大小姐看上他了，让他准备好聘礼，择日上门提亲。我们明天见。温若璇，你小子敢坑我！陈兄，此事如何了？那相亲对象是不是很快就拒绝了？你是不是知道今天来人是林婉？家中人催得紧，这不是你俩认识吗？对面多半不会对你下死手的。可是他同意了怎么办？不同意就妥了，老哥，我过几日绝对好好补偿你一番。你说什么？他同意你了？陈兄，你这手段牛啊！那可是林婉，镇魔司里多少自命不凡的青年才俊都被他打断了腿扔出来，你居然去了一炷香的时间就把他拿下了，连顶头上司都能搞定，老弟我甘拜下风。你少在这里说风凉话，我估计他那是看穿了我的身份，故意拿我当挡箭牌。挡箭牌怎么了？这是好事啊，陈兄，你知不知道林家在京城是什么地位？4大世家之一，底蕴深不可测。而且林婉是林家嫡系这一代里唯一的女苗子，上面有7个哥哥，全都有群。觉得我能活到军中或者横着走的那一天吗？陈兄吉人自有天相，肯定没问题的。来了，你昨天倒是挺能耐啊。林头，昨天那真的是个误会。晚了，我已经派人给家里传了话，说我看上你了。现在整个林家都知道了，过几日估计半个京城的世家圈子都知道，我林婉找了个六扇门的副队长做抚恤。你来真的？哼，你以为我是在跟你开玩笑？家族那边最近逼得越来越紧，他们觉得六扇门太危险，想把我调回镇魔司，或者干脆让我嫁人相夫教子。我需要一个理由留在六扇门，而你就是最好的理由。放心，只是名义上的，等风头过了，一切回归如常。在此期间，你只要乖乖配合我演戏就行。行吧，那属下需要做什么？去林家求亲？暂时什么都不用做，等家里有动静了再说。现在先谈正事。黑鸦教的案子，你查得怎么样了？这几日，我带人暗中走访了京城周边的几个黑鸦教据点，发现这个教派的行事作风有些古怪。他们原本只是个不入流的普通教会，信徒寥寥无几，但在几年前，他们突然开始大肆散财，只要入教就能领到米面粮油，甚至还有碎银子呢。这种规模的散财，绝不是一个普通教派能支撑得起的。我查过他们的账目，全都是一笔糊涂账。我怀疑黑鸦教背后有大金主在暗中支持。能拿出这么多钱粮，还能在京城附近瞒天过海，继续查，一定要把他们背后的金主挖出来。这位老哥，前面这是怎么回事？哪位大官出血？小兄弟，你还不知道吧？大皇子殿下体恤民情，将那些被奸臣陷害、关在牢里的清官老爷们全都官复原职了。今天这些清官老爷上街，就是为了收集咱们老百姓的意愿，准备继续推行新政，给咱们老百姓做主呢。大皇子魏延熙这手拨乱反正，收拢明帝闭关，痴迷长生；收拢清流死忠，就抓牢底层民心。陈小友，
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你。恭喜苏大人沉冤昭雪，官复原职。什么大人不大人的？若不是大皇子殿下明察秋毫，老夫这把老骨头怕是要交代在天牢里了。陈公子，原来是你。苏小姐，别来无恙。六扇门好啊，惩恶扬善，正适合你这样的年轻人。好好干，莫要辜负了这一身本事。怎么，遇到红颜知己了？林头，你误会了，那位是文心堂的大师姐苏清河，之前办案的时候偶然认识的，算不上什么红颜知己。最好是这样。你现在可是我名义上的未婚夫，要是敢在外面沾花惹草，败坏了我的名声，我这把剑可不认人。镇守天牢1日，奖励1年功力。技能天网已升到满阶。紧接着是精神力冲破桎梏的低频轰鸣，随后是波纹扩散，500百丈。哼，好了，正事办完，该去处理点私事了。坑了老子还想跑？朋友，大半夜的挡路可不是什么好习惯。猛虎异象，秀才报上。这位朋友，有话好说。在下温家温若徐，不知哪里得罪了阁下。还来？浮生若梦，大梦一场。朋友，有话好说，你要钱还是要命？不对，你要钱我给，要命不行。这特么到底算怎么回事？难道真的是家里派来警告我的？可是这下手也太狠了吧！哟，温兄，这是怎么了？昨晚去哪家青楼被人家姑娘的相好打了？别提了，昨晚出门没看黄历，遇到个疯子，二话不说上来就砍。要不是我跑得快，今天你就得去吃熟了。哦，京城重地，还有人敢当街行凶？温兄没看清对方样貌，要不要报官？六扇门那边我认识几个人。报个屁的官！哎，算了，这特么点儿背，别让我找到那人。不过说来也怪，你说会不会是我家里老家伙派来警告我的？嫌我整天不务正业，找人揍我一顿出气？有可能，温兄毕竟是温家主脉子弟，你整天流连青楼，还抗拒联姻，长辈看不下去，派人教训一顿也正常。这叫爱之深，责之切。唉，这日子没法过了。不行，我要回家要点医药费。唉。宁峭地内基本横着走，纵使3品归真境武者，手段全开也未必会输。老实点，别耍花样。陈兄，
兄，走走走，去别处看看。怎么了？那是宫里的人，惹上了就麻烦了。慎常备，大殿下对您仰慕已久，只要您点个头，大殿下立刻保您出去。不仅如此，大殿下许诺，只要您肯出山辅佐，国师之位非您不属。没兴趣。沈前辈，您可要想清楚，大殿下如今如日中天，深得陛下器重。您若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这辈子都别想走出这天牢半步。你在威胁我？啊！滚！你们两个废物，还不赶紧进去看看那犯人是不是要造反？若是出了岔子，咱家要你们的脑袋！文兄，那牢房里关着的到底是什么人？那里面关着的叫沈继玄。沈继玄？这沈继玄是几十年前名震天下的顶尖高手，传闻他专修神魂，肉身实力深不可测。当年为了抓他，朝廷和各大宗门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就算他现在被封印修为，关在天牢，外面依旧有无数双眼睛盯着。大皇子想招揽他，也是看中了他的实力和影响力。陈兄，听我一句劝，这种级别的大佬，咱们小虾米离远点好。神仙打架，凡人遭殃。神魂秘术真是可怕。教主，六扇门最近追查得太紧，我们在京城附近的几个据点都被挑了，再这样下去，京城的根基恐怕要毁于一旦。六扇门，看来朝廷是真的觉得我们黑鸦教好欺负了。教主，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既然朝廷想玩，本座就陪他们玩玩。传令下去，潜伏在京城的案子全部动起来。等过段日子，也该让朝廷吃吃苦头了。六扇门不是喜欢抓人吗？先拿六扇门开刀。听说六扇门有个叫林婉的女捕头，最近风头很盛。是，此女是镇魔司高层之女，行事高调，最近挑了我们好几个据点。很好，拿她祭旗，本座倒要看看，当六扇门的名捕横尸街头，朝廷的脸色会有多难看。这还是头一次见到斩首，总算比平日里的无聊审讯要好多了。哎，陈兄，你说这次处决的犯人是谁？我猜是那个白骨宗副宗主。我感觉是千丝老怪。为何？直觉。我去，还真是柳枯禅那个老家伙，你这直觉还真是准。真是好久没有见过外面的景色了。闭嘴！算了算了，老夫也不为你们。好了，都散了吧。检测到犯人柳枯潭已死亡，参与度结算中，结算完成，获得奖励3年功力，获得奖励天丝傀儡术入门。千丝老怪的看家本领，果然到手了。好锋利的真气丝线。这天丝傀儡术是杀人于无形的利器，若能弄几具强者尸体炼成傀儡，实力估计能翻上很多倍，怪不得被称为邪功。
听说了吗？六扇门那边昨晚连夜突击审讯，撬开了几个黑鸦教活口的嘴。黑鸦教这帮阴沟里的老鼠又出来蹦跶了。这次可不一样，听说六扇门查出了黑鸦教在京城周边的总部位置。陈兄，早啊！温兄，你这伤还没好利索，怎么不在家多歇几天？别提了，家里老家伙发话了，再不去点庙，就打断我另一条腿。陈兄，你刚才听到了吧？黑鸦教的事儿。略有耳闻。别提了，家里老家伙发话了，再不去点庙，就打断我另一条腿。陈兄，你刚才听到了吧？黑鸦教的事儿。略有耳闻。我最近查了查，听说他们那个首领自称鸦神，实力深不可测，连教内长老都鲜少见过他的真面目。鸦神，啥实力敢起这么大的名？这就不知道了。不过毕竟对方是宗教势力的头子，起个外号可以理解。确实符合这群狂热教徒的理念。掌柜，你这糖果怎么卖的？客官，一共40文。气息虚浮，脚步沉重，不过是个普通的3品武则，长相倒是俊朗，可惜是个绣花枕头。看来小姐找他真的只是为了逃避联姻的挡箭牌。没有动手，只是暗中观察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势力的。陈然，林捕头，这么巧？不巧，我专门来找你的。黑鸦教的案子有了重大突破，我们找到了他们的一处隐秘据点。哦，恭喜林捕头立下大功！别急着恭喜，这次行动非同小可。黑鸦教意图不轨，已经引起了朝廷关注。这次行动不仅有我们队的人，还有其余队的捕快前往。你也要来，这次是个大功劳。你若是参与，很快便能往上爬。没想到林婉是想借大任务的名义给我镀金，这位不苟言射的冰山女捕，心思竟这么细腻。看什么看？赶快的，这好事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既然林捕头开口，在下自然义不容辞。好，今晚子时城外10里亭会合，到时候你跟着我，不要乱跑，那天估计会很乱。虽然这次任务按理出不了什么差错，不过以防万一，还是把武器备上吧。许久未使用，也该让你透透气了。好久未见血了，
也不知道你还记得之前的感觉吗？等过段时间，再让你去乱葬岗吸点煞气去，然后再给你整个刀鞘。六扇门的人已经到位了，也该去了。这次连林神部也来了，不是说了吗？除了我们队，还有别的队也会来这任务。林小姐，真是好久未见了。周大哥，上一次见你还是同章捕快，倒是没想到短短10日就已经超越我了。这天下终究还是你们年轻人。周大哥说笑了，此次任务结束，你也该升阶了。年纪大了，我也冲不动了。这次也是最后一次执行任务了，等这任务完成，我也就退休养老了。算算时间差不多，别让李捕头等久了。都准备好了吗？既然准备好了，那就出发。速战速决。是。不过派这么多人，我估计也帮不上什么忙。看来这次任务确实是个废柴，估计能搭上这趟攻击能涨不少。都小心点儿，快到目的地了。李小姐，到地方了，现在改换步行前去。所有人听令，6品以上的跟着部队前行，6品以下的负责封锁山林。我不希望这次有一个老鼠能跑出来。哥几个，等这趟差事办完，回去至少能升个半级吧？哎，那肯定。黑鸭叫可是大案，咱虽然在外面吹冷风，但功劳簿上少不了咱们的名字。哎，这位兄弟，看着面生啊，哪个堂口的？内勤组刚调来6扇门。哦，原来是林神捕新收的那个副队啊！听说你之前在天牢当差，能被林神捕看中，兄弟也是个有本事的。怎么回事？林部长，
前面就是他们的总坛大殿了。这次实在是太顺利了，别说是反抗了，就连像样的对手都没有。杀进去！退后，情报有误。李捕头，不过是个……六扇门的狗，还真是一如既往的蠢。真以为本座的黑鸭教是你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邪神！初次亮丽。怎么可能？以宁峭境巅峰！哟，居然是2个金章捕快！如果把你们2个的脑袋悬挂在京城的城门头上，不知道朝廷那些老家伙会不会气得吐血？废话真多。林小姐。很好，本来是想直接杀掉你的，不过现在我改变主意了，必须让你在痛苦中死去。我来拖住他，你去求援。看来6扇门的金章捕仇也就只有这点能耐吗？失望，太让本座失望了。想求援？真以为此处是随便选的地方？听说你是镇魔司高层的女儿，那你身体应该值不少钱了。滚！回事？有意思，你是头一个敢来窥探本座的。不过，你惹错了人。小心！能透体这么远的招式，很有意思。
那日京城交手，此人分明只是通脉境巅峰，如今却是宁雀境水准。除非当日实力全是装的，或者说此人是个天才，短短几日又变强了。本座不杀无名之辈，你是何人？报上名来。何人？这是飞剑。飞剑绝学是传闻中神剑山特有的武技，难道此人是神剑山剑仙行走？可今年剑仙行走还没出世，好不容易遇上一个境界不错的对手，本来想测试一番，既然你如此急躁，那就成全你。你最好祈求你可以坚持久一点，不要那么快死亡。无语裂空！这到底是什么武功？仅凭横练便将宁桥巅峰蹂躏至死，这与其说是战斗，不如说是单方面虐杀。这是妖，没错，没错，这就是妖。难道他是妖？不对，他不是妖，哪里有这么弱的妖？若对方是4阶巅峰妖兽，击败他得费些功夫。好痛啊！真是被小看了呢。你真的惹怒我了，本来不想暴露的，那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完美形态吧。4阶巅峰妖兽。力量，这就是完美的力量。本座筹谋多年，隐忍至今，终于迈出了这一步。小子，你刚才不是很狂吗？你不是要测试本座的实力吗？现在感受绝望吧！妖化后的不仅力量翻了倍，就连速度也翻了倍，真是可怕的爆发手段。现在想要投降，太晚了。变身，我也会啊。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什么功法？装神弄鬼，给本座死，天涯乱撒！翻云掌！什么？
你到底是何人？林捕头，慎言。活下来了，那到底是什么怪物？太可怕了！那股血气，我感觉自己就像是被扔进了尸山血海里。到底是哪个门派的魔头出师？不管他是谁，至少他没有对我们出手，这已经是万幸了。绝世魔头吗？可为什么他总觉得背影有一丝说不清的熟悉感？四阶巅峰的半妖，确实有些棘手。那时若不动用化血大法、红莲业火经，常规手段很难短时间击杀叶无涯。别愣着了，去看看叶无涯死了没有。李大人，林捕头，他还活着。命真硬。带走。是。怎么回事？呼吸平稳，脉搏正常，只是晕过去了。发生什么事了？你们怎么晕倒了？属下也不清楚，刚才只觉得眼前一花，好像有一道黑影闪过，然后脖子一痛，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陈然，你刚才一直在这里，可曾看到什么？回灵不愁，属下实力低微。刚才只觉得一阵狂风刮过，眼前一黑，就跟着大家一起晕倒了，什么都没看清。不过我隐约闻见了一股血腥味。只是那魔头既然打晕守山捕快，为何没下杀手？以其残暴手段杀这10几人不过随手，难道他并非滥杀无辜之徒？林捕头，此地不宜久留，兄弟们伤得不轻，叶无涯也随时可能咽气，我们必须尽快赶回京城，将此事上报。好，启程回京。叶无涯身份特殊，又变成了这副半妖模样，我必须亲自将他押送去镇魔司大牢。此事干系重大，我必须立刻向高层禀报。你受了伤，先回去休息吧。好，李大人辛苦了。陈然，属下在。你觉得叶无涯为什么会变成那副模样？属下不知。妖法。进。李捕头，听说昨晚出了点岔子。范大人，昨夜清剿黑鸦教确实出了意外。带队突袭时，叶无涯突然妖化，那神秘的山军实力深不可测。更致命的是，黑岩教主实为4品巅峰，我们的情报出现了严重失误。情报有误，看来六扇门里也有他们的人。属下也是这么想的，太巧了。
有意思。妖变的邪教教主，神秘的魔教高手。看来我不在京城的这几年，江湖上挺热闹啊。李捕头，内鬼的事我会安排人去查。昨晚的任务辛苦你了。不辛苦，属下只是觉得事情透着邪乎，特来向大人禀报。范大人，那个突然冒出来的魔教高手还查吗？红莲魔教的人既然敢在京城露面，那就给他们点面子。去，让人草灭通缉令，贴满京城。是。又来新人了，怎么没有见过啊？这是谁呀？这排场，这阵仗，陈兄弟，你说这关的是什么大任务？连玄甲卫都出动了。不知道，干活吧。你这人就是太闷。我刚才可是听说了，这人可是黑鸦教的首领，叫什么叶无涯，最近闹出好大动静。干什么的？送饭。动作快点，送完赶紧滚！犯人叶无涯，境界明窍境巅峰，封印中，罪孽值高，可提取功法千压乱葬顶级武学。吃好喝好。林头，你来的正好，先跟我走。六扇门内有个新任务。见到好大剑术林，去收大二分的坏剑。卖报卖报！通缉榜更新，连魔教再现新征，黑鸦教教主叶浩天重伤落网。地榜前50，这神秘高手到底什么来头？六扇门发了通缉令，说此人疑似与红莲魔教有关，极度危险。放屁！人家明明是帮朝廷抓了叶无涯，怎么就成魔教余孽了？你懂什么？这叫防患于未然。这种不受控制的强者，朝廷能放心吗？大人，这通缉令上画的是谁啊？画的真丑，一点没把我的英明神武画出来。不过这黄金千两、良田万喜的悬赏倒挺诱人。通缉榜名额不多，总共约100名，登榜既显朝廷重视，也证明实力。第42名对首次登场上的新人已经很高了，这只是地榜，之上还有更高的天榜。陈然，此人实力深不可测，且行事诡秘，极度危险。我之前让你在天牢调查过他的线索，这通缉道上的就是那人。记住，以后若是发现此人的任何踪迹，切勿莽撞行事，必须第一时间上报。属下明白，大人放心，属下一定小心他。知道就好，幸亏你昨夜运气好，否则就糟了。走吧，这里人多眼杂，不是说话的地方。昨夜清剿黑鸦教，情报出了大漏漏。原本以为只是个寻常的邪教据点，最多不过几个五品午饭，谁知叶无涯竟然藏着4品巅峰的实力，甚至还能妖化。我接到通知，上面震怒，怀疑六扇门内部有鬼。镇魔司范统领亲自下令，让我暗中调查内鬼的线索。怪不得上面爱把这种得罪人差事派给林婉，他家世显赫，查案百无禁忌，
换做别人查到一半就得被陈红腾喝。大人想怎么查？跟我来就知道了。带上，这是为了防止暴露身份用的。虽然这次已经隐藏了身份，但是我得的脸还是有很多人认识的。停下！什么人？来探风口的。哼，走吧，记住晚上子时之前出来，再往后的安全就不归我们管了。大人，咱们来鬼市查案。鬼市只是个幌子，我们要去的地方在最里面。天机阁，江湖上最大的情报组织，号称无所不知，不设朝堂，不站立场，只认钱。两位客官，买消息还是卖消息？买。好说，天机阁的情报分甲、乙、丙、丁4等，不知客官想问什么？查这上面的人，最近半个月的资金往来和暗中接触的势力。客官，这上面可都是京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这情报不好查呀。1等情报，白银1万两，先付1万定金，7天后给答复。一个正七品县令1年俸禄才几百两，这1万两购买半条街商铺。这是5000两通宝钱庄的银票，全国通兑。客官爽快，7天后还是这个时辰，凭此木牌来取消息。这是刚才那份名单的抄本，黑鸭教覆灭，业务压落网消息已传开。这些人若心里有鬼，这几天必有动作，要么转移资产，要么潜逃。一旦异常，立刻报他。好。开门。叶无涯，别装死了。六扇门，要杀就杀，废什么话？想死没那么容易。我问你，你那妖化的手段是从哪里学来的？黑鸭教这几年在京城暗中招兵买马，背后是谁在给你提供金钱？你笑什么？我笑你们六扇门全都是一群蠢货。你们问我妖化的手段从哪儿来，怎么变成妖的？你们朝廷自己不清楚吗？镇魔司隔3差5押送活妖兽进来，过段时间被斩妖队带走后，就再没出现过。他这半妖形态竟是朝廷手笔，拿活人做妖化实验。一派胡言！死到临头还敢攀咬朝廷，看来你是真不想活了。此事事关重大，我会如实上报范统领。看好他，没有我的手令，任何人不得靠近甲子号牢房半步。是。杀！拉光他们！不想死就投降。大人，京城那边有消息传来。深海靠子教寇准之魂甲。何事？启禀圣女，京城那边传回了急报，六扇门围剿黑鸭教总部，黑鸭教主业务大落网。听说是一位号称山修的高手击败了业务大，而且他使用的是我们圣教的红莲业火经。属下怀疑，是不是教内哪位隐业的太上长老出山了？圣教哪儿还有隐士长老？本就是皇朝崩塌后分割的势力，既会红莲业火经，又爱戴面具装神弄魔的，除了那个把他当丫鬟使唤的混蛋狱卒，还能有谁？具体战况如何？据探子回报，那山雄出手时间极短，但从目前的情报上来看，起码有宁鞘境巅峰的实力。宁鞘境巅峰？当初在天牢，他表现的实力也就5品，却能轻易镇压我，如今恐怕离上3品只一步之遥。
或许这才是他隐藏的实力。此事不必再查，那人暂且不是敌人。京城那边的事，让他去折腾便是。继续盯着京城，那山城的消息在教内先传一遍。如果有成员遇上，切记不要对此人出手。是。盛海这边的战况如何了？回圣女，要城内的消息尽数法进入我萧沧州，如今还再用半个月时间，便可直逼京城。很好，传令下去，加快整合盛海的资源，同时让潜伏在京城的案子继续蛰伏。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轻举妄动。原来这才是父皇跟我所说的血脉之力吗？等本座彻底稳固境界，便是我们重返京城之日。镇守1天，获得1年功力，累计197年。舒坦。有个宗门打工，确实比自己一个人苦哈哈的攒资源快多了。镇御天书加点，消耗10年功力，天丝傀儡术提升至大成。好东西，这天丝配合天王感知，方圆百里谁敢动歪书意，我心知肚明啊。3品归真境之下，我绝对是无敌的存在。你就比如甲字号最深处的上古气道修士沈继玄，曾是2品先天境大能，如今虽跌落归真境巅峰，仍极度危险。沈继玄，那老家伙专凶神魂，以我目前的实力还不敢靠近，有被神魂秘术阴了的风险。不急，慢慢来，反正他被关在天牢里也跑不掉，早晚是我的经验。先去看看叶无涯吧。就等朝廷下处决令，这4阶巅峰半妖的因果结算，绝对能爆不少功力。好好吃，多吃点，吃饱了才好上路。大人，天机阁那边传来的消息确认了。叶无涯自己不知从哪里掌握了妖化的手段，竟然暗中进行妖化实验。这背后确实有朝廷高层在指，六扇门内起码有3人跟此事相关。近几年京城那些失踪的流民，大多被送进了城外的秘密据点，而且会下达就在半个时辰前，要求将叶无涯秘密转移至城外的西山别院。他们这是想干什么？把一个极度危险的半妖转移过去？神爷，既然是内阁发话敢明张胆的妖人，就说明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内则令盖着玉玺的大印，我们六扇门你这么白死了，就这么白死了。命难违，今晚子时准备交接吧。转移，妖化实验，原来背后金主真跟朝廷有关，难怪能在京城搞出这么大动静。内阁牵扯进来，其心可诛。这些家伙做实验我不管，可是想抢我的怪，门儿都没有。既然朝廷要玩阴的，他也不介意客串劫匪。叶无涯这级别的肥羊绝不能落到别人手里，今晚看来得加个班了。都打起精神来！若是出了纰漏，咱家扒了你们的皮！是。怎么回事？什么人，竟敢阻拦内廷办差？活腻了吗？
底是谁？30年三雄真心令。就这，借你人头一用。你想干什么？送你上路。你击杀了甲字号重犯叶无涯，开始参与度结算。你参与度极高，因果结算中获得奖励10年功力，获得奖励4阶妖丹1枚，获得功法千压乱葬。原来所谓的千压乱葬，是出手宛若千压翻飞，引天蔽日。看来这一切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若只是一具尸体，就有些可惜了，不如化为我的助理吧。小心，情况不对劲。该死！一击毙命，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出手之人至少是3品归真境的存在，内阁的人怎么会惹到这种高手？立刻封锁现场，派人回京禀报此事。叶无涯被劫遁逃，此事非同小可，必须彻查到底。内阁判定劫囚者是3品归真境大高手，下令彻查。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凶手是个7品狱卒。叶无涯只是人类之躯，却能凝结妖丹，或许这是他所走的妖化之道的关键。这叶无大妖化后仍保持理智，代价仅是失去人类外貌，与实力提升的诱惑相比不值一柄。传出去，恐怕不少武者会欣然接受。好霸道的力量！不急，等过段时间调查一番，看看有没有别的作用。现在也该让我看看你藏着什么秘密了。原来如此，难怪一个邪教教主能在京城眼皮子底下搞出这么大动静，甚至还能弄到那么多活人进行妖化实验。叶无涯这边则是为他们打造悍不畏死的妖化死士，双方狼狈为奸。叶无涯野心极大，不仅想借宦官资源恢复实力，还想反客为主，把太监也变成妖化傀儡。这年头连太监都想造反，这大魏光权，狗咬狗一嘴毛。下雪了，下雪了。现在若是下大雪，
底层百姓可就惨了。盛世是瑞雪兆丰年，可如今大魏这场风寒，起码要送走不少人。荒谬！内阁那群阉党，真把天下人都当傻子不成？什么神秘高手劫囚，什么大能出手，叶无涯一个废人，谁会冒着得罪朝廷的风险去救他？哼，这分明是内阁为了掩盖秘密自导自演，击败人灭口，毁尸灭迹，再随便找个理由搪塞。这种手段我见得太多了。林婉，慎言，此事牵扯到内阁和镇魔师，没有确凿的证据，切不可妄下定论。宗捕头，难道我们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一手遮天，逮捕叶无狐牺牲了那么多兄弟，就这么让他跑了？林捕头，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可现在京城的水越来越浑了，我们六扇门现在只能静观其变。不行，我必须尽快提升实力。我不想做任人摆布的棋子，要查清真相，而前提是拥有足够的实力。我要提升实力查真相，那第一站就是逼我相亲的家族镇国公府林家。爷爷，坐吧。今日怎么有空回来看我这个老头子了？我想进家族的洗髓池。洗髓池？你可知那地方的凶险？以你现在的修为，进去可是要吃大苦头的。我不怕，京城局势动荡，我现在的实力根本什么都做不了。是因为叶无暇的事？生命危机。内阁那群人确实是在玩火，放心，此次爷爷必定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这是洗髓池的凭证，拿着它去后山吧。多谢爷爷。等等，武学上的事儿说完了，咱们来聊点别的。听说前些日子你相亲时对某人一见钟情，非得认定他不可。爷爷，您管我听谁说的？我就问你，那小子叫陈然是吧？天牢的一个七品御司，跟爷爷透个底，你俩到底发展到哪一步了？陈然，有点意思。来人，去查查这陈然的底细，事无巨细，我都要知道。是，还有去看看婉儿所说事情是怎么回事，为何会有生命危机？大人，经过调查，小姐的护身命并未触发，而且根据小姐的同老所说，那几次执行任务时虽然危险，但每次都能化险为夷。看来这几件事情对于婉儿的打击不小，否则也不会主动要求进入洗髓池中了。你们二人这段时日紧盯着婉儿，若有意外发生，直接出手。内阁那群老家伙真当无法无天，胆敢欺压在我林家头上！终有一日，我要亲手逮捕住你。这日子真是越来越有盼头了。陈御司，昨夜又送来几位大人，都是内阁那边的。大皇子动的手？可不是嘛！大皇子最近风头正盛，连拔了好几个宦官，这朝堂怕是要变天了。陈兄，今日可有新故事来讲？
我还没听完那孙悟空攻入天庭后又发生了什么。昨日既然讲到那石猴攻打天庭，最后的结果也很简单啊，被如来佛祖一巴掌给摁封印了。什么？那孙悟空有72般神通，火眼金睛，金刚不坏之身，怎能被一掌镇压？境界不同呗。如果让你跨境界去打宗师，宗师一掌下来，你若是不死算炸弹。温兄，向你打听个事儿。陈兄尽管问。京城里哪里能弄到高阶妖丹？陈兄要买妖丹，这东西可是违禁品，镇魔司查得严。不过想要妖丹也不是没有门路，外城的鬼市里偶尔会有黑市商人倒卖，只要价钱合适，买一颗劣等妖丹也能弄到。多谢。都老实点儿，双手抱头。怎么，你是想要叛国吗？不想死就老老实实待着。你涉嫌私自交易危险物品，这些东西没收了。如有疑问，可以向朝廷上报。这应该是此地实力最强的商贩了吧？这城防军进来只塞了点银子就打发走了。老大，幸亏这次有你出手，对面看到你转头就走了。那可不，你以为老子跟对方队长的酒是白喝的？也不瞧瞧这鬼市是谁的地盘。这段日子里，让兄弟们暂时不要动手，恐怕会有波大清洗了。鬼市生意也先别开了。这里出什么事了？小子，你是哪里派来的人？接下来我问，你答。大人，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今夜发生的事情太过突然了，要不然也不会引得城防军来搜查。今天晚上不仅仅是我们这边，就连其他地方的兄弟都遭殃了。大皇子遇刺，会不会跟我遇到的那人有关？看来京城的风波程度要比我想象中还要大。是某些人准备孤注一掷的反扑了。大人有何吩咐，随便使唤小弟。你们这里有没有炼丹师？大人，我们这里确实有丹师，将方丹师请过来。方丹师，又有客人想要见你，你应该清楚什么该说不该说吧？走吧，方丹师，今天如果表现得好，可以允许你休息几日。大人，这位便是方丹师，腿脚不便，您见谅。对于妖丹之事，你可曾了解？妖丹，大人跟你说话呢，这妖丹你到底了解不了解？这妖丹你能炼吗？我能练。有意思，居然还开到隐藏款了。
方大师，你考虑清楚再说。既然你说可以炼制，那就现场炼制给我看。是。把我的丹炉拿过来。青灵草、龙华叶、聚气散。此人还真是有几把刷子吧，一看就专业。可以，给我讲讲你是如何来这里？你这伤势应该不是先天造成的吧？几年前，我与几十师兄弟初入江湖，游历宣传门派，半路遇到鬼市恶人中毒将死，我看不下去，发下解毒丹救了恶人。恶人非但不感激，反而窥视我丹师身份，杀了我的同门，只留我在活口，将我囚禁炼丹3年，受尽屈辱。他所说可是真的？算了，也懒得跟你们问。有没有兴趣为我办事？好，那接下来就交给你了。所有人自毁丹田。我给你1炷香的时间自由行动。多谢恩公成全，从今往后，方毅这条命就是您的。您让我杀谁，我就杀谁；您让我炼什么丹，我就炼什么丹。这是血种，敢有二心，立刻化为一滩血水。理应如此。恩公，只要有足够的药材，4品以下的丹药我都能炼，就算是3品丹药，只要给我一尊好丹炉，我也能拼死一试。不急，你现在的任务是把命保住。这鬼市已经不安全了，找个叫老梭罗走牙子，提我的名字陈六，他会给你安排住处。恩公放心，方毅绝不误事。找个干净的地方安顿下来，过几天我会来找你炼丹。听说大皇子遇刺了，看来事态要比我想象的要严重许多。老板结账。陈兄，早啊！温兄昨晚没睡好。唉，你不是也知道了吗？大皇子遇刺，家里老爷子发了火，连夜把我们这些小辈叫回去训话，是吗？那呗。现在京城的水太浑了，内阁那帮老狐狸跟大皇子的人咬得不可开交。我听说上面放了狠话，要将这刺客捉拿归案。现在京城已经不让外出了。神仙打架，咱们这些小鬼就别跟着掺和了，守好这天牢的1亩3分地，比什么都强。陈兄说的对，还是这天牢里清静。不过就是苦了我啊，这几日倒是不好外出了。哎，陈兄，你看昨天那剑那大新闻没？
红莲魔教在圣海那边闹出了大动静，连破3城，朝廷已经派了大军去镇压。魔教猖獗，朝廷自然不会坐视不管。朝廷当然不会坐视不管，但等到大军压阵过去，整个圣海估计已经沦陷了一段时间了。陈然日常巡视天牢，镇守牢狱安危，奖励6个月功力。抱着蚊子腿也是肉啊，先收着。抱歉，我们这里不提供。陈副队，您怎么来了？天气寒冷，您多添些衣物。今日是不是任务比较繁重？陈副队，您知道的今天发生的事情吗？那城防军真是疯了，不管什么人都给抓过来，扔到我们6扇门。林捕头今日没有来6扇门，林大人请了1周的假，这段日子不在6扇门内。哦。难道武道境界除去宗师外，还有更高的境界？如果古籍记载为真，那么这个世界要比我想象的要深很多。镇守天牢1天，获得1年功力，当前累计功力210年。领取。真是让我好等了一番。你修炼有成，若有所感，天赋铜皮初阶升上为铜皮满阶。这个防御力，就算归真境强者来了，也不妨多让。也该考虑考虑，找个合适的地方突破境界了。李掌柜，听说你那批货被扣了。别说了，那些城防军非说我那批货中可能隐藏了囚犯，要拉去检查，现在也没个影。那你这次的货多半悬了。我听说那批城防军这次可是吃人不吐骨头，截断了不少货物。可不是，只能自认倒霉了。宁教境，会是林家那边派过来的人吗？陈御司，早。陈御司，今日牢内又关了不少人，这是名单，您请过目。今日的囚犯大多都是天牢前1、2层的货色，连一个能进3层的都没有。对我而言食之无味啊！要是多来几个叶青崖这样的就好了。啧，天天来几个这样的，我早无敌了。唉，还是先去送饭吧。开饭了。吃饭了。谢谢。不用谢。犯人沈继玄，境界千天境巅峰，现跌落为归真境巅峰，罪孽值极高，常年靠王图春鞘舍弃肉身，掳走武者神魂炼为本源，被多方宗门合力封印押入天牢。功法冥魂心经，或许该去6扇门查查。有意思，
天牢之中还有如此有趣之人。打2份工拿1份钱，这世道真是艰难。陈大人，早。陈大人，您来了。陈然，你怎么这么早来这里了？今日牢里没什么重犯，工作比较简单，便提前交接了。统脉境巅峰。想到早上那股凝窍境窥视感，这林家还真是舍得下血本。一个凝窍境盯梢，一个归真境大能贴身护卫。他这几天到底经历了什么？怎么了？没事，属下只是觉得您今天的香囊格外好闻，不知是在哪家脂粉铺子买的？这是我朋友送我的，我也不清楚。你今天这么早来六扇门，是有什么事情要做？属下今日前来，是想去卷宗室查阅一些资料。查什么？关于天牢4层，一个名叫沈进玄的犯人。沈进玄，这个名字似乎有些耳熟。跟我来吧，卷宗室的钥匙在我这里。天牢4层的犯人，卷宗应该在甲字号区域。找到了。大人不一起看看吗？这是你的差事，我就不掺和了。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你看完之后记得把卷宗放回原处。犯人沈进玄，绰号离魂老鬼，修为先天境巅峰，罪作。原来所谓气道，就是放弃肉身，专修神魂，极其凶险，稍有不慎就魂飞魄散。但修成后，神魂便可出窍游荡，杀人于无形。根据卷宗记载，沈继玄为修炼神魂，曾一夜屠灭3个二流宗门，将数百名武者神魂强行抽出炼化为本源，震惊江湖，引得正魔2道高手联合围剿。那一战天昏地暗，沈继凭诡异神魂攻击，连杀数名先天大能。最后镇魔宗一位宗师亲自出手，才勉强将其重创。即便如此，也无法彻底击杀。只要神魂不灭，他便可凭肉身活在世间，只能用锁魂链封印关押4层。难怪。看来以后去4层送饭得小心点这老家伙了。能够神魂出动夺彻肉身，这种手段还算是武功吗？跟传闻中的修仙功法也差不多了吧？原以为京城无人能威胁自己，光是4层囚犯手段就如此夸张，那宗师境高手又该有多强？实力还是实力不够啊！奇怪，这小子果然有些不同。难不成小姐也是被他这一点吸引？
罢了，只要他不威胁到大小姐的安全，老夫也懒得管他。大哥，伤势如何了？死不了。哎，大哥可得好好养着。发生这样的事情是我们都不想看见的。三哥，大哥都这样了，你少说两句。四妹说的也是，你看我这嘴。我发了。是。殿下，人呢？回殿下，刺客抓到了，正在暗牢里审。不过，说，跑了一个，那人身法极其诡异，出了城就没影了。不过可以确定，此人还躲在京城内。废物！挖地3尺，把人给我找出来！现在是时候出城一趟了。或许现在的实力还不行，最起码也比那沈继玄强才行。此等功法何该为我所使？陈兄，好好休息。陈兄，你离去的这几日，我一定会记挂你的。再也没有人陪我聊天。滚！不就是放个假，你还伤感上了？那就3日后再见了。快点，磨蹭什么？打发叫花子呢？这点钱也想蒙混过关？我看你这车祸里有人，肯定藏了违禁品。来人，给我扣下！这股气息是那日在鬼市逃窜的人。看什么看？说你呢！东张西望的，做贼心虚啊！陆羽拿出来！哎呦，原来是镇摩司的大人！大人，您有公务在身，怎么不早说？快请，您快请！都瞎了眼吗？赶紧给大人让道！是谁呀？好大的威风！嘘，镇摩司的人，那可是活阎王，专门和妖魔打交道的。怪不得城防军那帮嫂子跟见了亲爹一样，刚才那嚣张劲儿全没了。
什么人？居然没打到。你是？阁下是谁？为何拦我去路？你不必知道我是谁。天压乱葬，回影宗。这便是归真境巅峰的强者吗？果然实力不同寻常。痛快！再来，再来！这到底是何方神圣？我让你走了吗？这到底是什么鬼真气？真是倒血霉了！这种顶级身法可不能让他跑了，必须录入镇狱天书，领取功力。你镇守天牢数日，累计奖励功力7年，姓名累计功力215年。可不能就这么让你跑了。空有一身蛮力的莽夫罢了，想抓我，下辈子吧。怎么可能？这他妈到底是个什么怪物？不，你别过来！给我死！我这是在哪里？对了，那个人呢？这到底是什么魔教人士啊？不对，他好像在突破境界。果然，这般实力怎么可能只是归真境巅峰？归真境总算是成了。那天晚上是你刺杀的大皇子。哼，原来是朝廷的走狗，想拿爷爷我去换赏钱。我告诉你，不可能！你别想从我口中知道一点线索。哦，行了，你的废话太多了。
妈的，又输了！陈大人，新抓来的犯人是个普通的江湖毛贼，随便找个空着的丁字号牢房关进去。大人，这老头看着半死不活的，关在丁字号，不会死在里面吧？死不了，算了，死就死了，每天给他一口馊饭吊着命就行。是，大人放心，交给我们兄弟了。这动静，莫不是山洪爆发了？放屁！这大才天的哪儿来的山洪？别是地龙翻身了吧？快叫上大伙儿，举火把去看看！要是真有泥石流，咱们得赶紧逃命！这是神仙打架吗？快去报官，通知京兆府！废物，全都是废物！你再跟我说一遍，花雨楼的银花榜第一，就这么凭空消失了？你们去查了整整1夜，就给我带回来一句不知所踪！殿下息怒，属下带人搜遍了京城内外，确实没有找到徐简一的踪迹。不过我们在城外30里的一处荒山，发现了一处极其恐怖的交战遗迹。那片山里如同被天灾肆虐过，方圆数里内的树木全部被狂暴的真气搅碎，地面弹泄出10几个巨大的深坑。从残留的气息来看，交战双方的实力绝对达到了归真境的巅峰，甚至有可能触及到了先天的门槛。先天？查，加派人手，就算掘地3尺，也要把这个神秘高手给我找出来。是，我要见人，死要见尸。到底是谁袭击的我？还知道我的行踪与属下两般？这就是归真境吗？不错，真气凝练如钢，透体而出，杀伤力比之前提升了数倍不止。不过，力量虽然强了，但控制起来还需要一点时间适应。该去天牢收尾了。犯人徐简一，罪孽值高，背景花雨楼银花榜首杀手，曾从先天境手中脱逃，接到任务刺杀大皇子。留着你也是个麻烦，而且我这人不喜欢夜长梦多，下辈子别当刺客了。你成功处决囚犯徐简一，奖励结算中，恭喜你获得顶级身法踏雪无痕入门。只有入境。有了这门身法，以后在京城里办事就方便多了。来人，陈大人有什么吩咐？那个老头没熬住，去世了，找张破席子卷了，扔到城外的乱葬岗去。是，大人放心，我们这就去办。隔山打牛，透体伤人。精气气神，三者归于一体。怎么回事？陈大人，快去前厅，大皇子殿下亲自来天牢了。老李，你抖什么？
废话，那可是大皇子殿下，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官，也就是咱们牢头，这冷不丁见着皇室血脉，能不哆嗦吗？都起来吧。殿下，下官不必多礼。诸位镇守天牢，常年与那些穷凶极恶的歹徒打交道，劳苦功高。本王今日只是带父皇来看看大人。天牢阴冷，大家辛苦。这些是本王的一点心意，给大家添几件冬衣，买几壶好酒暖暖身子。若是有家里困难的，也可以拿去补贴家用。殿下千岁，殿下真是活菩萨，演技真好。别抢，都有份儿，排好队。这大皇子出手倒是阔绰。太快了，哎，照这个吃法，金山银山也扛不住啊！穷文富武，古人诚不欠我。力量掌控的差不多了。哟，陈爷您来了，还是老规矩。来，三兄，一壶龙井点心，2碟点心，再来盘瓜子。得嘞，您2楼靠窗请。听说了吗？红莲魔教又攻下一城。啊？什么？最近不是连圣海地界都丢了？慌什么？朝廷已经有动作了。看今早的京报了没有？陛下已经下旨，下个月初要在京城举办天下武斗大会。武斗大会？没错，广邀天下武林同道各路宗师高手齐聚京城，这可是咱们大魏立国以来头一遭。虽名为比武，实则是为了彰显国威，检阅天下武力，震慑那些魔教妖人。那可有看头了！何止是有看头？听说只要在大会上表现优异，不仅能得到皇室秘藏的极品丹药、绝世功法，甚至还能直接封官加爵，赏赐良田千顷。封官加爵！我的老天爷！这下江湖上是光宗耀祖的大好机会，谁不想在陛下面前露个脸？听说要是能被哪位大人看中，那可就真是一步登天了。天下武斗大会，说白了，就是朝廷想把江湖上的高手当枪使，拉去前线当炮灰。到时候京城肯定会热闹一阵，不过关我屁事。二少爷，您回来了。我爹呢？老爷在书房议事。婉儿呢？许久未见了，他人在哪里？快去把他叫来。我这趟在外面连挑了3个山寨，刀法又精进了不少，他肯定想不到。怎么了？二少爷，小姐她不在府里。不在府里？去哪儿了？这几个月发生的事情有些复杂。什么？婉儿居然同意去相亲？对方是谁？是天牢的一个御司，叫陈然。御司？我倒要看看这个叫陈然的家伙
到底长了几个脑袋，敢打我妹妹的主意？二少爷，您去哪儿啊？哥，怎么不欢迎你哥？你不是在外面剿匪吗？怎么突然回来了？天下武斗大会要开了，我回来凑凑热闹，顺便来看看你。你这大忙人，一年到头见不到人影。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听说你最近忙的，关心关心你。听说你最近接手了不少天牢的案子。六扇门和天牢本就有交集，这有什么奇怪的？您叫进巅峰，难不成是他的家人来了？劳驾，天牢的文书。陈御司慢走。刚才过去那个就是陈然。你问他干什么？一个天牢狱资，居然来六扇门送文梢，你俩平时没少见面吧？工作交接而已。行，工作交接，我先回去了，改天再来看你。陈然，林捕头有事，陪我走走。林捕头，你叫我出来就是为了逛街？这叫巡查。你以为六扇门的捕快天天就值班？行，那我就看看捕快们平日里如何巡视。你平时在天牢里都做些什么？监察、修炼、送饭。那你有什么爱好吗？赚钱。前面那家首饰店不错，陪我进去看看。这位姑娘，您看看这只金步摇，可是刚出的新款，这做工，这成色，配您这身段，绝对是绝配。不用了，我随便看看。那您看看这玉镯，水头多足，戴在手上最显白了。这个多少钱？客官，这玉镯是本店新品，现在只需要500两银币就可以拿下了。500两，家中虽不缺钱，可官职月俸才300两，一件小玉镯抵2个月工资，换作提升实力，起码能炼1枚丹药。黑店，绝对是黑店。伙计，这只簪子包起来。好嘞，客官稍等。客官好眼力，这可是上好的和田玉，只要300两银子。给我打包起来吧。给我打包起来吧。都给老子滚开！路旁办事，闲杂人等滚远点！这女人的暴力倾向真是一点没变。林捕头，把这些人全部带走。是。真是不知死活。走吧，我们继续。算了，这种东西还是找个好时机再送吧。我还有事，
先回天牢了。如今境界已经稳固，也是时候去看看天牢最深处的那位绝顶了。沈继玄，开饭了。